当一个新的灵魂成为了一户之后，原本既定的世界开始慢慢的发生变化，改变的不仅仅只是他原本的生活，就连尸魂界都受到了影响。新的一户拥有更强的战斗意识，更强的精神反射。但是一个个敌人开始出现在一户的面前，基里安、亚丘卡斯、瓦史托德，还有那传说之中的第4级斯克里托。新的一户面对这些敌人，他将握紧自己的斩破刀，一一打败。哥哥，快醒醒，上学要迟到了。一个一头橙色头发、身上围着围裙、抱着几件衣服的小女孩来到一个少年的床前，将衣服放在床边之后，一边推着少年，一边开口道。只见那名少年也是一头橙色的头发，只是少年的橙色头发要比小女孩更加鲜艳。小女孩的头发虽然是橙色的，但是明显有些偏淡，而少年却是属于偏浓的那种。再看看少年的脸型，虽然帅气，但是配上他那一头的橙色头发，恐怕让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良少年吧。我好困，不要吵我。少年说了一声，然后直接打掉了小女孩的双手。哥哥真是的，怎么叫都叫不醒。小女孩撅起嘴抱怨道，但是样子却非常的可爱，而且声音嗲声嗲气的，似乎是在撒娇一样。如果一些大叔看到的话，恐怕会直接被萌翻。游子，这样叫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倾注你的爱，没有爱的声音是叫不醒一户的，还是让爸爸来吧。一个下巴有胡渣、大约30多的男子非常大声的开口道，一点也不顾及床上正在睡觉的少年。然后在小女孩的愣神之中，男子几步助跑，然后猛然跳起，然后一脚朝着床上的少年踢去，气势非常的惊人。你们很吵啊！少年从床上坐起来吼道，但是映入少年眼中的确实朝着自己踢过来的一只穿着黑色袜子的脚。少年猛然一惊，但是却不慌，只见少年身体猛然一侧，就让过了对方踢过来的脚，而对方却因为姿势的缘故无法停下来。同时少年抬起右手的手肘，然后猛然朝着对方的脸颊撞过去。砰！轰隆！只见少年的手肘猛然撞在男子的脸上，直接将对方给撞了出去。只见男子直接被撞出了房间，同时还顺着楼梯滚落了下去。不愧是我的儿子，身体的反应竟然这么快。男子虽然滚落了下去，但是他的声音却传来上来。少年一愣，这个时候少年才看着四周，他发现眼前的这一切和自己记忆之中的家完全不一样。哦，爸爸真是的，一大早就来偷袭哥哥。小女孩抱怨了一句，然后对着少年笑着道，好了，哥哥，快点收拾一下吧，衣服我已经给你放在旁边了，穿好之后就下来吃早餐吧，不然的话上课要迟到喽。说着，小女孩转身离开了房间。少年看着小女孩离去的身影，并没有开口叫住对方，一直在小女孩完全离开之后，少年才看着四周道，这里到底是哪里？为什么会这么的眼熟？过了一会，少年拍拍自己的脸颊道，等等，先冷静一下，先整理一下自己目前的情况，还有刚刚得到的情报。首先，刚刚那个小女孩叫我哥哥，我可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妹妹，不，应该说我根本就没有过什么妹妹。不过先不管这个，而小女孩对刚刚那位偷袭我的大叔称为爸爸，也就是刚刚那个大叔也是我的爸爸，不是吧？天底下哪里会有这种极品老爸，一大早就来偷袭自己的儿子，不会是后爸爸？第三，那个小女孩叫我起床去上学，也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学生。综合上述，我也就是我穿越了，而且还是属于那种魂穿附体到了现在这个家伙的身上。天哪，就是不知道现在穿越到了哪里。说到这里，少年苦笑着道，或许在另一个时间是一个孤儿的身份，对我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呢。至少穿越到了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没有什么人能够让我留念的，唯一的不舒服的就是火影之类的动漫没看完吧。不过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些作者实在是更新的太慢了，眼下恐怕永远没有机会看完了，真纠结。说着，少年看了一眼床边桌子上的闹钟道，时间还这么早的呀，学生还真是辛苦啊。说着，随手拿起刚刚小女孩放下的衣服，看了一眼手中少年，就抱怨道，哦，天啊，这身衣服不会是校服吧？不是吧，看这身衣服似乎是 RB 这个国家的学生才会穿这种衣服的，而且这个房间的装潢看样子真的穿越到这个国家来了。少年苦笑了一声，但是还是穿起衣服，顺手将衣服下面一个类似于公文包的包提起来，微微看了一眼，里面是一些书籍，只不过这些书籍大部分还是还新，别说注解了，估计连翻动都很少。这个应该就是书包。不过这样一来，少年已经100%确定自己确实是穿越到了这个国家。不过具体的情况，少年还需要一些东西来确定。少年来到洗手间，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长得倒是挺帅的，但是虽然眼熟，但是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真是悲剧啊！说着，少年就开始洗漱起来。刚刚走出洗手间，少年的就感觉到了一阵劲风，下意识的少年立刻猛然蹲下来，然后身体猛然站起来，同时右手一拳朝着头顶上打去。刚刚要一道人影出现在少年的头顶上，砰的一声，某物体撞在天花板上的声音。果然不愧是我的儿子，你的神经反射和身体反应更快了。某物体开口道。少年捂着自己的额头，然后忽视某物品的话，爸爸，你没事吧？之前那个小女孩看向某物体担忧道。这个时候，另一个小有着一头黑色头发女孩走出来，一边咬着手中的面包，一边道，放心吧，游子，不会有事的，这种戏码他们两个每天都要上演好几次的，你应该早就习惯了才对。游子看向黑发女孩迟疑的道，但是夏离，爸爸刚刚的一下似乎很痛的样子，而且这么久都还没有起来。话音未落，某物体就直接蹦起来，然后继续朝着少年冲过来。少年微微的叹了一口气，就在某物体快要冲过来的时候，少年猛然伸出手，将洗手间的门打开，挡在了自己的面前。砰的一声，某物体直接撞在了门上面。少年也不多说，直接走出去坐在桌子上，给一户哥。黑发女孩将2片面包递给少年道，快点吃吧，不然上课就要迟到了。夏离，你叫我一户哥。少年指着自己迟疑的道。少年已经从刚刚的对话之中知道了这2名女孩的名字。夏离看了少年一眼道，不这样叫，难道你想我和游子一样嗲声嗲气的叫你哥哥吗？说着夏离一顿，然后笑着看着少年道，哥哥大人。听着夏离嗲声嗲气的声音，
少年的身体不自觉的一抖，额头上更是直接冒出了冷汗。你看吧，夏黎看着少年的反应道，然后直接将手中的面包塞在了少年的手中，然后看着游子道，好了，游子，你别管那个老头了，过一会他就会复活的，你快点来吃早餐吧，吃完了我们就要去上学了。是，我知道了，夏黎。游子点点头应道。游子来到桌子前，拿起一片面包，然后仔细的刷上花生酱跟番茄酱，然后递给少年道，哥哥你还在长身体，快点吃。嗲声嗲气的样子，少年一愣，傻傻的接过面包，只能傻傻的看着游子。你看吧，夏黎开口道，嗲声嗲气的样子只适合游子，根本就不适合我。说着，夏黎微微的一顿道，不过一护哥，你的反应似乎快了很多啊，以前面对老爸偷袭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逃过去，而今天老爸的偷袭一次都没有成功啊。少年猛然惊醒过来，拿起手中的2块面包，站起来拿起类似公文包的书包道，我先走了。说完不等他们回答，直接从家里面跑了出去。对于游子的喊声，少年只是微微的摆摆手。哦，真是的，哥哥这么急干什么？游子看着少年匆匆离去的身影，有些埋怨道。夏黎则一脸无所谓的继续吃着早餐。这个时候，某物体出现在桌边，然后猛然敲了一下自己的掌心，一脸恍然的道，我知道了，看样子应该是一护交了女朋友了，要不然的话是不用这么急的，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内。说着，某物体直接扑到一张巨大的照片面前，对着照片上的女人泪流满面的道，啊，一护也到了青春期了，孩子他妈也许不用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一护成家立业了，哥哥要结婚了。游子一愣，捂着小嘴惊叫道，夏黎则捂着额头，一脸的无语。少年离开了家，在原地站了一会，然后转过头看了一眼房间，无奈的叹了一口气，暗道，看起来真的穿越了，而且看样子似乎穿越到了现在这个人。一护，我记得我没穿越之前看过的动漫之中有一个动漫，里面的主角似乎就叫做一护吧。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动漫的主角也有神经质的父亲和2个妹妹，最重要的是主角可以看见幽灵，也就是俗称的鬼。少年看着眼前一个双脚不着地，胸口有着1条半米长的锁链，在阴暗的地方自己漂浮着的中年男人，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看起来我现在的名字应该是黑崎一护吧。少年现在应该称之为黑崎一护了。他走出自家的房子后，在原地站了一会，然后无奈的摇摇头，随意的选择了一个方向走去。实际上一护并不知道自家的学校在哪个方向，而且一护本身并没有打算去学校，他更加想要找个地方思考一下眼前的这种情况，特别是一护发现自己身边这位大叔的灵魂跟着自己的脚步前进之后。喂，小哥，你好像看得到我啊，而且你身上似乎有股特殊的东西，很吸引人啊。跟在一护身边的鬼魂跟在一护的身后开口道。一护叹了一口气道，不，应该不是吸引人，而且吸引鬼吧，拜托大叔，你已经死了好不好，不用说的好像自己还活着一样，而且现在是大白天，你不怕阳光吗？阳光啊，不怕呀，只是阳光照在身上很不舒服而已。相比起来，我还是更加喜欢夕阳，虽然同样有些不舒服，不过还可以忍受，而且夕阳显得很美。大叔这样说道，然后看着一护道，不过你果然看得到我啊，自从死了之后，我从来遇见能够看得到我的人了，没想到能够再次遇到，这真是太好了。一点也不好。一护开口道，然后继续朝着面前走着。大叔抬起头看了看天空之中的太阳道，是啊，确实不好，太阳照在身上很不舒服呢。那么再见了小哥，你现在还是学生，要好好的学习才好，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再聊啊。说完不等一护回答，就直接穿进了旁边一栋房间里面，在大树下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休息。想到这里，一护微微的晃了晃头，拿起自己的书包暗道，现在首先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穿越到了死神的世界，并且成为了主角一护，只是不知道现在在死神时间的哪一个时间段。我记得死神在中后期的时候，一护身上应该有个死神代理证的，用那个可以直接变成死神，不过现在我身上并没有类似的东西，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在那之前。其次，我记得得到死神能力是因为一个叫做朽木什么来着？露基亚，不，那是宠物小精灵里面某只小精灵的名字，应该是露琪亚。还好看过死神不是很久，细节虽然已经忘了，但是大致的主线还记得。不过我还没看完啊，尤其是最近更新的我都没看。哦，真是的，早知道会穿越到这个世界的话，我就先将死神看完了。早上好。突然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一护一愣，心神从自己的世界之中脱离出来，微微抬起头看着站在自己眼前的少女，一头茶色长发与灰蓝色的双眼，佩戴6枚花瓣的浅蓝色发夹。不过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她那远超常人的胸部，绝对在90以上。一护看着眼前的少女开口道，眼前这个少女长相甜美，看上去似乎有些天然呆的样子。一护，你说什么在90以上？少女看着一护有些疑惑的开口道。她听到了一护的话，但是却没有弄明白一护这句话的意思。还能有什么？无非就是说知己你的胸围在90以上了。另一个少女从一护的身后走出来，双手抱胸的看着一护，一脸不屑的道，没想到一护，你现在也和那些恶心的男生一样，注重起女生的胸部了。这个少女的身材虽然没有那么夸张的胸部，但是整体看起来却也非常的完美，而且她的样貌也十分的漂亮，一头短发显得十分的精神，尤其她的双眼之中还带着一丝的英气。一听到这话，那名少女也就是知己脸上立刻红透了，她连忙摆摆手道，不用这么说，龙贵，一护不会在意这些的。一护一定不是在说这个。对了，刚刚一护不是在想问题吗？而且我们前2天刚刚考过试。对了，一护一定是在想试卷的分数。你真可爱，知姬。一护伸出手摸着知姬的脑袋道，我刚刚想的确实是其他的东西，不过那是在看到你之前，看到你之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你哦。一护，知姬看着一护，脸上越来越红，越来越红，最后连他的手掌也变得通红。龙贵一愣，有些疑惑的看向一护道，喂，一护，你这么突然这么说，难道你喜欢知姬，想要追求她吗？
织姬没有说话，但是却红着脸看着一护，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渴望。喜欢吗？一护再次念了一句，同时也是问问自己的内心。但是随即一护笑着道：喜欢，确实非常的喜欢。说着一护微微的一顿道：但是暂时不会追求织姬的。为什么？龙贵看着一护道：既然喜欢的话，为什么不去追求呢？织姬人长得漂亮，学习又好，相反一护你学习不好，每次只能勉强及格，而且你的头发让你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不良少年似的。说到这里，龙贵微微的一顿道：不过我了解，你这个小子虽然看上去是不良少年，而且也经常旷课打架，但是你的本性还是很善良的，和织姬的话也不算不合适。好了，龙贵。一护将手从织姬的头上抽回来，拍了拍龙贵的肩膀道：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些事情不用太急的，而且我和织姬都还不太了解对方呢，加深了解之后再说，不是更好吗？难道你已经巴不得想要将你的好姐妹给推销出来了吗？不过龙贵啊，我喜欢织姬，但是我也很喜欢你哦，我们可是青梅竹马啊，那么我是不是在追求织姬的同时也要追求你呢？你这家伙！龙贵的额头上突然出现一个十字，然后一把拍掉了一护的手，然后猛然一拳朝着一护的肚子打过来。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一护一惊，立刻向旁边一退，躲过龙贵的攻击，同时伸手抓住龙贵的手腕道：喂，龙贵，我只是随意的开了一个玩笑而已，不要太在意啊。哼！龙贵看着被一护抓住的手腕道，反应很快啊，不但能够躲过我的攻击，而且还能够反制住我。随即龙贵直接提起右脚踢向一护，一护立刻松开手，但是龙贵不依不饶，立刻追击了上来。一时之间，一护只有抵挡之力，没有反击的能力。毕竟人家龙贵可是空手道的高手啊。不过也仅限于此而已。一护虽然只有招架之力，但是龙贵却也无法给一护造成实际的伤害。而且因为龙贵身为女性，体力方面本身就比不上男性，而且一直处于攻击地位，体力消耗的更大了。攻击的间隔之间，龙贵已经稍稍缓慢下来了。一护立刻察觉了出来，抵挡之间也稍稍抓住了机会进行一些反击。等等，龙贵、一护，你们不要打了，快点停下吧。织姬站在一旁，只能焦急地看着一护和龙贵。一护抓住了龙贵出手之间的细微空隙，猛然一拳朝着龙贵打去。龙贵一惊，因为这一拳他已经无法躲过去了，也无法挡住。不过龙贵毕竟是空手道高手，有着丰富的格斗经验，他立刻放弃了自己的防御，直接一拳朝着一护的眼眶打去，打算以伤换伤。砰的一声响起，我都说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不用这么狠吧，龙贵。一护捂着自己的眼睛开口道，而龙贵则捂着自己的脸颊，脸色通红地看着一护。刚刚的那一下，在最后关头，一护变拳为掌，在龙贵的脸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调戏的意味十足，只是随即就被龙贵一拳打中了眼眶，整个眼睛都黑了。哼，谁让你突然调戏我和织姬的？龙贵脸上的红晕稍退，冷哼道，而且你才多大就想着左拥右抱了，等你长大了，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会被你所害，那么还不如现在就先好好的教训你一下，让你收敛一点呢。是，我错了，还不行吗？一护捂着自己的眼眶，摆着手道。织姬想要去看看一护的情况，龙贵拉起织姬的手道，走了，织姬，上课快迟到了，别管他了，大男人皮糙肉厚的，没什么事的。接着龙贵看了一护一眼，然后拉着龙贵跑开了，而织姬被龙贵拉着，根本就没有反对的权利，直接被拉走了。看着两女的身影跑远之后，一护微微一笑，上前一步捡起龙贵故意扔下来的一个小药瓶，看了一眼上面的注释，一护就知道是专门治疗这种跌打损伤的外伤的，还真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啊。一护轻轻地开口道，然后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而去，因为一护实在是想不起学校的方向，只能跟着他们离去的方向走了。不过一路上还有很多学生朝着学院而去，所以一护很轻松的就到达了学院。一护右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书包姑且这样称呼吧，放在了自己的背后，慢慢的朝着踏进了学院里面。因为一护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的教室在哪里，为穿越前看动漫，谁会去看他是在哪个班级上课的？不过一护也不着急，大不了就是逃课而已，一护也并不在意。一护，就在一护慢吞吞的朝着教学楼走去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这个一个嗲声，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声音明显是一个男音，也就是说，这个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了。一护身体不自觉的一抖，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就自动的一转，双手一举握着了手中的书包，狠狠的朝着身后打去。砰的一声，只见书包刚刚好砸在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少年脸上，然后这名少年无力的瘫在了地上。早上好，一护。一个脸上挂着公式化笑容的少年对着一护道。这个少年虽然长相很可爱，脸上也挂着笑容，但是一护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笑容的僵硬，还有眼中的漠然。也就是说，这个少年表面上在笑，但是实际上却并没有在笑，笑对于他来说或许只能一种礼貌，而不是情绪的表达。一护知道这个少年正是自己的好友小岛水色，而被自己打到的少年则是前野启吾，同时他们两个人还是自己同班的同学。一护点点头道，早上好，水色。然后一护看了一眼被自己打倒的启吾道，启吾，快点起来，上课要迟到了。就在这一瞬间，被一护书包打到的少年启吾一瞬间就蹦了起来。一行三个人走进了教学楼，在大门处换过鞋，然后才算是真正进入了教学楼里面。跟着前野启吾和小岛水色，一护很容易的就找到了自己的教室。教室里面的人正一个两个的坐在一起聊天呢，而织姬和龙贵也在一起聊天。一护的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看了一眼织姬和龙贵，然后微微的点头。当当当，类似于钟声的声音响起，所有的学生停下来口中的话题，纷纷回答自己的座位上。一护，上课了，你还不回座位上吗？龙贵看着一护开口道。一护轻轻一笑，深深的看了一眼龙贵，还有一旁的织姬，然后走了几步，在靠窗边唯一一个剩下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教室门被推开，一名戴着眼镜的成熟女性走进来，算地上是一位美女老师，
这位美女老师看了一眼，非常有活力的道：“好，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到齐了，那么我就不点名了。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拿出。”一户将书包随意的放在一边，依照上面这女老师的话，拿出了课本，开始认真的听讲。这是一户，准确的说是还未穿越之前就有的习惯，因为之前是孤儿，所以对于学校很是向往。后来进入学院之后，学习自然是非常努力，而这次穿越之后，很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所以现在的一户同样非常的认真。当当钟声再次响起，讲台上的女教师合拢课本道：“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下课。”说着，女教师就直接离开了教室。终于下课了，现在是午餐时间了。织姬伸了一个懒腰道，那慵懒的样子已经有几分诱惑。亲爱的织姬，一声犹如狼嚎的声音响起，然后只见一道人影立刻朝着正在伸懒腰的织姬扑过去，只是还没有扑到织姬的面前，一只脚就伸了出来，直接印在了这道人影的脸上。龙贵收回自己的脚，对着那道人影大声的道：“我说过了，本将千鹤不准将你的恶心的一面向织姬表现出来。”只不过千鹤已经被打倒在地上了，已经无法回答龙贵了。没事吧，千鹤？织姬看着被龙贵一击必杀的千鹤，稍稍的问了一句，但是织姬一开口，千鹤立刻蹦起来，一脸感动的道：“还是小织姬关心我。”说着就又想朝着织姬扑过去，这一次连龙贵都没有防备，眼看织姬就要被扑上去了。砰的一声，本将千鹤直接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不过虽然是他撞上去的，但是自己却被反震了回来，一屁股摔在了地上。本将千鹤揉着自己的屁股，看向挡在自己面前的人，一头橙色头发，正是一户。一户看向织姬和龙贵道：“哟，织姬、龙贵，你们带了什么午餐吗？我没有带，打算去买一点，需要我给你们带吗？”看到一户，织姬立刻拿出一块有他手臂那么长的面包道：“不用了，我带了面包，我特意在面包之中加入了芝士，涂了厚厚的一层牛油，很好吃的。一户，你要尝尝吗？”一户大汗，连连摆手：“你的口味还是如此独特呢，而且吃牛油这种高热量的东西，竟然一点都不长胖。”龙贵看向织姬，摇着头，嘻嘻，织姬微微吐了一下舌头，笑了起来。龙贵开口道：“我没带什么东西过来，原本打算等会去买一些。现在吗？”龙贵说着看向一户，眼神之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是，我去买。一户直接开口道：“你们先去找个地方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吃午餐，两位美女不会拒绝吧？”到时候再说。龙贵开口道：“不过我们会去操场上找块草坪。”一户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教室。在一户离开教室后，织姬的眼睛一直看着一户的身影，连眨都没有眨一下。在想一户吗？龙贵在织姬的耳朵旁边轻声的道：“很期待和他共餐吗？”织姬脸上一红，随即若无其事的道：“不，我只是期待大口咬下这个面包的瞬间。”织姬的眼睛盯着自己手中的面包，但是他双眼的聚焦却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另一个方向。好了，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吧。对了，操场上的草坪很不错哦，快点走吧，不然的话，很快那里就没位置了。龙贵拉起织姬道：“龙贵，你有没有发觉一户有些不对？”织姬手握着自己的超长牛油芝士面包道：“今天见到的一户根本不像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一户，至少今天早上的话，还有刚刚一户的话，都不是我所知道的一户会说的话。而且今天一早上，一户竟然认认真真的听讲，以前的一户从来都是看着窗外发呆的。”听到织姬这样一说，龙贵微微一愣，然后点点头道：“确实，之前没有发觉，但是今天的一户确实和以前我所认识的一户不同，至少那个家伙绝对不会像今天早上这样调戏我们，而且早上的交手，他的反应力、战斗意识要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一户。龙贵也有这种感觉吗？”织姬开口道：“我还以为是我多心了呢，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感觉到一户还是一户，如果真要说不同的话，就好像一户换了一个灵魂一样。”笨蛋龙贵伸手敲了一下织姬的脑袋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之类的，又哪里来的灵魂呢？”织姬一愣，随即点点头，笑着道：“也是呢，看起来真的是我多心了。”突然，龙贵微微的一顿，然后朝着织姬促狭的笑道：“说不定一户打算追求织姬，所以打算改变自己呢？”“才不会呢！”织姬连忙辩解道：“那只是一户在开玩笑而已，而且一户也说过要追求你的，龙贵。”两女说着就嘻嘻哈哈的闹了起来。不一会，一户就买回来3份午餐，当然了，其中1份是给织姬了，至于织姬的超长面包，则被一户责令不准再吃这种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接下来的日子趋向于平淡，一户每天的生活都是重复的。早上被老爸的用战斗这种特殊的方式叫醒，然后吃过由子准备的早餐，拿上书包上学，偶尔带上便当，等到中午的时候和织姬、龙贵一起吃午餐。不过织姬每次的午餐都让一户很是无语，比如涂上牛油的煨番薯。不过一户除了感慨一下之外，也无法做到其他的什么。然后下午继续上课，然后返学回家。回到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所以一户每天也只能看看书。这种平稳的日子让一户有些迷恋，就如同普通的学生一样，偶尔调戏一下织姬和龙贵调剂一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户终于推断出了自己所在的时间段。剧情开始之前，同时一户也发现了空座艇一个角落里一家看上去没有任何价值的小饼干店——浦原商店。当看到这家商店的时候，一户知道自己安稳这种日子不可能持久的，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遇上交给自己力量的女死神。朽木露琪亚，明天见。明天见。学校里面学生纷纷离开了学院，各自回家。
一头橙色头发的遗户也走出了学院，慢慢的朝着家的方向走去。后突然传来了一声类似于怪物的怒吼声，轰隆！遗户面前整栋楼猛然爆炸了。来了！遗户在心中对着自己道。突然，一只如同螳螂一般的形态的巨大怪物出现在遗户的面前，两只前爪和螳螂一模一样，完全是两把镰刀的模样。遗户知道眼前的这只怪物有一个统一的名字，虚。虚朝着遗户而来，速度远超过人类的奔跑速度，他似乎将目标盯上了遗户。可恶，怎么回事？遗户转身就逃。朽木露奇亚那个家伙怎么还不出现？我记得他应该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吧。轰隆一声，遗户刚刚所站的位置，一只巨大的镰刀斩下，在地上制造出了一道巨大的斩痕。遗户一惊，他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露奇亚交给自己死神的能力之前，就先一步死在虚的手上，所以遗户就只能逃，没有其他的任何选择。毕竟遗户的灵力虽然超过一般死神，但是现在说到底也只是一个高灵力的人类而已。对于虚来说，哪怕只是眼前的这只杂鱼般的垃圾虚来说，遗户现在也只是一个美味的食物而已。遗户不断的往前跑着，那只虚还是在遗户的身后跟着，并且不断的减少这距离。啊！突然一声女生的惊叫，遗户看过去，只见一名粉红色衣服大约11、2岁的小女孩看着遗户以及遗户身后的虚，惊叫道，她的胸口有着一条10几公分的锁链，从这条锁链上，遗户就知道这个小女孩就知道是一个灵魂。小女孩看到遗户，立刻大声的道，快，大哥哥，快点过来！遗户一愣，但是随即朝着小女孩跑过去。螳螂须自然也跟了上来，小女孩带着遗户在小巷子里面绕圈，体型巨大的螳螂须很快就看不见了。呼呼，遗户靠在一根电线杆上喘了2口气道，真是多谢你了，小妹妹。小女孩摇摇头道，不用客气，大哥哥，因为你经常来供奉我们，我只是想要回报你而已。小女孩指着旁边一个小水瓶，水瓶之中插着一枝花，那是遗户随手放下的。对于遗户来说，在花坛里面摘朵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样却能够让那些死去的灵魂更加的安心，所以遗户就时不时的摘朵花，放在水瓶里面，放在有灵魂的地方。轰隆的一声，电线杆直接被切成了2段，同时虚的吼声传来，遗户和小女孩大惊，小女孩惊愕的转过身去看，但是遗户可没有这样做。遗户的大脑在反应过来之前，身体就自动的起步，双手抱向小女孩，但是双手却从小女孩的身体之中穿了过去。遗户的大脑立刻反应了过来，对着小女孩大声的道，喂，别发呆啊，快点跑啊！是小女孩先是一愣，然后立刻反应过来，跟着遗户逃走，只是小女孩反应比较慢了一步，虽然起步了，但是却被螳螂须高举着镰刀斩在了她逃走的前方。轰隆的一声巨响，小女孩跌倒在地上，再想起来逃走已经没有可能了，遗户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突然他想要逃走的话，完全可以独自逃走，但是遗户看了一眼跌倒在地上的小女孩，他根本就无法自己逃走。螳螂须抬起脚，一脚踩在了小女孩的身上。大哥的小女孩朝着遗户伸出手，向着遗户求救。可恶啊！遗户看着小女孩，然后再看了一眼自己逃走的路线，然后大喊道，然后猛然冲了出去。当然了，不要误会，遗户并不是逃走了，而是朝着螳螂须冲了过去。螳螂须看着遗户朝着自己冲过来，也不着急去吃自己脚下的灵魂了。对于他来说，遗户是更加美味的食物，而脚下这个只是普通的食物而已。所以在看到遗户朝着自己冲过来之后，螳螂须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举起2把镰刀朝着遗户斩去。哼，太慢了！遗户低声喝道，脚下一转，侧过身子，让过1把镰刀，然后猛然向前一扑，在地上翻了一个跟头，然后站了起来。第2把镰刀也斩在了遗户的身后。遗户来到小女孩的身边，猛然一脚踢在虚的脚上，虚抬起头发出了一声哀嚎。当然了，并不是遗户的脚力有那么大，遗户一脚踢过去，虚根本就没有一点反应。之所以哀嚎，是因为一道黑色的人影手持武士刀出现在虚的面前，武士刀划过虚的脸上，一道血痕飙出，然后武士刀举起，从上而下直接将螳螂虚劈成了2半，虚渐渐的消散了。这个黑色的人影也让遗户看清了背影，从背影上看，对方穿着一套黑色的和服，身材不高，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名女性。不过遗户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尸魂界13番队的队员，同时也是6番队的队长朽木白哉的妹妹朽木露奇亚，本身拥有袭官，将来拥有副队长的实力。不过因为其兄不想让他遇上危险，以至于他现在还真是一名普通的队员，所以来现世执行这种清理普通杂鱼须的任务。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杂鱼须和高级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朽木露奇亚将武士刀收回腰际的刀鞘，也打算离开。等一下，遗户伸手抓住露奇亚的手，开口道，这次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恐怕我们都会死在刚刚那只怪物的手上。不过刚刚那个怪物是什么？露奇亚一愣，看向遗户，抓着自己的手道，你这家伙能够看得到我吗？一般人类应该看不见我才对啊。和动画里面一模一样，遗户心里默默的念了一句道。只见眼前的露奇亚一个洋葱头，2条刘海在他的挂到了他的眼前。既然看得到的话，那么就告诉你好了。露奇亚看着遗户道，人类死亡之后，灵魂就会脱离人体，然后变成灵魂。灵魂有2种，一种是普通的灵魂，我称之为整，就是平时所看到的幽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么就是他们的胸口有着一条锁链，因果链。第2种是恶灵，我称之为虚，
他们会袭击活人还是死人，吞噬掉对方的灵魂，就是你刚刚看到的那种怪物，也就是你们人类所说的成佛。露琪亚微微的顿了一下道，所谓的虚实际上也只是人类自身而已，因为他们对人世有眷恋，停留在人世，在人世停留的时候，每天胸口的因果链都会吃掉一些因果链，时间一长，当因果链完全被吞噬之后，他们就会变成虚，所以具体的时间就要看胸口的那条因果链了。你身边的那个小女孩也是整，而且从她的胸口的因果链来看，她能够在现实停留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超过那个时间的话，她也会变成虚。说着，露琪亚拔出妖姬的刀道，为了避免你变成虚，所以在因果链完全消失之后，还是将你送去尸魂界吧。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说起来好像自己是救世主一样。一护伸手拦住露琪亚道，虽然你刚刚确实救过我们，但是也不用这个样子吧。你这个洋葱头小鬼，我不是救世主，我只是死神。露琪亚开口道，然后伸出左手微微一滑道，附道之一塞，一瞬间一护的双手就背在了后腰上，然后就如同一副无形的手铐，将一护给铐住了一样。一护瞬间被束缚住了，根本就不能动弹。露琪亚看着那名小女孩笑着道，不用害怕，尸魂界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是一个很悠闲的地方，虽然比起现实少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却也是一个能够平静生活的地方，而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你会遇上很多危险的，对于虚来说，幽灵是他们最好的食物。小女孩的脸上还是很惊恐，露琪亚举起武士刀，然后刀柄端印在了小女孩的额头上，接着就看见小女孩的身体上发出光芒，然后小女孩的身体慢慢的消失，变成了一只黑色的蝴蝶，蝴蝶绕着一护飞了2圈，然后自己飞走了。露琪亚将手收回刀鞘道，这样就行了，他会自己前往尸魂界。说着看了一眼还在地上一护道，最后别看我这个样子，但是我的年龄至少是你的10倍以上，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如果不是有规定不准对人类下手的话，那么我现在就会杀了你，感谢我吧。死小鬼说着一脚踩在了一护的脸上，心中暗道，既然敢叫我洋葱头，这个家伙真可恶。一护的额头上冒出一个10字，低声道，我最恨别人踩我的脸了，你这个家伙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说着一护就开始用力的挣脱着被束缚的身体。笨蛋，以人类的力量怎么可能挣脱轨道呢？小鬼，你最好不用乱使，不要的话，伤到了灵魂的话，那就不要怪我。露琪亚笑着道，可恶。一护用力的挣脱着双手的妇道，剧烈的痛楚从一护的手腕上传到一护的大脑里面，呼呼，一护一口气松了开来，最终还是没有挣脱妇道。朽木露琪亚看了一眼道，虽然身为人类，你根本就不可能从妇道之中挣脱，但是不得不说，你在妇道之下能够行动就已经足以夸耀了，你的灵力不低啊。如果你早死的话，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死神呢，拥有席位也不一定啊，到时候你就比我强了，也就能够轻易的挣脱我的妇道了。席位一护念了一句，露琪亚点点头道，是，死神里面是分等级的，最高的队长、副队长，然后是第3席官、第4席官依次，而我则是没有席官位置的普通死神，所以才会被派来现世来杀虚加强锻炼的。说到这里，露琪亚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的黯然，这种锻炼已经是第2次了，第1次是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从学院里面毕业成为正式死神的结业考试。一护看向露琪亚道，喂，席官位置而已，不用这么在意吧，我认为所谓的席官名位只是一种虚名而已，只要本身的实力超过不久行了吗？而且你不觉得一个不是席官，也不是所谓的队长，却能够打败那些平日里面高高在上的席官和队长，不是更有快感吗？呵呵，恐怕也只有你敢这样想了。露琪亚苦笑了一声道，你根本不知道队长和非队长之间的差别，算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说着露琪亚转身就想要离开，一护连忙上前道，喂，洋葱，不，死神，快点把我身上的妇道解开吧，不然的话我根本就无法生活。哼，算了，看你刚刚那么保护那个小女孩的份上。露琪亚点点头道，然后右手食指跟中指并拢。就在这个时候，一护的耳朵里传来了一声奇怪的吼声。这个是……一护抬起头看向后方道，这个声音是虚。笨蛋，这怎么可能？我都没有听到，你怎么可能会听到呢？露琪亚有些不屑的道，好了，快点吧，我先解开你的妇道再说。小心一护立刻朝着露琪亚冲过去，因为双方的距离很近，再加上露琪亚想要解开一护身上的妇道，所以一时不察，直接被一护给撞倒在地。轰隆一声，一只巨大的手掌从虚空之中伸出，然后猛然砸在了一护和露琪亚的刚刚所站的位置。可恶，一护倒在地上，因为双手被铐在背后，一时之间根本就爬不起了。虚空之中，一只巨大的人形虚走出来，看着一护和露琪亚道，美味的灵魂还有死神，真是一顿大餐啊，竟然能够来到我的身边而不被我发觉。而且这种灵压，露琪亚微微咬牙，心里暗道，恐怕他快要进化到大虚基里安了吧。想到这里，露琪亚紧紧地握着自己妖姬的斩破刀，大声道，快点退下，他不是一般的虚。说完也不等一护回答，直接朝着虚冲了过去。猛然间，露琪亚的身形一闪，瞬间消失了，然后身影出现在半空中，前面就是虚的腹部，手中的斩破刀划过，直接将虚的身体拉开一道巨大的口子，鲜血飙出。只是在鲜血飙出的1秒钟之后，这些鲜血就直接消失了，除了虚的腹部还有一条巨大的口子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痕迹了。砰的一声，虽然虚的腹部被拉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但是须却不管不顾，一拳打中了身在半空之中的陆琪亚。轰隆，陆琪亚直接砸进了地里面，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人形的窟窿，竟然能够伤到我，这个死神还真是不错。须淡淡的开口道，然后抬起脚一脚朝着陆琪亚踩了过去。砰！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陆琪亚直接被踩在了脚下。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打扰了。须看着一护道，我可以享受自己的美餐了。说着伸出手朝着好不容易站起来的一护抓了过去。可恶！一护看着伸过来的手大声的喊道，同时开始挣脱起身上的缚道，因为双手被缚道禁锢着，根本就不能动弹。双手无法自由活动的话，别说跑了，就算是走路都会变得非常的难。吼！眼看一护就要被须抓住的时候，突然须发出一声惨叫，然后猛然抬起右脚，脚背上一道血柱飙射而出，随即鲜血消失的干干净净。而须的脚下，只见陆琪亚躺在地上，双手握着斩破刀，不断的喘着气，身上很是狼狈。陆琪亚伸出右手对准了须，大声道：破道之31赤火炮！一颗火红色的能量炮弹直接朝着须轰过去。须的身后空间一阵波动，然后一团黑色的物质产生，须直接引入了黑暗之中，完全消失。赤火炮击空。呼呼！陆琪亚微微的喘了2口气，然后看向一护，大声的道：别试了，快点逃吧。须暂时退去了，但是他一定还隐藏在四周。不过我想对于须来说，死神永远会比人类更加美味吧，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说不定你还能够保住小命。让我逃走！啊啊啊！一护仰头大声的喊道，我怎么可能会被这个束缚住了？说着，一护猛然的发力，全身的力量全部都集中在双手上，然后猛然大声的喊道，给我破！只见一护的身上似乎涌现了一股奇特的东西，在陆琪亚的眼里，一股蓝色的能量涌现，然后只见一护背在背上的双手猛然挣脱了开来。不可能，区区人类竟然能够用灵压挣脱了缚道。陆琪亚一脸惊愕的开口道，就算是学院里面的普通学生都无法挣脱正式队员所施加的缚道，你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接着陆琪亚脑中猛然闪过一个念头，看着一护心中惊恐道，难道说这次须的目标是这个家伙吗？这个家伙的灵压确实很恐怖，而且须在靠近之前我一直没有发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有灵压完全超过我，才能让我毫无所觉，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家伙。白痴一护跑到陆琪亚的面前大声的道，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吧，你现在应该想办法怎么对付刚刚的须才对，其他的在干掉须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来说这些话。啊，你说的没错。陆琪亚看着一护道，但是我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说着这话的时候，陆琪亚的脸上都是冷。说完，陆琪亚苦笑一声，手中一紧斩破刀，但是却依然躺在地上，并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一护一愣，突然发现躺在地上的陆琪亚双脚不规则的弯曲着，虽然没有什么血腥，但是很明显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而他却没有喊痛。刚刚那只须一脚踩下来的时候，刚刚好踩中了我的双腿。什么？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一护惊愕的道。所以快点逃吧！陆琪亚勉强露出一丝笑容道，趁我现在还能够使用轨道，你快点逃吧，我会尽可能的拦住这个须的。笨蛋一护伸手拉住陆琪亚的双手，将他扛到自己的肩膀上道，那个须的力量我也看到了，我根本就不是对手，没有你的话我根本就逃不过去，就算是这次逃过去了，下次也一样无法逃过去，甚至可能会连累家人，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在这里就死掉呢。不过一护微微的一顿道，我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所以我要先一步保护你，只要保住你，才有机会杀死这个须，我才能安全的生活。一护开口道，然后直接朝着另一个方向逃走。眼下这种情况，一护只能带着陆琪亚逃走了，不然的话两个人可能都会死。吼！朝着自己砸过来，一瞬间一护的脑中闪过每天和自己过招的老爸黑崎一心，假小子似的妹妹黑崎夏梨，温柔的爱哭鬼黑崎有子，天然呆的井上之基，青梅竹马的有泽龙贵，他们每个人都笑着看着自己，可恶！一护大声的喊道，然后双脚猛然发力，轰隆的一声，一护猛然往左侧扑过去，和陆琪亚两个人扑到了左侧的小巷子里面，而须的拳头则砸在了他们的身后。你想要活下去吗？陆琪亚看着一护道。废话！一护大声的道，我现在还不能死。陆琪亚将手中的斩破刀的刀剑对准了一护的左边胸口道，那么就将这把刀穿过自己的心脏吧。一护看着眼前的情景，心里一阵阵的激动，他知道自己终于可以成为死神了，因为内心的激动，一护的双手微微有些发抖。不要怕！陆琪亚勉强的笑着道，虽然你是人类，但是你的灵压很强，而且我也会将我一半的力量传入你的身体之中，正常情况下，当斩破刀穿过你的心脏的时候，你就会蜕变成为新的死神。正常情况。一护双手握着刀背，微微有着疑惑道，如果不是正常情况呢？早死一点和晚死一点有什么差别吗？陆琪亚笑着道，顺便说一句，这个正常情况出现的可能并不大，不足50%。还是说你现在决定要逃跑了吗？人形须出现在一旁，一拳朝着一护和陆琪亚打过来。和一护笑了一下道，你说话还真是不负责任呢。洋葱头。说着一护握着斩破刀，陆琪亚握着斩破刀的刀柄道，不准叫我洋葱头，我的名字是朽木陆琪亚。我的名字是黑崎一护。这时两个人同时用力，斩破刀瞬间穿过了一护的心脏，耀眼的白色光芒瞬间照亮了四周，一只巨大的手臂飞了出来，
白色的光芒散去，只见虚站在那里，右手已经消失了，他的身体也被切成了上下两半，然后瞬间化成黑色的粒子完全消失。这就是力量啊！一身黑色和服的一户，右手握着一把超大的大刀，10几公分宽的刀面，将近1.5米的刀长，笔直的刀身，锋利的刀刃，将近20公分长的刀柄，可以双手握，也可以单手握。明明只是想要将一半的力量传给他的，但是竟然被完全抽走了。而且这家伙刚刚成为死神，实力就比一般刚刚成为正式死神的家伙要强好多，拥有那种灵压的虚，竟然在一瞬间就被他干掉了。虽然是趁他不备，但是那可是快要进化的虚啊！一身白色和服的陆奇亚看着一户暗道，而且从来没有见过可以自己挣脱妇道的人类，从来没有见过可以用灵压扰乱死神的感知的人类，而且还是无意识的。一户来到陆奇亚的面前，伸出手道：“待起来了。”陆奇亚看着一户，将手放在一户的手掌中心中暗道：“从来没有见过死神的斩破刀会这么大，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喂，洋葱头，接下来我该怎么回到自己的身体中？”一户将陆奇亚抱起来，指着如同死尸一般的自己的身体道：“不准叫我洋葱头，叫我朽木或者陆奇亚。”陆奇亚大声的吼道，然后轻轻的一笑道：“谢谢，虽然全身的力量被你夺走了，但是至少活下来了，至于力量只能以后慢慢的恢复了。”说着陆奇亚对着一户道：“好了，放我下来吧，我也该回去了。至于你怎么回去，靠近你的身体，然后用意志就行了。”说的也太简单了吧，一户道，然后站在自己的身体面前，将陆奇亚放在一边，微微闭上了眼睛，然后身体消失了，猛然摇摇头，躺在地上的一户爬起来，看着旁边的陆奇亚抱起来道：“你现在可根本就不能行走啊，我怎么可能将你就这样放下呢？还是会带你回去养伤吧。”“不用了，将我放在这里就行了，很快就有人来接我的。”陆奇亚开口道。“这怎么可能？”一户开口道。实际上一户知道陆奇亚算是这座城市的守护死神，他负责守护这座城市，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人来接他。哟，看样子你似乎需要帮助呢。一双木屐，一顶白绿相间遮住眼睛的帽子，手握着一根手杖的中年男子对着一户和陆奇亚道。一户微微一愣，他自然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谁，这身经典的打扮，浦原喜助，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死神，是你这家伙啊？陆奇亚看着浦原喜助道：“怎么，你不需要看着你的店吗，店长？”“哎呀呀，请不要这么说，陆奇亚酱。”浦原喜助用扇子捂住自己的嘴，笑着道：“在下只是一点小生意而已，根本不值一提。”接着浦原喜助从一户的手里接过陆奇亚道：“这样好了，为了感谢您在小店的消费，那么小店免费为您治疗怎么样？当然了，对于灵压的恢复，还是只能依靠您自己。不过如果有需要的话，小店还可以给您提供一具免费的义害，怎么样？”切！陆奇亚转过头不再开口，两个人开始渐行渐远。一户轻轻的笑道：“看起来是认识的啊，但是我们以后还需见面的，而且时间绝对不会太久的。朽木陆奇亚还有浦原喜助。”说着一户然后站起来，找回来自己的书包，远离了这块战场。死神的世界，一户轻轻的念了一句道：“虽然已经无数次确定了，但是当真正的成为死神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这个世界的危险性。今天所遇上的须只是一只杂鱼而已，不是连杂鱼都算不上的垃圾，以后还会遇上更强的敌人。在动漫之中，基里安、亚丘卡斯、瓦史托德这一个个超强的须会一次出现，还有不久之后会叛变尸魂界的5番队队长蓝然总右介，他会制造出堪比队长的破面军团。哎呀呀，还真是头痛啊！总之要加强训练了，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朋友，为了保护家人，为了保护游子和夏离，身为他们的哥哥，保护他们是我作为哥哥的使命啊！”朽木陆奇亚，谢谢你。一户右手微微握拳，看了一眼远处的陆奇亚和浦原喜助，轻轻的道：“是你让我成为了死神，是你，我让拥有了可以对抗将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力量，以后还要请你多多指教了。”说完这句话，一户不再停留，直接转身离开曹家走去。我将力量交给人类，恐怕很快就会受到尸魂界的制裁了，你还是别和我纠缠在一起的好。陆奇亚看着抱着自己的浦原喜助开口道：“不然的话，尸魂界可能会将你当成同罪的。”“呵呵，这么可能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而已，我想尸魂界应该不会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说着浦原喜助笑道：“而且只要你恢复了灵力的话，而且并不将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尸魂界应该不会知道的。而且那个家伙不错哦。”浦原喜助的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天边一抹夕阳正在慢慢的落下。一户突然一声大喝，一户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了只是2只脚朝着自己踢过来。一户一惊，一瞬间抓住被子，然后掀了起来，同时离开了床。砰的一声，一户无视被被子纠缠住的老爸，伸手拿起一旁的校服穿了起来。穿好衣服之后，一户伸手将桌子上的书本放进了类似于公文包的书包之中。昨天晚上一户看这些书看了不少的时间，整理好之后，一户猛然握着书包朝着后面砸过去。砰的一声，一户一书包砸在了身后那个想要偷袭的人的脸上，然后那个人呢无力的软倒在地上。一户拿起书包走出去房间道：“真是的，一大早就偷袭自己的儿子。”算了。一户一脸无奈的走出房间开始洗漱。成为死神的第2天早上，一户身为普通人的生活再次开始。我走了。一户大声的道，在游子和夏离大声的道别声之中离开了家。
来到了学校，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户的日常生活就是上学。大家好，今天有新的同学加入班级了，大家要好好的相处啊。一脸非常有活力的年轻女老师大声的道。不过一户的视线并不在这里，一户的视线放在教室外面的操场，而就算是教室里面的其他人，也只是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对于女老师的话，一个人也没有回应。还真是一群不可爱的小鬼。算了，你进来吧。教室门被推开，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女老师大声的道。大家好，我是先转过来的学生，名叫朽木露琪亚。露琪亚娇柔的声音响起，砰的一声，所有人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户一头砸在了课桌上，然后一户抬起头看向露琪亚，只见露琪亚穿着一身普通学生的校服，正一脸笑意的看着一户，一户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一丝无奈。他已经想起了原著之中的剧情，所以对于露琪亚故意装的音调，除了无奈就是无语了。好了，你先坐在那里吧。女老师指着一户旁边隔了2个位置的空位置道。露琪亚点点头道，是老师。然后露琪亚对着一户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就来到那个位置上坐下来。好，那么我们开始上课吧。接下来，露琪亚该让我成为暂时的死神了吧？一户看着坐下来了露琪亚，笑着道，一切正依照巨大的惯性来发展呢，这样我就还有一点时间来发展了。当午休的钟声响起，终于到了吃便当的时间了。织姬伸了一个懒腰，一脸幸福道，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期待的。龙贵对着织姬问道，织姬，中午你带了什么便当？是拉面哦。织姬一脸兴奋的道，我特意加了鲷鱼的拉面哦。鲷鱼？龙贵念了一句，然后心道，虽然拉面加鲷鱼已经很奇怪了，不过还好，这次还不算是太奇怪了。织姬大声的应道，而且除了鲷鱼之外，我还特意加了芥末和蜂蜜呢。龙贵脑中闪过加了鲷鱼、芥末、蜂蜜的拉面，胃里一阵阵的抽搐。你的口味还是这么的独特。龙贵一脸无奈的道，露琪亚同学。一户看着身穿校服的露琪亚缓缓的开口道，难道你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吗？阿拉，你们认识吗？一户。龙贵听到一户的话，带着一丝的疑惑问道。不，这是第一次见面呢。露琪亚带着一丝娇媚的声音道，对吧，一户同学？一户听到露琪亚的声音，心中一阵阵的无奈，劈手拉起露琪亚的手掌道，那么露琪亚同学不介意的话，我来请你喝饮料好了，算是对你新同学的欢迎。说着不等露琪亚回答，直接拉着露琪亚离开了教室。露琪亚没有任何的反对的意思，就这样被一户拉着离开了教室。说谎，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织姬看着一户和露琪亚离开的身影道，是啊，一户和那个转学过来的露琪亚一定是认识的，而且看样子2个人之中或许会有一些不能说的事情。龙贵开口道，然后微微的一顿道，算了，走吧，织姬，我们找地方去吃便当吧。织姬点点头应了一声，只是他的眼神却跟着一户离开了教室。说吧，你为什么会让普通人看到？一户拉着露琪亚来到没有人教室后面，现在这个时间，所有学生和教师或在教室，或在操场，或在天台，吃着各自的午餐，总之暂时不会有人来到这里的。一户看着露琪亚道，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年龄至少是我的10倍，也就是你今年至少已经150、60岁了。那么请问，洋葱头老婆婆，你来到学校干什么？洋葱头还老婆婆？露琪亚的额头上突出无数的十字，对着一户一拳打过去，一户立刻躲过去，同时劈手抓住了露琪亚的手腕，然后整个人立刻朝着露琪亚压过去。但是就在这个瞬间，露琪亚一矮身，然后左手的手肘狠狠地撞向一户的腹部，同时右手猛然抽回来，因为一户抓着他的右手，随着他的抽回，一户的身体被他带向他的身边。一户立刻松开抓着露琪亚的右手，同时伸出左手挡在露琪亚的左手手肘上，然后身体一个空翻，直接跳到了露琪亚的身后。战斗意识很不错啊，虽然没有经过正确的训练，但是单单凭借着超乎常人的战斗意识，恐怕一般人就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了。露琪亚转过身看着一户道，一户一摆手道，说的好像你要训练我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训练起来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是以前的话，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不同了。法回到尸魂界的时候，死神就会穿上异骸，然后在异骸之中等待灵压的恢复。原来如此，在异骸之中恢复灵压吗？一户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然后一户微微的一顿道，等等，你需要在这个所谓的异骸之中恢复灵压，那么如果城市之中再出现虚的话，该怎么办呢？再出现的话，去消灭不就行了吗？露琪亚随意的道，你不是需要恢复灵压吗？怎么还去消灭虚呢？一户疑惑的看着露琪亚道。露琪亚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一脸笑意的看着一户道，不是还有一个死神吗？一户一愣，看着露琪亚的脸上的笑容，一户指着自己道，等等，你不会是说？没错，就是你。露琪亚指着一户道，黑崎一户，你已经成为了死神了，而且你还夺走了我所有的力量，所以在我的灵压完全恢复之前，我的工作你要帮我处理。喂，你这样说话很不负责任啊。一户大声的道，昨天那种关头变成死神也是无奈之举啊，而且我怎么知道会将你所有的灵压都夺走啊，又不是我愿意的。那就没办法了。露琪亚耸耸肩道，我现在没有灵压，你又不愿意帮我处理掉那些虚，这样的话，那么等虚出现之后，就只能随便那些虚大肆破坏去吞噬灵魂了。对了，
一户，虚对灵力比较高的人类灵魂更加感兴趣。你的灵力这么高，你的家人之中一定也有人拥有高灵力吧？或许什么时候那些虚盯上你的家人也说不定。喂，你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好不好？一户大声的开口道。有吗？你昨天不就被顶上了吗？陆琪亚看着一户道，昨天那只虚放弃了那个小女孩的灵魂，将目标对准了我们2个人。不，准确的说，应该是只有你一个人而已。虽然他是同时攻击我们2个人的，但是对于我虚只是不断的下死手而已。要知道我们死神是已经死过1次的人了，再死的话就会完全消散的。如果想要吃掉我们的话，那么就只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吃掉我们，而不是杀了我们，对我下死手。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想要吃掉我，只是想要杀掉我而已。陆琪亚指着一户道，因为我妨碍到他进食美味大餐了。是，不用继续说了，我答应就是了。一户一脸无奈的道，真是的，说那么多。那么洋葱头，虽然我夺走了你的灵压，不得不帮你，但是你至少也要付出一点代价吧？什么都不付出，就想要让我帮你出生入死的话，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哦。陆琪亚微微的一顿，然后靠近一户，娇媚的道，阿拉，黑崎一户哥哥，你想要什么吗？看着陆琪亚一副任由你处置的样子，一户身体一抖，立刻冒出无数的鸡皮疙瘩。停！一户立刻大声的吼道，朽木陆琪亚，给我认真一点。看着一户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陆琪亚随意的耸耸肩，然后道，那么你想要什么？如果是钱的话，我可没有多少，而且我的钱基本上都是尸魂界的钱，在现实的话是行不通的。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贪财的人吗？一户开口道，然后立刻打断还想要继续说话的陆琪亚道，我直接说好了，我想要学习鬼道。学习鬼道？陆琪亚微微的一愣道，为什么你突然想要学习鬼道？不是突然，我考虑过的。一户开口道，昨天你使用了破道31赤火炮，虽然没有打中那只虚，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那个鬼道的威力，在和虚的战斗之中，如果会鬼道的话，那么必然会取得优势。而且除了破道之外，还有你用来控制我的副道，那个在战斗之中也非常的有用，所以成为死神帮助你去清理那些虚，并没有什么问题。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须传授我鬼道，毕竟虚出现的时间是不定的，有时候可是深更半夜的，你总要表示一下啊。我知道了，我会传授你鬼道的，但是我只能从中选择几种传授给你，而且每次我只会传授1次，你能够学多少就算多少。陆琪亚沉吟了一会，开口道，但是在清理虚的过程中，你必须竭尽全力。听起来我还真吃亏啊。一户笑着道，不过我答应了，现在先传授我1个吧，算是定金，好吧？那么你就好好的听着吧。陆琪亚开口道，然后右手伸出中，食指并拢指向一旁的一棵大树道，星罗棋布的兽之古尖塔红金吧。破道之4白雷。只见陆琪亚的手指中一道细微白色的雷电闪过，砰的一声，直接将那棵大树打出了一个小洞，随即消失了。这种破坏力和一般的枪要差不多了，学习鬼道果然没错。一户看着眼前的景象道，然后心里却默默的道，威力不强啊，比动画上看到要差很多啊。果然是这巨翼还无法帮陆琪亚恢复灵压的问题吗？不然的话，依照陆琪亚的实力，在咏唱之后绝对能够洞穿大树，甚至是后面的那堵墙壁。陆琪亚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然后感受了一下自己身体之中的灵压，切，灵压太弱了，就算是加上咏唱，白雷的威力还是这么弱。如果是我全盛时期的话，就算是不咏唱减少了1半的威力，都足以击毁这棵大树和后面那堵墙壁。所以我才说学习鬼道没错啊。说着一户伸出右手，手指对准了大树，同时调动起自己身体里面的灵压，星罗举步向前，破道之4白雷。只见一户手指上白色的光芒闪动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咏唱文太长，第一次写一下，以后不再写，因为不想骗字数，所以用省略号跳过。陆琪亚沉默的看着一户，稍稍的过了一会，陆琪亚放声的大笑道，啊哈哈哈。只见陆琪亚肆无忌惮的大笑着，就插在地上打滚了。一户看着陆琪亚的样子，一额头的黑线，哔哔哔哔一阵铃声响起，陆琪亚神色一整，然后立刻从身上掏出一个粉红色的手机，看了一眼，然后从口袋之中拿出一只外表奇特的手套道，不管怎么样，我给你的报酬已经支付了，现在该开始工作了。这是死神手套，可以将灵魂从人体之中驱逐出来。虚吗？真是麻烦啊。一户开口道，然后站在原地没动，任由陆琪亚抓到了自己额头上。砰的一声轻响，一身黑色和服的一户出现，身上一条棕色的皮带，将背上一把巨大的斩破刀固定住，而一户的身体则倒在了地上。陆琪亚小心的将身体搬到隐蔽的地方，装成正在睡觉的样子，然后道，好了，跟我来吧。一户无奈只能跟着陆琪亚而去，2个人很快就来到了一座公园。不过现在这个时间公园里面可没有什么人在，只有3、4个灵魂。一户看了一眼道，没有看见虚的踪迹啊。很快就有了陆琪亚紧紧的盯着四周，同时拿出手机道，因为一名死神要守护一座城市，为了及时的消灭出现的虚，所以尸魂界会提前预测虚出现的地点，然后发送到指令神机上，也就是说会提前一点时间，将虚的数量以及将会出现的地方发给死神。说着微微的一顿道，根据指令神机的提示，这附近再过一会就会有3头虚出现。轰隆的一声，只见公园里面的一座设施猛然爆炸了起来，随即3头虚出现，
其中一只类似于蜘蛛，一只类似于狗，一只人形。公园里面的灵魂立刻四散而逃，而3只须立刻分散开来，各自朝着一个方向的灵魂追过去。一护立刻朝着3只须冲过去，同时背后的斩破刀也被一护给拔了出来。这股气息是死神的气息，就在附近。人形须刚刚追了2步，然后停了下来，在空中嗅了嗅，立刻惊到。蜘蛛须和狗须也立刻停了下来。这个时候，一护已经冲到了狗须的面前，他们终于也发现了一护的身影，只是他们发现的太晚了，或者说一护的动作太快了。只见一护双手握着斩破刀，然后直接刺入了狗须的前胸，然后一护刀锋一转，然后朝着蜘蛛须冲过去，而巨大的斩破刀还插在狗须的身体里面。这样一来的话，随着一护的奔跑，斩破刀直接将狗须的身体划成了2半。去死！一护冷冷的道，手中的斩破刀从狗须的身体里面抽出，直接朝着蜘蛛须的脖颈斩落。然后一护微微转身，手中的斩破刀直接扔了出去，砰的一声，斩破刀直接插在了人形须的面具里面。怎么可能？人形须开口道，然后面具破碎，狗须则直接被一护开膛破腹，蜘蛛须的脑袋被一护斩落，3只须同时消失，变成了黑色的粒子，完全消失了。一护微微上前一步，伸出手刚刚好接住掉落的斩破刀。这家伙不是普通人。路奇亚看着一护暗道，虽然这3只须实力不强，但是他却能够在一瞬间就全部干掉，而且这才是成为死神的第2天。这个家伙的天赋不在尸魂界的那些队长之下，不，甚至要远远的超过路奇亚。微微的眯起眼睛，心道：我的白打就是单纯的作战，说白了就是近身肉搏，虽然不强，但是却也不弱，毕竟是接受过训练的。而这个家伙根本就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但是在近身战之中，我却没有占得半分的便宜，恐怕就算是13番队的队长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吧。这个家伙的战斗天赋有够恐怖的。额头上全部出现了一个印章，然后发出光芒，变成了黑色的蝴蝶离开了。在将灵魂全部送去了尸魂界后，一护见路奇亚还没有回过神，于是就将斩破刀重新插回背上，伸出手指对准了一根大树，念道：星罗旗，破道之四白雷。一道细微的白光闪过，系在大树上，除了飞溅起一点灰尘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作用。一护一愣，随即笑着道：看起来在灵魂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使用轨道呢。一护的眼神之中露出坚定，然后不断的开始练习起来。而路奇亚则一脸的震惊失声道：不可能。一护微微的一愣，看向路奇亚道：什么不可能？路奇亚深深的看了一护一眼，然后摇摇头道：不，没什么。微微的一顿，路奇亚转身道：以后这样就是你的工作，消灭虚，然后将灵魂魂葬。当然了，在指令神机上得到了消息之后，我们才能这样进行。就这样，我们走吧。好了，差不多快要上课了，我们回去吧。一护点点头，跟着路奇亚朝着学校而去。只是一护并不知道路奇亚心中的震惊，成为死神的第2天，今天才是他成为死神的第2天啊。路奇亚心中暗暗的道，他竟然已经开始掌握破道了。虽然才是4号破道，但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这个家伙自己就知道了，用灵压来增加自己的移动速度，没有人传授就能够立刻做到这一步。这个家伙让我想起了11番队的队长，和那位队长一样，这家伙也是为了战斗而生的。有关战斗的东西，很快就能够领悟并且融会贯通。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成长为强大的死神，甚至能够超过尸魂界里面所有的人。哦，对了，刚刚的战斗干得漂亮。路奇亚开口道，尤其是最后的魂葬。虽然才刚刚成为死神，但是你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死神了。没什么，我只是依照你的战斗经过去做而已。昨天那个小女孩不就是这样被你魂葬了吗？我只是记住了这一点而已。一护笑着道。当当当，学校的铃声响起，不一会，学生们纷纷离开学校返回家中。一护和路奇亚2个人正一前一后的走着，2个人的方向完全相同。一护知道路奇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将会居住在自己的家中，而且还是自己的房间之中的壁橱里面。哔哔哔哔，路奇亚身上再次传来这样的声音。路奇亚掏出手机看了一眼，道：又一只须，大约在5分钟后出现在我们刚刚离开的学校附近。说完，路奇亚就已经戴上了死神手套，然后将一护的灵魂打出来，而这个瞬间一护就变成了死神了。切，5分钟嘛，你就不用去了，我会尽快搞定的，你就在这里看着我的身体好了。一护开口道，然后转身一纵身就离开了。随着一护纵身离开，路奇亚并没有多说，而是扶着一护的身体，将他放在了草地上，而自己也坐在了草地上。这样的话，任何人看到这样一对少年少女，只会将他们当做一对小情侣，而根本不会想到少年的身体之中没有灵魂。一护来到学校，这个时候学校里面已经没有几个学生了，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离开了，仅有几个留下来值日的学生在而已。一护微微的喘了几口气，5分钟，现在还剩下10几秒。一护神色严肃的看着四周，右手搭在了斩破刀之上。吼！突然传出了一声低吼，一护循着声音的方向追过去，看过去，看见的是一只巨大的人形须，他正一拳朝着一个少女攻击过去。这名少女一护也认识，有泽龙贵，她正穿着一身空手道服，独自一个人正在训练，而须就出现在龙贵的身边，所以须一出现就立刻对龙贵发起了攻击。可恶，怎么会这样？一护开口道，然后拼命的朝着有泽龙贵而去，但是时间上却根本就来不及，因为距离太远了。
如果会顺步的话就好了。一户暗暗的道，1天之内，斩破刀被我给扔了2次了，不知道将来斩月大叔会不会怪我。然后猛然将斩破刀给射了出去，噗的一声，斩破刀刺进了虚的手背上，在虚的手臂上割出了一道巨大的伤口。吼！虚握着自己的手臂，仰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哀嚎。一户这才落在龙贵的面前，只是斩破刀还插在虚的手上，一户只能是空手站在龙贵的面前。怎么回事？龙贵看着眼前的不断出现建筑被毁的情景，双眼拼命的看向四周，想要找出原因。但是对于还是普通人的龙贵，他根本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见任何其他的声音，能够看到的、听到的，只是不断被毁的建筑以及建筑被毁的声音。死神是死神人形虚将斩破刀从手臂上拔出来，扔在地上，然后看着一户大声的道：在这里战斗的话太容易波及到龙贵了，必须要转移战场，至少也要将虚的视线从龙贵的身上移走，让他忽视掉龙贵。想到这里，一户眼睛微微一转，然后一步步的朝着地上的斩破刀走去。没想到又是一只恶心的虚，这个城市虚的数量还真是多啊！你就是我今天的第4个对手，希望你能够让我好好的玩玩。不过你的手臂上刚刚让我开了一道口子，你还能够陪我玩吗？一户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不屑的笑容，虚的视线一直跟着一户，看到一户不屑的笑容的时候，虚几乎已经将后面的龙贵给忽视了。该死的死神人形虚大声的吼道，然后猛然朝着一户攻击而来。一户的嘴角猛然露出一丝笑容，因为虚已经遗忘了龙贵了，而龙贵因为建筑物莫名其妙的被毁，内心的恐惧正让他不断的后退。虽然他是空手道高手，但是说到底，他现在也只是一个15岁的小女孩而已，对于这种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惧也是很正常的。相反，如果他一点都不在意的话，那么反而说明他有问题了。轰隆，一户微微转身避过人形虚的攻击，然后开始朝着斩破刀的方向跑过去。没想到现在的一户唯一的攻击手段就是斩破刀了。当然了，死神的身体是战斗的武器，不过那需要将灵压聚集在身上之后才行。现在的一户还无法很好的调动灵压，用来做辅佐的一些事情还是可以的，比如利用灵压在空中行走奔跑。但是如果用来战斗话，现在的一户还没有那种能力，所以一户只能朝着斩破刀跑过去。啊！刚刚跑了2步的一户，突然听到了一声尖叫，听这个声音很明显就是龙贵的。一户连忙转过头，只见龙贵被人形虚抓在了手中，人形虚的双手不断的收拢着，剧烈的痛楚让龙贵不自觉的尖叫了出来。而在普通人的眼里，龙贵就是这样凭空的浮在半空中。你这家伙！一户的眼神之中冒出强烈的愤怒，看着人形虚，人形虚毫不在意的道：等我吃掉这个人的灵魂之后，我再来吃你，死神！说着将龙贵聚到了自己的嘴边，双方的距离太远了，一户甚至连去捡斩破刀的时间都没有。如果去捡斩破刀的时候，恐怕当一户接触到斩破刀的时候，龙贵就已经被吞下肚子了。但是就算是一户立刻赶过去，时间上也来不及，微微迟疑了一下，一户脑中闪过陆琪亚、步咏畅就是用了31号轨道的情况。虽然现在一户根本还没有学会轨道，但是眼下这种情况，一户迅速下定决心，身上涌出强烈的灵压。一户心有所感，立刻伸出手指对准了人形虚的手臂，低声的喝道：破道之4白雷！一道白色的光芒立刻迸射而出，直接洞穿了虚的手臂。因为手臂上吃痛，虚松开口了手掌，龙贵直接掉落了下来。一户连忙冲过去，在龙贵落地之前接住了龙贵，咳咳趴在一户的怀里。龙贵不断的咳嗽，但是随即龙贵眼神之中立刻出现了恐惧，因为龙贵根本就看不见一户，但是他却发现自己似乎被人抱住了，这种感觉怎么能够不让龙贵害怕？看着龙贵眼中的恐惧，虽然并没有将龙贵放下，因为那只虚还在附近，一户可不敢将龙贵放下。面对虚，龙贵可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一户抱着龙贵，看着自己的手指道：白雷，我终于能够使用轨道了。虽然仅仅只是4号破道，但是这只是开始而已。说起来，我还真要感谢你呢。一户看着那只人形虚，然后再次伸出手对着了那只虚道：破道之4白雷！一道白色的雷光立刻朝着人形虚迸射而去。人形虚刚刚才挨了1记，很明显不想再挨第2记，于是停下了朝着一户跑过来的家伙，侧身比过白雷。而一户在发出白雷之后，立刻抱着龙贵朝着斩破刀跑过去。一户知道自己的轨道威力还是太弱了，虽然可以用咏畅来增加威力，但是现在很明显没有那种时间，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斩破刀了，而且一户的战斗力也都在斩破刀上。虚一见一户朝着斩破刀而去，立刻发出一声怒吼，然后朝着一户追去，同时不断的举起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块朝着一户砸过去。哼，这只虚也不笨啊！一户一边躲避着石块，一边冷声道：不论是刚刚突然袭击龙贵，还是现在利用破碎的建筑物当做远程攻击，都证明了这个虚的智力要高于普通的虚。如果不是他的实力不行的话，我还以为遇上了亚丘卡斯呢。不过夜长梦多，还是尽快干掉他吧。说到这里，一户身上涌出一股灵压，一瞬间一户的速度立刻快了很多，一户的斩破刀就掉落在不远处。一户很快就冲到了斩破刀的面前，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地上了斩破刀，同时一只手微微一紧怀里的龙贵，在地上打了一个滚，轰隆的一声，一块巨大的石头刚刚好砸在了一户的身后，直接深深的砸进了地面，整块石头因为巨力变成了碎石飞溅起来。哼，一户虽然及时的躲了过去，没有被直接砸中，
但是四处飞溅的碎石却有不少砸在了一户的背上，这些碎石大部分都有人拳头大小，砸在后背上还是很疼的。砰的一声，一户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背后传来了一股巨力，整个人直接飞了起来，随即脑中传出了一股剧痛，一口鲜血一时忍不住直接喷了出来，不少鲜血溅到了龙贵的脸上。砰的一声，一户的后背再次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上，没想到竟然中了虚的计，一户嘴里含着鲜血道：“不过至少现在拉开了距离。”说着，一户就将手中的龙贵放下来，笑了一下道：“你死了，可就没有人让我调戏了。”说着微微一顿道：“切，我说这个干什么？反正你又看不见我的样子。”然后一户扛起巨大的斩破刀，几步来到虚的面前，眼神变成冰冷。只是一户并不知道，就在他鲜血溅出来的时候，正好有部分溅落在龙贵的眼睛里面。龙贵的眼睛奇特的将这些血液吸收掉了。渐渐的，一户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他的眼里，尤其是一户将他放下来的，扛起斩破刀的时候，一户的样子已经完全映入了他的眼睛里。原本龙贵一开始还不相信眼前的这个人是一户的，就算是相貌一模一样，他也不愿意相信。但是听到一户说的话之后，他就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正是自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黑崎一户。看着对方扛起一把大刀，就朝着一个巨大的怪物走去。龙贵想要拦下一户，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发出声音来，身体也软绵绵的无法使上半分力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户站在了巨大的怪物面前。一户看着虚，抬起右手，手指指着对方，大声的喝道：“过道之四白雷！”一道雷光从一户的手指着崩射而去，白雷的速度很快，虚没有躲过去，直接就是胸口上被打出了一个洞，但是虚的手却朝着一户砸了过来。哼！一户冷哼一声，手持着巨大的斩破刀高高的举起，就在虚的拳头快要击中自己的时候，猛然斩下，锋利的刀锋直接破开了虚的拳头和手骨。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杂鱼虚而已，不是中后期。那些破面身上的钢皮比城墙和坚固。好！虚一声哀嚎，一户直接纵身跳上虚的手臂，顺着他的手臂跑上去，然后猛然跳起来，手中的斩破刀直接从他的脖子之中劈进去，虚的脑袋从脖子上掉了下来，然后迅速的化成了黑色的粒子消失了。一户转过头看了一眼躺在一旁的龙贵，远处发现了这里情况的人经过来了，一户不再迟疑，利用灵压直接纵身离开了。慢死了！陆琪亚对着死神状态的一户大声的吼道：“天都快黑了，真是的！”是一户连忙应道，然后融进了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晃了晃头站起来道：“好了，陆琪亚，别说这些了，时间不早了，回去了。”哼！陆琪亚冷哼一声，然后跟着一户两个人慢慢的走回家。当来到距离家不远的地方的时候，吱呀的一声刹车声，然后一辆小轿车慌张的开走。喂，织姬，没事吧？一户一眼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织姬，连忙上前将他扶起来道：“喂，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对不起，我以后会小心的。织姬立刻低下头道，然后又十分有活力的道：“不过我已经没事了，你看，而且身上也不痛，道歉应该不是对我说的吧？”一户一脸无奈的道。陆琪亚在后面皱眉道：“怎么，一户是认识的吗？”一户大汗，连忙道：“喂，不是吧，陆琪亚，你已经不认识他了啊？不过也是，你才刚刚转校过来，不认识也很正常。他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井上织姬。”哦，井上同学，一切安好，刚刚只是失礼了。陆琪亚娇媚的开口道，同时微微提起自己的裙子，同时弯下自己的膝盖，给织姬行了一个传统的礼仪。这个是贵族少女的最上级的礼仪。陆琪亚是尸魂界四大家族之首的朽木家的养女，会这种礼仪也很正常。而织姬则被弄得一愣，然后连忙学着陆琪亚的样子，给他回了一个礼道：“不，一切安好，朽木同学太客气了。哦，对了，井上同学出来买东西吗？”陆琪亚随口的问候道。哎呀，晚餐！织姬开口道，然后连忙跑过去将掉落在地上的袋子捡起来，稍稍看了一下，然后拿着一根杆青根绿的葱，握着根部，然后不断的在手上舞动着，看着一户一愣，暗道：初音的甩葱，织姬也会。阿拉，太好了！织姬笑着道：葱、香蕉、奶油、羊羹都没事。说着手中的葱还在飞快的舞动着。喂，葱就算了，但是羊羹里面需要加香蕉和奶油吗？一户忍不住的道：你到底想弄什么晚餐啊？啊哈哈！织姬放声的笑了起来。这个时候，织姬和一户突然发现陆琪亚竟然蹲在了织姬的面前，看着织姬裙子下面小腿上的一道淤青的五指伤痕。那个，什么时候有这个伤口的？我怎么都不知道。织姬看到自己小腿上的伤口，一脸疑惑的道。听到这番话的一户直接无语。不过看到这道伤害，一户也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朽木同学，你好像很在意的样子。织姬看着陆琪亚的样子道。陆琪亚连忙摇摇头道：不，没什么，天色不早了，早点回家吧。井上同学，我送你吧。一户开口道，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你一个人回去我不太放心，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家也不是很远。不用了，一户同学。织姬立刻摆摆手道，我一个人可以的，没问题。接着织姬转过身道，那么一户同学，朽木同学，明天见。说着就转身跑开了，有些不对劲啊。陆琪亚一户看着织姬离开的身影道，他的小腿上的那道伤痕，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那里似乎一丝虚的气味，再加上织姬本身就有点天然呆的性格，我怎么都无法放下心。阿拉，依照你们人类的情况，你应该喜欢他吗？陆琪亚指着织姬离开的方向道，虽然我是死神，但是我也看过不少有关于人类情感的书，上面有记载，一个男人突然关心一个女人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非奸即盗。笨蛋一户大声的道，不会用成语的话，就不要乱用，非奸即盗这个词语是用在其他的地方的，比如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恶意，但是却故意装作很亲密的接近，而不是用在这里的。不是这么用的吗？算了，无所谓了。陆琪亚随口道，然后转身离开。见陆琪亚一户一愣，随口问道，你要去哪里？虽然明知道他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会住在自己的家里，但是看到他独自离开，还是问了一下。现在这个时候当然了是回家了，不然的话，你以为是去哪里？说完也不等一户回答，继续道，对于井上同学，你不用太过于担心了，虽然说他的小腿确实是被虚抓过的，但是既然虚只是抓了一下，就证明虚并没有想要离开出现，等到虚出现并且袭击之机的话，恐怕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而且我的指令神机也应该会通知我们的，所以现在还是先回去养精蓄锐吧，不要到时候成了软脚虾。我知道。一户应了一声，然后慢慢的走回了家。我回来了。踏进家门的一户大声的喊道，然后走进，在玄关换掉了鞋，刚刚走了2步，一户就看到一只黑色的脚直接朝着自己的脸上踢来，暗中微微的叹了一口气，然后一户直接转身让过了这记脚踢以及这个人，然后走进了房子里面。欢迎回来，哥哥游子对着一户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道，快点去洗手，然后就吃饭吧。一户点点头，然后微微侧身，让过一道从身后攻击的人影道，好，然后转身刚刚走了2步，就一拳朝着身后打去，砰砰2声到肉的身影。一户擦了一下自己嘴角被打中的地方，看了一眼已经倒在地上的老爸道，切，真是的，你就不能换个花样吗？虽然这次的速度比起之前快了很多，但是也仅仅只是速度而已。而一旁的游子跟夏离则直接无视掉了这一幕，依照他们的说法，每天上演好几次，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日子。一户先回了一次房间，手中的包放在了房间里面，然后才下楼吃饭。饭后，一户再次返回房间，随意在床上坐了下来，然后随手拿起了包里面的书本翻看了起来。如果说电视电脑的话，电视在楼下客厅。这个时间，夏离回去看足球比赛，而游子也会去看各种泡沫剧。电脑的话，在一户老爸的房间，一户很少去，而且对于一户来说，上网除了了解一下各地的讯息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处。而自从知道来到了死神世界之后，电脑对于一户来说，根本就是一件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了。有上网的时间的话，还不如看看书本更有用一些。哥哥游子直接打开一户的房间门道，有没有看见我那件金黄色的睡衣？笨蛋，不知道进别人房间之前要先敲门的吗？还有我怎么可能知道你的睡衣呢？一户大声的道。而游子则根本性的忽视了一户的声音，听到一户并不知情之后，直接关上门抱怨道，哦，真是的，哥哥上了高中之后突然变得好冷淡，不过真是奇怪，我的睡衣会到哪里去了呢？而且最近家里好像时不时的会缺少一点东西啊，就连剩下的晚餐都少了很多。一户听着游子的抱怨，微微一愣，然后看向自己房间里面唯一可能藏得吓人的壁橱，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看着手中的书本。弟弟一户正在看着手中的书，突然壁橱里面传出了这样的声音，一户抬起头，这个时候壁橱突然打开，身穿着金黄色睡衣的陆琪亚从壁橱里面跳出来道，有任务。一户看着陆琪亚，因为心里早就知道他呆在，所以装作吃了一惊道，你这家伙怎么会在这里？别说废话了，有任务了。陆琪亚直接开口打断了一户的话，然后直接戴上死神手套，一拳朝着一户打去。一户纠结了一下，心中对于将来的死神代理正有了一丝的期待，毕竟每次死神话都要被 K 一下，可不是什么好受的。砰的一声，一户倒在了床上，而另一个身穿着黑色和服，背上背着一把大刀的一户出现在床上。一户稍稍舒展了一下身体道，好了，目标是哪里？还有几分钟抵达，我已经事先查过了，目标将要出现的地方就是井上同学的家中，时间为1分钟后。陆琪亚若无其事的开口道，什么？织姬一户一惊，他想起原著之中那个虚应该会先来袭击自己的，但是现在却直接去袭击织姬了。想到这里，一户立刻想要从窗户口跳出去，但是陆琪亚拉住了一户，同时趴在了一户的身上道，我也和你一起去，因为这个虚似乎有点不同其他的虚的样子。是你也去吧。一户对着自己身上的陆琪亚道，不过小心一点，陆琪亚你的灵压还没有恢复吧？以你现在的灵压恐怕根本就不能战斗吧，所以等一会你就躲起来。还有在前往织姬家的路上告诉我，陆琪亚这次袭击织姬的虚和白天那个抓了织姬的小腿一下差点让织姬出车祸的虚到底是不是同一只？到了就知道了。陆琪亚随口道，一户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就在一户离开房间之后，房间门口一户的父亲黑崎一心正靠在一户的房间门上，一根烟已经抽了大半了，猛然吸了一口气，狠狠的抽了一口烟之后，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啊。一户一边朝着织姬所住的公寓纵去，一边对着自己背上的陆琪亚道，陆琪亚，我记得你说过，人类的灵魂因为各种怨念或执念而停留在现实，随时时间的流逝，他们会主动被动的变成虚，
变成虚之后，他们就会主动的袭击人类以及各种灵魂，这是他们的本能。那么陆奇亚，既然虚是人类灵魂变化的，那么如果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一定是有亲人的，当他们成为虚之后会怎么样？发现了吗？陆奇亚开口道。这一句让一护微微的一愣，陆奇亚看向远方道，你应该发现了吧，那些虚的胸口上有一个空洞的，那是他们的心当成为灵魂之后，因为在现世的不断的徘徊，心会逐渐的失去，当完全失去了心之后，就会成为虚，成为虚之后，为了填补自己失去的心，他们就会去吞噬灵魂，而他们还活着的亲人，就是他们最为优先的目标。什么？一护一惊，身形微微的停顿了下来，道，陆奇亚，你的意思是说，这次袭击织姬的虚很有可能是织姬的亲人吗？没错。陆奇亚点点头道，如果织姬家里的人最近几年有人死亡的话，而且那个人对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牵挂的话，那么变成虚来袭击织姬的话，并非不可能。最近几年吗？一护念了一句道，跨幅还真是大啊。说着，一护直接调动起身体之中所有的灵压，直接飞纵了出去，速度直接快了好几倍。果然，陆奇亚开口道，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最近几年有亲人去世了。黑崎一护点点头道，啊，你知道的吧，我家是一间小诊所，3年前我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鬼的时候，他的哥哥在我家的医院去世了，是交通事故，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当时在一旁痛苦的小女孩就是他，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才知道他是我邻居的小孩。只是后来依靠这笔不菲的赔偿金，还有4周邻居的帮助，他才能够像现在这样平静的生活到现在。果然是这样，陆奇亚点点头道，虚世人失去心之后堕落的灵魂，他们为了填补自己失去的心，会去袭击其他人，夺取灵魂。今天我们遇见织姬的时候，他的脚上不是有道伤痕吗？那就是虚抓过的痕迹，是吗？这么说的话，这个虚很有可能是织姬的哥哥了。切！一护应了一声，然后不再开口，身形猛然冲了出去。喂，洋葱、香蕉、奶油、羊羹，织姬，你是不是又想做什么奇怪的晚餐了？龙贵手中端着一个碗，看着桌子上的洋葱、香蕉、洋葱和羊羹，对着织姬道，这是我妈妈让我送来的烤肉。烤肉，太好了！织姬一脸兴奋大声的道。织姬和龙贵2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之后，织姬拿着筷子夹了一块烤肉，吃了一口，开口道，好吃。然后织姬看向龙贵道，对了，龙贵，听说你今天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似乎遇上了校舍爆炸，怎么样？没事吧？校舍爆炸吗？龙贵微微一愣，双眼渐渐的失去焦距，但是他的脑中却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和服，手持一把大刀的男子，还有那一头橙色的头发。龙贵，织姬见龙贵愣神，连忙唤道，一连唤了好几次才将龙贵惊醒过来。龙贵晃了晃脑袋，看着织姬一脸的担忧，摇摇头道，不，我没事，虽然学校突然发生了爆炸，但是我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你看我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而且如果受伤了的话，我现在就已经在医院了，而不是在这里了。也是呢，织姬点点头，笑着应道，然后继续吃着碗里面的烤肉。龙贵看着织姬道，对了，织姬，你觉得一护如果一护穿上黑色的和服，再背上一把和他人差不多长短的大刀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呢？一护啊，黑色的和服，大刀，如果大刀能够小点的话，变成普通的武士刀的话，应该会很帅。织姬拿起筷子轻轻的敲着自己的脑袋，同时他的脑中开始出现依照龙贵所形容的一护的样子了，只是织姬自动的将一护手中的大刀缩成了一把正常大小的武士刀。想着想着，织姬的脸上突然脸红了起来。龙贵一看就知道织姬偏离主题了，不过龙贵也没有多说，而是想起了自己在校舍的时候被一护抱在怀里的时候，不知不觉当初那个爱哭鬼已经长大了。龙贵脑子里出现了一护小时候的放声大哭的样子，然后慢慢的一护长大了，一直到最近的样子，爱哭鬼已经长大变成了一个英雄了，只是这个英雄有点好色。龙贵轻声的道，他想起了最近的时间，一护时不时的调戏一下自己和织姬。龙贵，你不会是喜欢一护吧？织姬听到龙贵的话，有些惊讶的看着龙贵道。龙贵脸上一红，大声的道，笨蛋，我怎么会喜欢那个家伙呢？他身上有什么优点能够让我喜欢的？只是说着这话的时候，龙贵不自觉的想起了一身黑色和服，身背大刀的一护。织姬微微摇头，然后对着龙贵道，不，我倒是觉得一护做事很认真哦，就是一护看起来太凶了。说着微微的一顿道，对了，我记得龙贵你是和一护一起长大的吧？从小青梅竹马，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那样不是很浪漫吗？龙贵的额头上冒出一滴冷汗，然后狠狠的敲了一下织姬的脑袋道，你的脑袋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这算什么浪漫啊？呵呵。织姬捂着自己的脑袋笑了2声，然后织姬神色一愣道，对了，龙贵，我今天看到一护和新转学过来的朽木同学一起回家哦。什么？一护和朽木陆奇亚？没想到一护那个家伙下手这么快。龙贵开口道，他想起今天一护和陆奇亚第一次见到的时候，2个人之间的表现完全表明了2个人绝对不是第一次见面。织姬点点头道，不过也只是一起走走而已，并没有其他的。你这么知道的？龙贵看着织姬疑惑的道，或许他们在交往呢？不会啊。织姬手握着筷子道，因为一护看向朽木同学的眼神的时候，眼神之中有着感激，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而且2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2个人是分前后的，
并不是其他的情侣一样亲密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啊，龙贵应了一声，然后摇摇头道，算了，就算是一户和朽木同学在交往又能怎么样？而且说不定这样还会好一点。噗嗤的一声轻响，声音不大，但是在黑暗之中非常的明显。只见一只粉红色的布偶熊，脑袋上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元乐织姬拿起布偶熊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裂成这个样子呢？轰隆的一声，织姬和龙贵两个人同时一惊。这个时候，织姬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阵黑色的波动，一个类似人身蛇尾、脸上戴着一个面具的怪物出现在织姬的身后，尖锐的尾巴一甩，直接朝着织姬刺过去，目标正是织姬的后背心。小心！织姬龙贵抱着织姬，两个人一连滚了几下，噗的一声，尖锐的尾巴没有刺中织姬，但是却在龙贵的右边肩膀上留下来一道巨大的伤口。啊！龙贵织姬一见龙贵流血，立刻惊道，同时将龙贵扶起来。龙贵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蛇形怪物道，小心点，织姬。哦，竟然看得见我！蛇形须看着龙贵道，还真是难得，竟然会遇上看得见我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为什么来袭击我们？龙贵看着蛇形须大声的道，而织姬微微一愣，看向四周道，龙贵，四周有什么吗？对了，我忘了，你还看不见我啊？蛇形须看向织姬道，既然这样的话，还是让你先看见我吧。说完，蛇形须直接朝着织姬抓过去。龙贵立刻道，快逃！织姬同时伸出左手想要将织姬推出去，但是蛇形须收回攻击织姬的爪子，直接一转砸在了龙贵的身上，直接将龙贵给打了出去。砰！龙贵撞在墙壁上，一时之间巨大的痛楚从身上传进他的脑中，剧烈的痛楚让他无法站起来。龙贵织姬立刻朝着龙贵而去，但是他刚刚起步，身体就停住了，一道尖锐的尾巴从织姬的背后刺入了他的身体中，织姬的动作停顿了，眼神渐渐失去了焦距。织姬，龙贵看着织姬的胸口那尖锐的长尾，惊恐的道，织姬，语气中透露出无限的悲伤。砰的一声，织姬的身体被甩了出去，突然一道人影从织姬的身体之中脱离了出来，仔细一看，正是织姬，也就是说房间里面出现了两个织姬，中间有一条锁链束缚住了两个织姬。这是什么？龙贵一愣，这是织姬的灵魂。蛇形须开口的道，放心吧，我会将你的灵魂也拉出来的。同时尖锐的尾巴朝着龙贵直刺过来。龙贵惊愕的看着朝着自己刺过来的尖锐长尾，他想要逃走，但是身上剧烈的痛楚让他连站起来都无法做到，更别说逃走了。龙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条尖锐的尾巴朝着自己而来，在这个瞬间，龙贵脑里出现的却是一个身穿黑色和服、身背大刀的男子。破道之四白雷，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直接穿透了那条粗长的尾巴。鳌蛇形须发出一声惨叫，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尾巴。一户龙贵看着破窗而入，身穿黑色和服、身背大刀的一户，轻轻的道，切，竟然来晚了。一户将陆琪亚放下来，看了四下的情况，看见龙贵身受重伤，织姬更是连灵魂也被打出了身体，一户心中的怒气就不断的上涌，身上不断的有灵压在跳动。冷静点！一户陆琪亚从一户使用轨道的惊讶之中醒悟过来，立刻道，这个家伙不是普通角色，冷静一点对付。一户还有朽木同学，你们怎么会？织姬疑惑的看着一户和陆琪亚两个人，同时发现了自己胸口的锁链，用力的拉了一下道，这是什么？好痛！顺着锁链，织姬看到了躺在另一边的身体。不要动！井上陆琪亚开口道，那条锁链是因果链，是人类自身的灵魂连接身体的重要媒介，一旦断掉的话，就代表着那个人已经死亡了，所以你绝对不要弄断那条锁链，不然的话你就死了。也就是说，现在织姬也有的救吗？龙贵一瞬间听出了陆琪亚话里面的意思，开口道。陆琪亚点点头道，现在只要治好井上身上的伤口，然后就能够让井上的灵魂回到自己的身体。太好了！龙贵松了一口气道。在他松了一口气之后，立刻感觉到了自己身上传来了剧烈痛楚。而陆琪亚看向一户暗道，相比这个，我更加惊讶的是这个家伙白雷，虽然只是一个低位的破道，但是这个家伙竟然已经能够灵活应用了令人恐怖的战斗天赋，还有这轨道的学习能力，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是吗？那就好。一户微微点头道，不过现在陆琪亚，你还是先去看看龙贵吧，他身上的伤势不轻呢，我会给你们制造出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说着，一户抽出了自己肩膀上的大刀，对着蛇形须道，我不论你是什么，但是你既然伤到了织姬和龙贵，那么你就该死。说完，不等蛇形须回话，就大喝道，破道之四白雷。一道白色的雷光从一户的手指中射出，朝着蛇形须射过去，同时一户双手握着大刀朝着须冲了过去。蛇形须身体一转，就直接避开了雷光，然后直接朝着一户冲了过来。咻的一声，一户手中的大刀劈空，猛然看去，蛇形须根本就不管一户，直接躲开一户的攻击，就朝着陆琪亚等人而去。哼！一户冷哼一声，也不去追，松开右手，直指蛇形须道，破道之四白雷。一道雷光从一户的手指之中爆发出来，只是蛇形须早就有所准备了，他很轻易的就躲了过去。但是织姬所住的房子是一所公寓，他住在公寓里面的其中一间房间而已，所以四周的空间本来就不大。之前因为还在房间的中间，还有那么一点空间可以用来躲避和战斗，现在蛇形须朝着陆琪亚他们而去，空镜本身就一间小了很多，
尤其是刚刚为了躲避白雷，更是躲在了房间的角落里面。一护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的笑容，手指更是指着蛇形须，一连3道雷光朝着蛇形须射了过去。3道雷光的角度都非常的刁钻，不论蛇形须如何躲避，都至少会连中2道。如果蛇形须想要攻击露琪亚他们的话，就必须面对3道雷光的攻击了。同时，一护在发出3道雷光的时候，立刻朝着蛇形须冲过去，手中的大刀一转，刀刃朝着蛇形须的身体，绝对会直接将须的身体切开。砰的一声，蛇形须看着3道雷光和随后而来的一护，没有选择直接撞破墙壁，从房间里面冲了出去。但是就算是这样，蛇尾上也被一道雷光击中，留下来一个空洞，鲜血在流出来之后就立刻消散了。一护微微看了一眼，道：“露琪亚，这里就拜托你了，我想你们死神应该有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才对。”说完，不等露琪亚回答，一护就直接冲了出去。哼，不用你说，我也知道。露琪亚开口的道，然后继续为龙贵治疗。至于说之姬，反正灵魂已经脱离身体了，等一会再治疗也没什么。砰的一声，刚刚冲出房间的一护手持着大刀，挡住了突然甩过来的尾巴。一护利用灵压凭空站在空中，如同站在平地一般。破道之四白雷一护用大刀挡住了蛇形的尾巴，立刻伸出手指，手指上爆发出一道白色的雷光，直接在蛇形须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空洞。可惜白雷穿透力虽然很强，但是攻击力太弱了，如果攻击力稍稍强一点的话，就能够完全决定胜局了，比如赤火炮和苍火坠。一护如是想到，但是一护可不会停下攻击。就在手中发出白雷的时候，一护直接握着斩破刀，刀锋一转，斩破刀的刀刃在那条长长的尾巴上一转，一段尾巴直接被斩下，随即消失在了空中。嗷嗷，哥，你先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护后面出生的弟弟妹妹们，而不是像你这样杀了自己的妹妹织姬。说到这里，一护看向蛇形须的眼睛道：“我也有妹妹，和你一样，同样都是一个哥哥，但是我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妹妹，虽然这2个妹妹是最近才突然有的。”说完，一护手中的斩破刀一旋，猛然刀刃从这边拉到了另一边，作为惩罚，我帮你切腹。说完，一护将斩破刀抽出来，一甩刀上的鲜血。干得漂亮！露琪亚从公寓里面探出脑袋，看着一护身后的蛇形须，也就是织姬的哥哥井上浩化成黑色的粒子消失掉后道：“作为死神，清理掉这些堕落的灵魂就是我们的工作。不过下次记住，用斩破刀的时候，最好从须的背后攻击，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看到须的脸了。万一出现须面具脱落的情况，也不会看到须的脸了。因为须原本也是人类的关系吗？”一护将斩破刀重新背到了身后道，算是吧。露琪亚点点头道：“不过你也不用太过于在意，用斩破刀砍了须并不是杀了他们，噬魂界也不会允许这种杀了灵魂的行为，而用斩破刀砍了须则会净化须的灵魂，将那堕落的灵魂重新净化，然后送去噬魂界。不过斩破刀能够净化的只有死后做造成的罪孽，至于灵魂还活着的时候所做的罪孽，则是在净化后送去地狱接受制裁，是吗？”一护应了一声，然后道：“那就好。”说完，一护一纵身重新回到公寓里面道：“织姬和龙贵的情况怎么样？”织姬虽然是灵魂状态，但是看到一护还是笑着道：“谢谢你来救我，一护。”而龙贵则并没有去看一护，而是看着织姬。露琪亚站起来道：“差不多了，我已经用轨道给他们都治疗好了。好了，井上同学，我来帮你回到你自己的身体之中吧。”“麻烦你了。”朽木同学。织姬点点头道，然后来到织姬的身体旁边。露琪亚猛然一用力一推织姬，啪的一声，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身体之中。一护大汗，腾腾。织姬轻揉着自己的痛处道，然后站了起来，看了看自己，对着露琪亚道：“谢谢你，朽木同学。还有，一护呢？”织姬看向一护，但是却没有发现一护的身影。龙贵一愣，看向一护所站的地方：“这个啊。”露琪亚音调一变，娇媚的道：“那个井上同学还是先去看看有泽同学吧，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呢。”“对啊。”龙贵。织姬立刻朝着龙贵跑去，他将龙贵扶起来，刚刚想要开口，露琪亚就来到他们的面前，手中那个一个可爱的兔子的瓶子，然后砰的一声，一阵烟雾升起，龙贵和织姬2个人昏迷了过去。“喂，这是什么？”一护看着2个人昏过去之后开口问道。露琪亚一上一下的扔着手中的瓶子道：“这个是记忆迟缓器，说白了就是将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这段记忆给消除掉，然后输入一段新的记忆。不过这段记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机的。”露琪亚有些不满的道：“这个东西对于进行死神工作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拥有远超于普通人的灵力，灵力高就可以看见灵魂，但是这份灵力如果没有进行修炼的话，大部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但是也有少部分的人不同，他们随着年龄的增加，灵力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不断的增强。当然了，这个比例很小，但是在人类数量庞大的基数上，这个数量实际上也并不小。所以很多人都可以看见虚和死神，所以为了不引起恐慌，噬魂界的技术开发局就研究出了这个东西。切说白了就是修改记忆而已。”一护随口道，然后低着头轻声道：“不过这样也好。好了，我们回去吧。”露琪亚对一护道：“我想现实之中的警察很快就会出现了吧？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出动也很正常。”一护开口道，然后背起了露琪亚，一纵身直接从房顶上离开。“对了，一护，有泽同学似乎看得见你。”露琪亚趴在一护的背上道：“我检查过，
他确实是属于灵力较高的那种人类，但是他的灵力并不足以让他看见灵魂。但是我却发现一点奇怪的现象，他的眼睛里面的灵力却非常反常的高。正是因为这样，他才看见灵魂的。切，我怎么知道？一护开口道，然后想了一下才开口道，不过说起来，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一个人对付虚的时候，他正被虚袭击，那个时候似乎还看不见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过几个小时，他就突然能够看到了，是吗？看起来应该是你保护他的时候出现了一丝意外的事情，早知道的话，不论怎么样我都应该跟过去的。陆琪亚微微的一顿，然后毫不客气的道，那一护，现在你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丝毫不差的全部告诉我，不要有任何的遗漏。是。一护应了一声，然后开始讲述自己去救龙贵的事情，一丝一毫也没有漏过。毕竟在灵压方面，陆琪亚才是专家，而一护虽然有着前世的记忆，但是依然只是懵懵懂懂。原来如此，我想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有则同学是如何突然看见灵魂的了。陆琪亚微微点头道，见一护一脸的疑惑，陆琪亚开口道，首先一护，你当时你在死神状态，死神的灵压是充斥着身体各处的，当死神死亡的时候，灵压会逐渐的流失，但灵压完全流失之后，就会如同虚一样完全消失。而死神的鲜血也是包含了大量的灵压，当你的鲜血喷在有泽同学的眼睛里面的时候，因为有泽同学也是高灵力的人类，所以他身体里面的灵压自动吸收了血液里面的灵压，因此有泽同学才能看见虚和死神。不过这种几率不过10万分之一，而且是每次仅有这种几率，也就是说这种事情可能再来1亿次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是吗？一护应了一声，然后随口道，这种事情无所谓了，不过龙贵既然能够看到的话，那么以后就必须要小心一点了。不仅仅是龙贵，陆琪亚开口道，我在刚才治疗的时候就发现了，井上他也是灵力高超的人，或许他暂时会看不见死神或者虚，但是再过不久，他的灵力再增加一些的话，那么死神和虚在他的眼里也就会显现出来了，是吗？一护随口的应道，好了，回去吧，趁现在好有点时间休息一下，明天还要上学呢。虽然这样说着，但是一护却想起了织姬将来会出现的能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是那种特殊的能力实在是太过于逆天，在战斗之中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对于整个战局都是决定性的。第二天一早，一护穿好衣服下楼，拿了双方的早餐返回房间。这个时候，陆琪亚已经穿好了校服了，身上的睡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换掉。陆琪亚一见一护手中的早餐，毫不客气的拿起一起就吃了起来。一护陪着陆琪亚吃着早餐，陆琪亚3口2口吃掉早餐，然后探出窗口，发现自己并没有人之后道，我先走了，学校见。然后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一护耸耸肩，收拾了一下，然后将所谓的书包背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就走出了家门。喂，快点抓住他，小心点，这个家伙的力气很大，不要被他打到。从他的身后攻击他，快啊，不要停啊！一护正在前往学校的路上，距离学院不远处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一护微微一愣，看过去，只见不远处10几个染着各种颜色的不良少年，将一个身材高大将近2米，穿着和一护相同校服的男子给围了起来，不断的攻击那名男子，但是那名男子却从不还手，只是被动的进行一些防御。一护看了一眼，没有丝毫的停留，直接冲了出去，手中的书包直接扔出去，刚好砸在了一个想要偷袭的人身上，然后冲上去，从身后猛然冲进去，一连好几个少年在一护突然冲出来的愣神之中被一护打倒。一护冲进他们的包围之中，对着身高将近2米的男子道，哟，茶度，同时一脚向身后想要偷袭的人给踢了出去。茶度微微一愣，看着站在自己眼前的一护道，你怎么？别说这些了。一护一挥手打断了茶度的话道，上课快要迟到了哦，为了让我上课不迟到，我们还是尽快干掉他们吧。你可以别卷进来的。茶度开口道。没错。一护点点头，看着四周的围着自己2个人的10几个拿出棒球棍、铁链、钢管等等武器的不良少年道，但是我刚刚吃过早餐，正好想要运动运动消化一下。说完，一护不等其他人行动，猛然冲上前，左手抓住砸下来的钢管，然后一拳搭在对方的肚子上，猛然抢下钢管，随手扔给了身后的茶度道，快点吧，茶度，我可不想迟到啊。同时一护硬挨了一棍后，抢下了对方手中的棒球棍。为了朋友，你想想看，一个身高2米的大家伙，手持着一根钢管朝着你冲过来，或许这样不算什么，但是问题是，这个大家伙完全不管打在自己身上的武器，不应该说打在他身上的钢管和棒球棍，反正纷纷弯曲和断裂，除此之外连一点用都没有，连让那个大家伙的身体晃动一下都做不到。那个大家伙根本就不是人，完全是一架人形坦克啊！喂，茶度，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一护随手将手中的棒球棍扔出去，砸在了一个不良少年的身上，让他发出一声惨叫，证明了对方还活着之后，一护拍拍手，上前在他身上摸了一下，摸出一个手机，然后打给医院。电话通了之后，一护不等对方开口，就直接说道，喂，医院吧，快点派救护车来，这里是20几个不良少年打群架，现在已经倒下10几人了，到处都是血，而且已经动刀子了，如果你们来晚了的话，说不定就会出现斗殴致死的不良少年了。一护故意说的严重一些，不然的话，可能等医院派人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伤势。什么？
电话那头大惊，然后立刻问道：“请问具体地址是哪里？还有，请问你是谁？我要如何跟你联系呢？”一户说出地址之后，就直接挂掉了电话，然后将手机扔在那名少年的身上，对着身后的茶度道：“好了，茶度，我们该去上课了。”茶度同样扔掉了手中的钢管，然后跟上了一户。谢谢。切跟我道什么谢？一户随口道：“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为了你去打架的，哪怕敌人的力量再强大，我都会去面对。而你，茶度，不为了自己而打架，不过呢，要为了我而挥拳。”这是两个人在不久之前在一次打架之中所立下的誓言。那个时候一户还是原本的一户，现在的一户还没有穿越过来。不过现在的一户知道这个誓言，所以在看到茶度被人围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茶度应了一声，和茶度跟不良少年打架，只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插曲，不应该说连插曲都算不上。一户和茶度两个人平安无事的来到了学校，因为两个人是同班，所以两个人踏进了同一间教室。只是随着两个人踏进教室后，上课的铃声就响了起来。一户和茶度两个人不在原地停留，各自返回了位置。一户还是在窗边，而茶度的位置则完全是在最后面了。没办法，谁让茶度的身高一间将近2米了？身为一个高中生，恐怕茶度的身高在全国也是顶尖的。没一会，身穿职业装的美女老师走进了教室，看了一眼教师道：“哟，太好了，看起来所有人到齐了。那么好了，今天的课程是考试啊，考试！老师，你都没有提前说。”一听要考试，课堂上的学生立刻有不少人发出哀嚎：“没有提前说吗？怎么可能啊！哈哈哈！”美女老师大声的笑着，但是却并不正面回答，直接转移了话题道：“好了，大家将书本收起来，然后准备考试了。”说完，直接让前面的几个学生开始分发试卷。一户看着手中的试卷，微微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做题。当当当，铃声响起，所有的学生都停下了笔，然后试卷被收走。美女老师一见所有的试卷都已经收走了，也不多说，直接宣布了下课。随着美女老师的一声令下，无数学生涌出了教室。废话，大中午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饿了，有带便当的还好说，没带的就只能去买点了。如果去完了的话，恐怕好东西都被买光了，所以自然急忙忙的冲了出去。一户也去买午餐去了。原本一户不用去买的，可以直接从家里带的，但是考虑到陆琪亚，一户还是没有从家里带，直接去买了2份。真的吗？织姬，不是开玩笑吧？一个女生传过来，传进了一户的耳朵。一户微微抬起头看过去，只见织姬、龙贵以及几个女生在大约10来米远的地方一起吃午餐。当然是真的了，织姬大声的道：“昨天晚上，一个横纲在我家的墙上撞了一个大洞，然后我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横纲，相扑之中最高的称号，就如同火影之中的影，死神之中的队长。啊哈，织姬啊，你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呢？这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一个女生开口道：“不过啊，我就是喜欢织姬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啊。”哦，人家是说真的啦。织姬开口道。龙贵也看到了啊，对吧？龙贵啊，龙贵微微一愣，然后点点头道：“是啊，昨天晚上确实是这样啊。不过我和织姬都没有看清楚那个横纲的相貌啊，连龙贵都这么说啊，难道是真的？”听着这些女生的话，一户看向一旁正在吃午餐的陆琪亚道：“喂，这就是你所说的随机记忆吗？一个横纲拿着把枪在墙上开了一个洞，这种剧情还真是没有丝毫逻辑。有没有逻辑就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了。”陆琪亚随意的道：“我昨天就说过了，这些记忆完全是随机的，所以完全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过你也应该庆幸了，还好只是横纲闯了进来，如果变成其他的，那么就会很麻烦了。算了，反正都一样。”一户随口道，然后一户看向陆琪亚道：“对了，破道之4的白雷我已经差不多完全学会了，陆琪亚，你是不是应该教授我一些其他的轨道了？”白痴！陆琪亚毫不客气的道：“你以为破道真的那么简单吗？确实，你已经差不多完全学会了，而且从昨天晚上的战斗来看，你也已经差不多能够灵活应用了。但是这不代表你可以学习下一个破道了。每一个轨道都是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而且轨道并不是会的越多就越好的。更何况对于白雷，你也仅仅只能说是学会使用了而已，根本不能说已经完全学会了，你还无法发挥出白雷的力量，最多在战斗的时候给对方造成一点骚扰而已。我知道，一样，人物一出来遇上的野怪都只是等级1的杂鱼。然后随着人物的等级提升和剧情的发展，所遇上的敌人等级越来越高，实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强。陆琪亚，好像现在我所遇上的只是等级1的杂鱼而已，以后只要我还是死神，那么我就一定会遇上等级高的虚。如果不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的话，恐怕就会如同游戏之中用等级1的人物去挑战满级的大 boss 一样，结果不言而喻。而且一户看向不远处的织姬和龙贵道：“以后肯定还有出现类似昨天晚上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虚，他们也迟早就再次成为虚的主要目标。我不喜欢他们受伤，我想变得更强，强到发生任何情况都拥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我想保护他们，保护所有我所在意的人。”哼，是吗？陆琪亚一口吃掉自己手中的食物道：“那么好吧，我来教你新的轨道。不过破道你已经学会了白雷了，而副道你则完全还不懂。这样吧，今天我就教你一招副道好了。不过一户，你毕竟不是正式的死神，所以我也不能教授你太多的轨道，而且轨道的数量非常的庞大。
破道和复道都已经破百，就连我也不是全部都会使用，所以我会选择其中实用性比较高的轨道教你。我想以10招为限吧，我只能教你10招轨道。10招吗？足够了，这样就已经超过我的预想了。一护主动开口道，从名字上听，破道是破坏性比较大的，复道应该是用来困人和防御的，两种在战斗之中都十分的实用，不过我更加喜欢破道。陆琪亚，破道多教几种，复道随便教一种就好了。你这家伙实在看不起复道吗？陆琪亚看着一护有些生气的道。不一护立刻道，复道和破道既然合称为轨道，那么就证明这两种的实用性等高。只不过相比将敌人困住，我更加喜欢直接轰杀敌人。哼，随便你这里不方便，走吧，我们去其他的地方。陆琪亚看向四周，虽然没有人注意这里，但是不远处还是有人在。如果直接使用的话，绝对会被人发现，所以陆琪亚和一护打算离开这里。两个人转身离开，龙贵抬头看着一护和陆琪亚的身影，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的奇特的神色，迟疑了一下，站起来道：“我去下洗手间，过会再回来。”说着也不等志基他们回应，直接离开了。一护和陆琪亚两个人并没有在学校停留，现在是午休时间，大部分的学生都在吃午餐和休息，根本就无法在学院里面施展轨道，所以两个人只能离开了学院。只是两个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身后跟上了一个人，毕竟学校里面的学生来来往往的那么多，他们也不会去在意这一点，更何况龙贵可是空手道高手，悄悄跟在一护和龙贵的身后。在正常人状态下的一护和躲在一海里的陆琪亚的感知力可是下降了 N 倍，所以根本就没有发现悄悄跟上来的龙贵。一护和陆琪亚两个人走出学院之后，两个人一路不停，一直到来到一座公园。因为是正午的缘故，公园里面并没有人，只有一个个幽灵飘来飘去的。就在这里吧，陆琪亚开口道。一护点点头。陆琪亚看了看四周，确定公园里面并没有人之后道：“一护，既然你喜欢破道，那么我也不会强行让你学习复道。不过复道有时候的作用要远比破道和白打要大，所以我今天就教你一招复道，仅仅这一招。”复道、破道，什么东西？龙贵躲在一个运动器材的身后，他并没有直接去看一护和陆琪亚，而是看着公园里面竖立的闹钟下面不锈钢，从不锈钢里面反射的看着一护和陆琪亚，虽然很模糊，但是还是看得出两个人的样子。好了，听着吧，不用记错咏唱文。说着，陆琪亚微微的一顿道：“因为复道你只学一招，所以我会教你比较高的复道。”一护微微点头，陆琪亚微微抬起头，伸手对准了一护咏唱道：“雷鸣的马车，纺车的缝隙，此物有光群集，并一分为六。复道之61丈光牢。”只见6片金黄色的光片出现在一护的四周，然后一瞬间6片光片合拢将一护完全困住，除了嘴巴以外，身体的其他部位根本不能动弹。啊！一护还没有怎么样，龙贵就忍不住惊叫了出来，同时他惊醒自己在跟踪别人，想到这里，转身就想逃走，只是他刚刚转身，陆琪亚就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有泽同学，中午好啊！陆琪亚拉起校服的裙子，微微行了一个贵族礼，声音娇媚的道：“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和一护在这里的吗？”这个龙贵张嘴结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喝呀！一护猛然暴喝一声，灵压涌现，然后瞬间身上的6片金黄色的光片化成碎片消散。一护舒展了一下身体道：“喂，陆琪亚，你的灵压还没有恢复吗？”灵压不足，这个复道虽然是60号的，但是却也很弱呢。60号以上的复道，我也只是刚刚学会的而已，再加上我的灵压恢复的很缓慢，威力不足也很正常。陆琪亚恢复正常的语气道：“不过比起这个……”陆琪亚看向有泽龙贵道：“这个要怎么处理？不能用记忆迟缓器吗？”一护看着龙贵道：“用记忆迟缓器将他的记忆改掉不可以吗？”记忆迟缓器，龙贵念了一句，随即没有迟疑，直接转身逃走。虽然龙贵是空手道高手，但是也仅仅只是空手道而已。对于陆琪亚刚刚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他可不敢正面交手。真实的复道之一赛，刚刚跑了2步的龙贵，双手自动搭在了自己的背后，如同被绳子绑住了一样，而且因为在跑动之中的惯性，让他一不小心就失去了平衡。一护连忙上前揽住龙贵的腰肢，将龙贵抱进怀里，同时手中涌出灵压，挥手将复道的束缚解开。记忆迟缓器只能将当前1-2个小时之内的记忆改掉，并不能改变昨天或者前天的记忆。陆琪亚摇摇头道，然后看着一护道：“一护，我不管你和他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这个是尸魂界的规定，是吗？”一护抱着龙贵道：“我知道了，龙贵的事情我来处理吧。陆琪亚，你先回学校吧。”好好处理。陆琪亚开口道：“一护，如果你无法动手的话，跟我说，我来处理。”说完，陆琪亚转身离开了公园。一护，你……龙贵刚刚开口，就被一护打断了话头：“跟我来吧，龙贵。”一护放开龙贵，拉着他的手，来到了公园里面的自动贩卖机前，投入硬币买了2罐饮料，将其中1罐递给龙贵道：“好了，喝完饮料早点回去吧，龙贵。”龙贵有些惧怕的接过饮料，猛地灌了一口，勉强压下自己内心的慌乱，毕竟今天他知道的事情太过于离奇了，说到底她也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而已。不要在意陆琪亚的话，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刚刚的话只是吓吓你而已。一护笑着道。龙贵应了一声，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两个人之间也沉默了下来，龙贵低着头不知道想什么，一护也默默地喝着手中的饮料。
两个人之间一股特殊的气氛形成，一种隔阂似乎将两个人拉开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咫尺天涯。一护的脑中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话，看着低着头的龙贵，一护一口气喝掉了手中的饮料，猛然用力一护，将易拉罐捏扁扔进了垃圾桶里面。好了，龙贵，现在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跟踪我和陆琪亚？我想谢谢你，一护。龙贵喝着手中的饮料道，昨天放学的时候，是你打败了那个怪物救了我。本来我想向你道谢的，但是……是吗？不用客气。一护微微摆手，然后道，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回去吧，不然的话下午上课要迟到了。说着一护就起步离开。一护，龙贵看着一护的身影不自觉地唤道，什么？一护停下脚步，看着龙贵笑着道，那个……龙贵迟疑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一护看着龙贵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虽然知道龙贵想要说什么，但是一护却没有任何开口的意思，只是这样看着龙贵。龙贵看着一护，迟疑了一会，猛然下定决定，开口道，一护，我想问一下，那些怪物，还有你和陆琪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你也是问这个。一护开口道，那个怪物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不一而足，但是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虚，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袭击人类，因为它们以人类的灵魂为食，吞噬人类的灵魂，就如同我们人类需要吃饭一样，所以昨天那只怪物才会袭击我。龙贵念了一句，然后看着一护道，那么一护，你为什么会穿着黑色的和服，还有那把刀？那个一种灵魂形态，称为死神，那把刀叫做斩魄刀，用处只有两个，杀死虚，然后让那些灵魂去尸魂界，也就是俗称的成佛。一护开口道，具体的情况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至于陆琪亚，几天前我还是普通人的时候，突然被虚袭击，是陆琪亚救了我，如果不是他，我已经死了。但是他却为了我受了重伤，所以我不能让他死，我欠他一条命。后来他帮我成为死神，并且教导我技能。打个比方吧，龙贵，陆琪亚就如同教导你空手道的师傅一样。我知道了。龙贵应了一声，然后转身道，好了，走吧，一护，我们该回去上课了。一护微微点头，两个人慢慢的朝着学校走去。两个人很快就来到了学校，这个时候午休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学生们三三两两的返回教室开始下午的课程。龙贵在教室门口一护，叫住正准备进入教室的龙贵道，以后离我远一点吧，我也会尽量不接触你和织姬，包括学校里面的其他人，我的世界太危险了，如果和我接触太多了，很容易将你们牵连进来的。龙贵不想连累你和织姬，所以我们还是保持一下距离吧。最后，希望你不要将我和陆琪亚的事情说出去。说完，不等龙贵回答，一护就越过了龙贵走进了教室。一护，龙贵看着一护的身影，默默的念叨。陆琪亚看到一护走进教室也不说话，向一护打了一个颜色。一护微微点头，陆琪亚也不多问，低下头继续看着手中的书。没过一会，上课铃声响起，美女老师走进教室，稍稍看了一眼，也不点名，直接开始了上课。一护看着手中的书，认真的听讲，时不时的在本子上留下一些笔记。平静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一护收拾东西，和陆琪亚一同走出了教室。看起来两个人关系似乎很亲密的样子，在外人看起来，或许两个人就是一对情侣吧。今天的运气不错啊，一护开口道，至少今天一个虚都没有出现，看起来今天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算是吧。陆琪亚点点头道，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虽然今天一只虚都没有出现，但是不代表一护也不会出现，虚出现的时间完全是随机的，可能明天就会连续出现了，也可能明天也同样没有任何的虚出现。总之不要掉以轻心，而且今天我不是教过你复道了吗？好好的努力吧，学会这个之后，我来教你破道。一护点点头，然后随口问道，对了，陆琪亚，在学校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不习惯的地方？不，并没有什么不习惯的。陆琪亚随口道，在尸魂界也有同样类似的所在。真央灵术院和这个学校类似，只是在哪里学习的都是这种的白打和鬼道，还有各种和虚有关的东西。而在这里被要求穿校服，在哪里则要求穿类似于死霸装的和服，所以只需要调整一下，那么就没有什么不习惯的了。是吗？习惯就好。一护随口应了一声，如果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就告诉我，我会尽可能的帮你处理的。我知道。陆琪亚点点头道，不过说起来，我对睡壁橱很不适应，你觉得该如何处理？笨蛋，这一点我可没有办法。一护开口道，难不成要让我将床让给你？我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家人进来了该怎么办？这一点我来解决吧。陆琪亚笑着有娇媚的声音开口道，我有办法让你的家人让我住进你家哦。哼，那就随便你了。一护随口的道，当然了，对于知道历史发展的一护来说，他当然知道陆琪亚会名正言顺的住进来，只是奇怪的是，陆琪亚还是住在一护的壁橱里面，一直到陆琪亚离开的时候都没有改变。哟，一护，朽木同学带着一种魅音冲了过来，一护的额头上直接冒出了一条黑线，手中握着书包直接砸在了启吾的脸上。真是的，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用这种恶心的声音说话。看着倒在地上的启吾，一护重新背起书包道，好了，陆琪亚，我们走吧，该回家了。陆琪亚应了一声，启吾一瞬间却突然从地上蹦了起来，看着一护和陆琪亚道，一护，你刚刚说和朽木同学一起回家？一护点点头，启吾看着一护道，难道说一护你已经和朽木同学在交往了吗？
启吾的嗓门很大，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一护和陆琪亚两个人还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启吾突然这一嗓子，不但连自己班级的学生听到了，就连很多其他班级的人都知道了，尤其是一护的美女老师也还没有离开呢。哎呀呀，这可不行哦，一护同学。美女老师来到一护的面前开口道，朽木同学才刚刚转校过来，你怎么可以对朽木同学下手呢？虽然美女老师是一脸严肃的训人，但是一护在她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责备的表情，但是美女老师的眼中那股八卦之火正在熊熊的燃烧着。一护张了张嘴，刚刚想要说什么，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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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琪亚拿出粉红色的手机看了一眼，对着美女老师微微行了道，老师，我们必须走了哦，我们约好了要去见一护的父亲大人哦，第一次登门可不能失礼哦。喂，陆琪亚一护连忙想要说什么，只是陆琪亚拉住一护的手开口道，别说了哦，一护，爸爸可能要等急了哦。说完，不等一护说什么，就直接拉着一护跑掉了。哎呀呀，还真是心急呢。美女老师额头上冒出黑线道，黑气一护不但勾引刚刚转学过来的女同学，而且还到了要见家长的地步，最重要的是，竟然敢瞒着我这个老师。一护，明天最好给我小心一点。强大的气场让旁边的启吾直接被吓傻了。龙贵，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护会和朽木同学？知姬有着惊愕的看着一护被陆琪亚拉走的身影，对身边的龙贵开口道，只是知姬的眼神似乎有着一丝的奇特的神色。看着知姬的眼神，龙贵立刻发现了不对，龙贵连忙上前来到知姬的面前道，喂，知姬，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知姬摇摇头笑着道，不，我没事的。龙贵，那我先走了。龙贵也早点回去吧。说完，不等龙贵回答就匆匆离开了。知姬，龙贵在后面喊了几声，但是知姬却没有丝毫的回应，而是自顾自的跑开了。知姬，龙贵看着知姬轻轻的道，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或许看不出知姬眼神之中的神色，但是龙贵不同，他和知姬是姐妹淘，一眼就看出了知姬眼神之中的不对。龙贵没有迟疑，连忙朝着知姬追去。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护穿着黑色的和服，肩膀上扛着巨大的斩破刀道，陆琪亚，就这几只小杂鱼而已，不用这么着急的将我拉出来吧。一护的身后，三只须正化成了黑色的粒子后消失了。一护来到陆琪亚的面前道，你那样一说，估计明天学校里面就会流传关于你我的谣言了。白痴，别太大意了。陆琪亚大声的开口道，根据传令神机的指示，周围还有一只须的存在呢。破道之4，白雷一护猛然伸出手指，对准了自己的右边，一连3道白色的雷光闪过，一直刚刚出来的须直接被3道白雷穿透了身体。一护轻轻的一笑道，你刚刚有说什么吗？陆琪亚。陆琪亚转过头，并不理会一护，同时将一护的身体直接扔了出去。好了，天色不早了哦，差不多该回去了。一护连忙集中精神重新回来自己的身体之中，然后砰的一声坐倒在了地上。喂，不用这样吧，陆琪亚，怎么说，我这些天也尽心尽力的帮你干掉须，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快点吧，不然的话就将你丢下了。陆琪亚一转头道，然后不等一护自顾自的往前走着，一护站起来，看着不远处陆琪亚的身影，微微抓了抓自己的脑袋道，阿拉，真是的，明明是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让自己背负那么多的东西呢？有些东西我虽然知道，但是却只能装作不知道，这样很累的，而且如果告诉我的话，对你对我不是更好吗？只是不论怎么样，面对朽木白哉的话，恐怕我还是要被他击败一次呢，而且依照今后的发展，这次失败还必须承受，也只有承受了这次失败之后，很多事情我才能去做啊，真是麻烦的一件事啊。知姬，我就知道你在这里。龙贵看着躲在角落里面的知姬道，你喜欢一护吗？知姬，我。知姬迟疑着道。龙贵抬头看向不远处的一间家庭医院道，也是的，如果不是喜欢一护的话，你也不会来这里了吧？知姬，我也不知道。龙贵知姬微微的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但是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这里了。也就是说，从放学后到现在，你一直躲在这里吗？为什么不进去呢？龙贵开口道，我不想打扰一护。知姬轻轻的道，我刚刚才看到一护和朽木同学从外面回来，他们两个人并肩走在一起，似乎正在讨论什么，虽然我没有听到，但是我看得出来，一护很高兴，只是我却发现自己的心里好难受，我不希望看到一护和其他的女孩子那么的亲密。龙贵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原本想要告诉知姬他今天所看到的事情，但是面对知姬的时候，却又说不出来，迟疑了一会，知姬，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一护的？知姬一歪脑袋道，什么时候？大概在高中第一次见到一护的时候吧。不过那个时候对于一护，我只有感激，因为自从哥哥去世后，学校里面经常有坏学生欺负我，每次都是一护帮我赶跑那些坏学生，虽然看上去很凶，但是却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呢，所以我很感激一护。但是在10几天前，我们和一护在路上相遇，原本只会跟我们随意打个招呼的一护，突然发现了变化，一见面就掉，一见面就戏弄我们。然后在这些天来在学校里面，一护会管着我的午餐，他经常会不准我吃这个吃那个，然后每次都会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给我，而我的东西则会被他吃掉。然后他会时不时的会戏弄我们一下，虽然有些尴尬，但是我的心里却并不在意一护的戏弄，
我喜欢那种感觉，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感觉一护和我们好近，就好像一伸手就能够触摸到一护一样。几天前，似乎就在朽木同学转学而来的时候，一护和我们就开始疏远了。他不再戏弄我们，也不再管着我的午餐，就好像这10几天来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一个梦境一样。织姬，龙贵轻轻的念了一声，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念了一句后，只能抱住织姬给予他自己的安慰。喂，不是吧，这样也行？一护看着陆琪亚和自己的父亲，黑崎一心在心里无力的吐槽道，估计也只有这个装作神经质的老爸会这样了，就算是游子都不会相信，毕竟这种乱七八糟的狗血剧情，游子喜欢看的电视剧里面都已经不知道播了多少次了。陆琪亚一边拿着手帕擦着自己眼角的水分，刚刚在门口的时候，陆琪亚在手上摸了一点的洋葱，在踏进房子之后，在手帕的遮挡下，悄悄的在眼角摸了一点，然后眼泪就刷刷的往下掉。就是这样，陆琪亚擦着眼泪道，以后可能要无家可归了，呜呜呜。说着，陆琪亚就捂着脸痛哭了起来。真是太可怜了，陆琪亚，以后你就住在我家里，想住多久都没有问题。黑崎一心热泪盈眶的道，我立刻为你准备房间。说着就向后跑开了。游子也开口的道，是啊，陆琪亚姐姐，以后就住下来吧。对了，陆琪亚姐姐，我们的身高差不多呢，以后你就穿我的睡衣好了。一护一阵的无语，他已经无力的吐槽了。陆琪亚悄悄的对着一护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那个，陆琪亚将黑崎一心突然冒出来道，房间今天可能会整理不出来了，因为东西太多了，只能等明天才可以整理出来，而且房间也需要打扫一下，所以可能要等到后天才能入住了。陆琪亚装模作样的擦掉眼泪，梨花带雨的道，不用这么麻烦了，我和一护一起住就可以了，而且一护也说过他房间的壁橱里面很空旷呢。黑崎一心、游子、夏梨都惊讶的看着陆琪亚，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脑中同时冒出了一个词同居。一护捂着额头一脸的纠结，但是却并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虚就跑出来了，总不至于让陆琪亚和自己的妹妹住在一个房间，然后等虚跑出来的时候，陆琪亚再从那个房间跑到自己的房间，将自己叫醒，这样也太麻烦了，所以一护只能和陆琪亚住在同一个房间之内了。不过这样一来必然会造成误会，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家人都已经知道了陆琪亚的存在，这样必然造成不少的误会，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护知道在短时间内，陆琪亚将会住在自己的家里，时间一长的话，难保不会被发现，这样的话，还不如早点让他们知道陆琪亚的存在要好一点。想到这里，一护摆手道，那么就这样吧，我先回房了，吃饭的时候叫我就是了。说着，一护转身返回了楼上。陆琪亚看了一眼道，那个，我有点事情和一护说一下。说着就连忙跟上了一护的身影。黑崎一心、游子、夏梨目瞪口呆的看着两个人的身影，一时之间虽然想要说什么，但是却说不出口。喂，太过了一点了吧？一护靠在窗口，看着踏进房间的陆琪亚道，这样一来的话，恐怕我家人会认为我们有什么特殊关系的。你这家伙在想什么呢？陆琪亚脸上一红，直接跑到一护的面前，狠狠的给了一护一拳，羞怒道，我只是为了清理虚的时候能够不那么麻烦而已。如果你这个家伙不喜欢现在这样的话，那么我无所谓的话，我去和你的妹妹们一起睡好了。不过到时候如果出现虚的话，我可不会去避开他们。喂，不用这样吧，陆琪亚，一旦被游子和夏梨发现了的话，会很麻烦的。我可不想再让他们使用哪个所谓的记忆迟缓器了。一护抓了抓脑袋道，算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说着，一护转身坐到了床上，随手拿起书包里面的一本书翻看了起来。陆琪亚也不打扰一护，坐在了窗沿上，看着外面的月亮，脑中想的却是自己离开尸魂界，来到这里，作为驻守死神，在这里执行清理虚的任务，结果却遇见了一护这个不是正常人类的家伙。哥哥，陆琪亚姐姐，下来吃饭了。游子的声音在门口响起，然后离开的脚步声响起，很显然游子喊了一声之后就离开了。一护放下手中的书籍，原来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了，但是陆琪亚现在没有听到游子的话，或者说听到了，但是他并不想理会，他依然坐在窗沿上没有动弹。一护站起来，来到窗边，顺着陆琪亚的目光看了一眼天上的月亮，然后一护伸手拍了一下陆琪亚的肩膀道，好了，别看了，先下去吃饭吧。陆琪亚转过头看着一护，停顿了几秒之后，陆琪亚才摇摇头道，不，我不想吃。一护看了一眼，微微的点头，转身离开了，而陆琪亚则继续的看着天上的月亮，脑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一护端着一个托盘带着一些食物上来了，看了一眼还在窗口的陆琪亚，一护摇摇头，再次开口道，好了，陆琪亚，先过来吃饭吧。我不是说过了，我不想吃吗？陆琪亚连头也没有转过来，直接开口道，呼。一护叹了一口气，一护当然知道陆琪亚现在的心里大概很复杂，不过一护可没有心情看陆琪亚复杂的心理，他将手中的托盘放在书桌上，然后来到窗口，直接伸手将陆琪亚抱进了房间，将他放在窗口面前道，喂，洋葱头，我可不管你现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你现在必须吃些东西，然后尽快恢复你原本所拥有的灵压，接着重新去当你的死神，这样的话，我也就可以不用再继续和那些怪物战斗了。虽然口上这么说，不过一护早就知道了，根据原著，自己不但无法摆脱死神的身份，而且面对的虚也一个比一个厉害。
后来出现的虚实力更是夸张到 BT。看着一护的表情，陆琪亚微微的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道：“呵呵，我竟然被你给教训了，还真是失败啊。”说着，陆琪亚猛然站起来，一拳打在一护的腹部，道：“我说过了，小子，不准叫我洋葱头，不然的话，我会好好的教训你。”洋葱头，你太狠了吧！一护捂着腹部道：“我才刚刚吃过饭啊，你还敢说？”陆琪亚大怒道，然后在一护手臂上狠狠的掐了一道淤青。一护一脸的纠结，无奈的看着一脸舒爽的陆琪亚，看着他明显好起来的心情，一护虽然身上还有一点疼痛，不过却也并不在意。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一护。陆琪亚一边吃着一护带过来的晚餐道歉道，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呢，因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容忍我的任性，我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么开心了。自从那件事情发生后，说起来，那一天和今天一样呢，也都是这么美的月亮。想起以前了吗？一护开口问道。陆琪亚微微的点点头，然后开口道，对了，一护，刚刚很痛吧？对不起，一护一摆手，示意并不用在意。陆琪亚迟疑了一下，突然伸出自己的右手中指跟食指并拢，先贴在了自己的嘴唇上，然后伸出来，将贴在自己嘴唇上的部位贴在了一护的嘴唇上道，这是刚刚的欠礼。一护的家门口一条黑暗的街道，正对着一护的窗户的那条街道，龙贵和知姬两个人听不见一护和陆琪亚的话，但是他们的动作却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陆琪亚和一护间接 kiss 的举动，两个人更是看得一清二楚。龙贵，我们回去吧。知姬微微低着头开口道。龙贵点点头，应了一声，两个人都沉默了起来，然后各自离开。天色大亮，一护还未醒，依然躺在床上睡觉。突然壁橱打开，陆琪亚穿着校服走出来，然后收拾了一下壁橱，来到一护的床边，然后毫不客气的一纵，直接踩在了一护的胸口上。一护猛然从梦中惊醒过来，然后看着站在自己的胸口上的陆琪亚，想也不想，直接伸出手抓过去，咻的一声，陆琪亚脚下一点，直接跳到了窗口道，好了，该起床了，一护，不然的话要迟到了哦。一护揉了揉胸口，胸口并没有任何的不适，这一点说起来还真要多谢自己的老爸黑崎一心了，如果不是他的话，一护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身体，所以在承受了陆琪亚一脚连点事情都没有。另外一点就是陆琪亚了，虽然他现在穿着一还，同时灵压没有完全恢复，但是毕竟还是能够使用部分灵压的，用灵压减轻自己的身体重要，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了。陆琪亚正是减轻了自己的身体重量之后才放心了，直接踩在一护的胸口上的。我先走了。说着，陆琪亚就想要从窗口跳出去，一护连忙拉住陆琪亚道，喂喂，不要再跳窗了，从门口走吧，你忘了昨天晚上我家人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如果你跳窗出去了的话，我反而不好交代。陆琪亚一愣，嘴角微微浮现一丝笑容道，啊，我都忘了，已经有些习惯从窗口出去了。说着，陆琪亚从窗口下来，然后从房间中走了出去。早上好，陆琪亚姐姐夏黎看到陆琪走出了一护的房间，微微摆手打了一个招呼。陆琪亚露出笑容娇声道，早上好，夏黎妹妹。早上好，先洗漱一下，然后来吃早餐吧。陆琪亚嫂子。游子笑着开口道。头一护握着拳头，满头黑线的道。陆琪亚红着脸道，游子妹妹，夫妻是指举行过婚礼的成年男女，就像你爸爸和妈妈一样，我和你哥哥虽然住在一个房间，但是并不是夫妻。说着微微的一顿道，当然了，住在同一房间的并不一定是夫妻啊，兄妹也是可以的，就好像游子，你小时候和一护不是睡在一个房间吗？是这样啊，我知道了。游子笑着道，那么等陆琪亚姐姐和哥哥举行过婚礼之中，我再叫你陆琪亚嫂子吧。扑哧，夏黎一时没忍住笑了起来。陆琪亚看着游子的笑颜，一时之间说不出什么话来，一护则是满头黑线的看着夏黎和游子。一护和陆琪亚两个人刚刚踏进学校，一个男性的嗲声响起，一护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就先一步拿起了书包，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砸了过去。砰的一声，一个人刚刚扑出来的人脸上直接挨了一书包。一护抓了抓脑袋道，真是的，启吾，我不是说过无数次了吗？不要发出那种恶心的声音。是，对不起。启吾从书包下面发出声音道，然后站起来看了一眼一护身边的陆琪亚道，喂喂，一护，昨天晚上朽木同学真的住在你家吗？还有，真的和你住一个房间吗？你问这个干什么？真是的。一护毫不客气的推开的启吾道，相比这个，我记得过2天就会公布前几天考试成绩吧。启吾，有时间问这个，还不如考虑一下自己成绩有几门挂科了，有几门需要补考吧。启吾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一护道，一护，你竟然也都关心起成绩来了，以前你可从来没有管过成绩如何啊。一护一阵的无语，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强自道，以前我不管不代表我现在也不管。没事的。启吾拍着一护的肩膀道，虽然我的成绩不行，但是及格还是有的，更何况一护不是还有你在我的后面给我垫着吗？一护的额头上直接冒出几条黑线。对了，一护。启吾小声的碰了碰一护的肩膀，然后看着陆琪亚小声的道，话说一护，你和朽木同学什么时候认识的？为什么这么问？一护有些疑惑的问道。启吾一脸坏笑的道，如果你们以前就认识的话，你们走到一起也很正常，虽然说朽木同学很没有眼光的选择了你，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朽木同学？
但是如果你们认识不久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一护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但对刚刚认识不久的朽木同学下手，最重要的是，竟然还成功了。一护，这个本事叫我好不好？一护无语，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总不能说陆琪亚是死神吧，所以一护只能沉默了下来，任由启无在自己的身边叽叽喳喳的。真是的，陆琪亚都是你害的。这下好了，恐怕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和你已经同居了。一护趁着启无没注意，悄悄对着陆琪亚说道。陆琪亚轻轻的一笑，娇声道：“那么要让我杀了他吗？”一护纠结了，他看向陆琪亚道：“我记得你似乎说过，死神是不能对人类动手的吧？”“没错，但是我没有必要亲自动手啊，只要等到机会就好了。”陆琪亚耸耸肩，无所谓的道：“等到需袭击的时候，只要不去管，不就行了吗？作为死神，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候。”一护一脸无奈的走过陆琪亚的身边道：“那么好吧，你就慢慢等吧。”一护，你和朽木同学说什么呢？启无一脸好奇的贴近一护道：“和我说吧。”一护额头上冒出黑线，对于这位明显拥有比一般女生更强的八卦之心的好友，一护只能用沉默来应对，一直到踏进教学楼之后，才将启无给打发掉。一护打开柜子，换过鞋，朝着教室走出。突然，一护微微皱眉，转过头，却没有看到任何人，抓了抓脑袋，继续朝着教室走去。而就在一护身后的教室里面，一道人影走出来，他看着一护的身影，微微的抬起手，低声的道：“哼，没想到我的同学之中竟然会出现2名死神，还真是有趣呢。”一护走进教室里面，一下子，所有的眼光全部都集中在了一护的身上。一护微微一愣，看了一下教室里面的人，确定自己没有走错教室。虽然教室里面的人的眼光很毒辣，但是一护并不在意，直接走向自己的座位。黑崎同学美女老师来到一护的身后，笑着道：“老师有件事情想要问你一下，先出来好吗？”一护微微转过头，看到美女老师虽然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但是她的眼神之中冒出强烈的八卦之火。一护一看美女老师的眼神，就知道躲不过去了，只能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道：“是，老师。”和美女老师离开教室，站在走廊里面，因为已经临近上课时间了，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已经在教室里面了，就算是偶尔有几个学生也都匆匆离开了。黑崎同学，作为你的老师，我有责任和义务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迷失自己。美女老师一脸严肃的看着一护道，所以黑崎同学，如果你有什么感情上的问题的话，请尽管来询问老师，老师一定会给你合宿，不，老师一定会给你解答的。当然了，黑崎同学，你要先告诉老师你现在的感情情况如何。那么现在黑崎同学，你有什么疑问要询问老师吗？一护的额头上冒出无数黑线的看着严重满是八卦之火的美女老师，一脸的无奈。呼，好不容易将美女老师打发走的一护，轻轻的松了一口气，重新回到教室，开始准备上课的东西。很快一名老师就来上课了，一护开始强迫将注意力放在了书本上。当当当，下课的铃声响起，一护将手中的书本放在课桌上，刚刚舒展了一下身体，就看见自己班级里面所有的同学一下子全部都冲了出去。一护一愣，虽然平时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同学也都会冲出去准备午餐的，但是却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留下来，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没带盒饭的。启无跑到一护的身边道：“走吧，一护，我们也去看看吧。”看看？看什么？一护有些疑惑的道。启无看着看白痴似的看着一护道：“一护，难道你忘了吗？今天中午小卖部会有鸡蛋炒面面包出售啊，而且还只出售100个，如果去晚了的话，恐怕就会被买光的。这可是第一次出售这种东西啊，难怪啊，就连陆琪亚和织姬、龙贵几个人都被那些女生强行带走了。”一护微微开口念了一句，然后开口道：“算了，我对这个没兴趣。”说着一护站起来道：“我去顶楼上吃午饭了，要一起来吗？”启无一愣，然后惨叫道：“不是吧，一护，你竟然自己带来盒饭来！”说着启无就直接跑了出去。一护微微抓了抓脑袋道：“真是的。”说着一护拿起自己所带的午餐，离开教室来到了楼顶。或许是因为所有人都去买那个所谓的鸡蛋炒面，楼顶上根本就没有几个人。一护随意的找了个地方靠在了墙上，对于手边的盒饭，一护微微打开，却发现盒饭已经空了。一护微微的一愣，只见里面有张条子：“盒饭我吃了，味道真不错。”一护一看就知道是陆琪亚自记，一护放下了手中的盒饭。这个时候，一件东西掉在了一护的怀里，一护一看，原来是一个鸡蛋炒面的面包和一罐饮料，当然是那种附带吸管的饮料。一护拿起面包和饮料，微微抬起头，只见陆琪亚站在上面道：“哟，你还没有吃东西吧？这可是今天刚刚出的新品啊，比起这个，我更加想吃游子给我做的盒饭。”一护开口道，同时撕开了面包外面的包装袋，同时将饮料上的吸管拔下来，开始喝了起来。哼，有的吃就不错了，别挑三挑四得了。陆琪亚跳了下来道，同时拿起自己手中的饮料看了看，根本就不知道该什么喝。那个一护，陆琪亚见一护已经在喝了，便举起自己手中的饮料道：“这个该怎么喝？”“这个很简单。”一护开口道，然后将手中的东西交到了陆琪亚的手上，拿过他手中的饮料，将一边的吸管拿出来，插进了饮料罐里面道：“就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如果不知道的话，还真是麻烦啊。”陆琪亚就抢过一护手中的饮料道。一护白了陆琪亚一眼，拿起面包就啃了起来，同时眼睛看向其他的地方，
却看到了茶渡太虎的身影。一护一挥手道：“哟，茶渡。”茶渡太虎看到一护，微微抬起左手道：“哟。”一护微微皱眉，因为茶渡太虎的左手上绑着绷带，开口问道：“受伤了吗？”“头上，昨天晚上被建筑工地上掉下来的钢筋砸在了头上。”茶渡太虎面无表情的开口道，因为他的右手上提着一个鸟笼，所以他用作舟和一护打招呼。钢筋，茶渡太虎的身后，启吾惊叫道：“啊，不过我现在已经没事了。”茶渡太虎的表情还是没变，你的身体还真强壮的，像一个怪物啊。茶渡，启吾看着茶渡太虎道，那可是钢筋，恐怕一般人别说像你这样了，连命都早就已经没了吧。对了，你手上是什么？鹦鹉吗？你什么时候也喜欢这些东西了？茶渡太虎应了一声道，他叫做柴田勇一。一护，陆琪亚开口道。一护微微摆手道，茶渡，你受伤就是因为这个家伙吗？说详细一点，不要用一句话概括了。茶渡太虎迟疑了一下道，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建筑工地上，我的一个朋友拿出来的，他说这是一只被诅咒的鹦鹉，拥有它的人全部都死了，他问我们有没有人要，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这个家伙，所以我就收了下来。然后钢筋就砸下来了吗？一护开口道。茶渡太虎微微点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鹦鹉柴田勇一开口道，如果不是我的话，大哥哥不会有事的。因为受伤了，所以今天早上才没来上课吗？一护开口问道。不，今天早上有个人开着摩托车闯红灯，结果撞在我身上，我将他送去医院了，顺便也给自己包扎一下，就然后回来了。不过那个人现在还在住院。在场的人全部都是一阵暴汗，他们对于茶渡太虎的身体素质已经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茶渡太虎则拿起面包开始给这只鹦鹉喂食。没什么问题的，虽然鹦鹉上面确实有什么东西，但是应该只是一个寂寞的灵魂。陆琪亚开口道，暂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也不能放任不管，不然的话，恐怕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变成虚的，找个时间对他进行魂葬吧。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一护低声的道。陆琪亚一愣，人虽然有灵魂，但是实际上人的灵魂对活着的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这只鹦鹉上所附着的灵魂却是的，持有它的人全部都死了。这未免有些太过于夸张了吧，但是却偏偏是事实，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只鹦鹉本身只是一个虚弱的灵魂而已，它没有那种能力影响到人。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怎么可能？陆琪亚的瞳孔微微的一缩道，如果虚盯上了茶渡的话，我相信，但是这个灵魂的力量太弱了，怎么可能会有虚看上它？而且还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呢。一护站起来道，现在不是有可能，而是事情已经摆在了眼前了，看起来今天我又没得休息了。说着一护站起来道，虚一般都是晚上出来的，不过白天也有出来的可能。这样吧，陆琪亚，我会暂时跟着茶渡的。茶渡太虎，一护，你对他似乎有点特别。陆琪亚在一护身后开口道，不过他似乎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明知道持有那只鹦鹉可能会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却就是不放手。是吗？一护微微一愣道，茶渡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和他相识应该是在12岁那年，因为头发的缘故，所以经常有人看我不爽，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有一个被好几个人给围了，被暴打了几下之后，是茶渡救了我，他站在哪里一动也不动，任由对方暴打，动都没动一下，而对方为了去打茶渡而放开了我。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茶渡，也同时知道他那远超同龄人，不，远超大部分人的力量是为了保护别人而使用的。于是我便对他，我会为了他而去打架，但是他却说他不会为了自己去打架，但是会为了保护我而挥舞拳头。原来如此。陆琪亚想了一下道，我记得前几天你和茶渡似乎就一起打过架吧？一护摇摇头道，不，应该说是茶渡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被打，然后我们一起放倒那些人而已。说到这里，一护也不再继续说下去，因为顶楼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有着还距离自己等人很近看，所以一护也就不再开口。当当当，放学的铃声，茶渡太虎提起鸟笼就往回走。一护看了一眼，并没有动弹，而是继续翻看着自己手中的书籍。一护，陆琪亚来到一护的座位上道。一护摇摇头道，不，暂时不用，在学院里面的话，我们随时能够赶上，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茶渡离开学院之后。说完，一护就站起来道，差不多了。陆琪亚一愣，却发现一护的位置是窗口，一眼就看到了茶渡，正和其他很多的学生一样走出学校。还是直接进行魂葬吧。陆琪亚跟在一护的身后道，这样跟着茶渡是没有用的，毕竟他也是要回家的，我们不可能永远跟着他。更何况指令神机没有发出任何的指令，也就是说虚根本就没有出现，还是抓住这个机会进行魂葬吧。你先回去吧。陆琪亚一护开口道，我会尽快找到机会的。白痴。陆琪亚大声的道，你根本就不能自己变成死神，万一虚出现的话，你该怎么办？放心吧。一护轻轻的一笑道，我已经找到了灵压的使用方式了，就算是在人体的情况下，我也能够使用破道，虽然还无法在人体的状态下使用高位的副道，不过对付一般的虚的话，一招破道的话，应该差不多够用了。说完，一护转过头看了一眼窗外，然后连忙拿起书包道，那就这样吧，我先走了，不然的话就追不上茶渡了。说着转身跑了出去。陆琪亚微微摇头，在考虑之后，他并没有去追一护，而是拿起自己的书包走出教室，看起来应该去订购一魂丸了。
不然的话，每天要跟着一护的话，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有时候不一定会有机会。一护跑出教室，连忙跟上了在前面的茶渡太虎。不过一护并没有太过于接近，只是远远的跟着，毕竟一护不知道虚什么时候来袭，所以一护只能这样跟着茶渡了。真是的，我记得以前看动漫的时候有看过这个镜头的，但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太认真的去看，现在剧情都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死神的大概路线而已。而且我并没有看过漫画，只看过 TV， 而 TV 之中很多是属于原创的，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混乱啊。茶渡手中拿着鸟笼，他并没有回家，而是朝着马路上走去，一护连忙跟上。当然了，双方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就算是茶渡停下来仔细寻找，也不可能发现一护的身影，而一护则是使用灵压，这才能远远的掉在茶渡的身后，而不被发现。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而茶渡却还在马路上游荡着，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吧。而一护依然远远的跟着茶渡，不过因为长时间跟着茶渡，一护的心里不自觉的有些松懈了起来。但是事情往往都是在这种时候发生的，虽然说起来太过于巧合，但是这是现实。就在一护刚刚有些松懈的时候，远处突然有一股灵压涌现出来，一护大惊。成为死神也有好几天了，一护自然知道这股灵压是来自于虚，而且还是属于那种有实力的虚。一护立刻朝着灵压的来源方向冲过去，因为这个方向正是茶渡所在的方向。砰！轰隆！当一护赶到的时候，一辆小轿车撞在了茶渡的身上，茶渡的整个身体飞了出去。看样子似乎是一起车祸，不过因为在大马路上，所以四周的人很多。有人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立刻拿出手机开始通知警方和医院。但是在一护的眼里却并不是这样，在一护的眼里，轿车虽然撞上了茶渡的身体，但是却无法将茶渡给撞飞出去，而且茶渡依靠的强悍体质，让轿车的车头变形。问题是就在这个时候，虚空之中凭空出现了一个爪子，直接打在了茶渡的背后，将茶渡打飞了出去。随即这只爪子就收了回去，消失在了虚空之中。而从头到尾，茶渡一直紧紧的抱着鹦鹉的鸟笼。可恶！一护朝着发生车祸的茶渡跑去，心中默默的道：果然是有虚盯上了那个鹦鹉，只是为什么会盯上那只鹦鹉呢？那个鹦鹉有什么秘密吗？茶渡，没事吧？一护跑到茶渡的旁边，轻轻的扶起茶渡。茶渡微微睁开眼睛看着一护道：一护，你怎么会在这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毕竟先送你去医院才行。一护开口道。几分钟之后，一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同时来到。茶渡上了救护车之后，一护则作为朋友和家属跟上了救护车。警车则停在一旁，开始询问四周群众当时的情况。当救护车停下来的时候，一护看着自己眼前的诊所有些无语，因为这是自己家的诊所，唯一的主治医生则是一护的老爸黑崎一心，护士则是一护的两位妹妹。怎么回事？一护黑崎一心看到一护立刻问道。是车祸。老爸一护扶着茶渡走下救护车道，他是茶渡太虎，和我是同班的同学，刚刚在马路上发生了车祸，一辆轿车冲他的身后撞了上去，先把他扶过去。黑崎一心开口道。夏梨、游子，先准备一些止血、止痛药，还有绷带。是。爸爸游子应了一声。一护扶着茶渡一边朝着床位走去，一边道：老爸，今天很忙吗？连夏梨和游子都过来帮忙了，毕竟一护家的诊所只是一个小诊所而已，自然没有专门的护士。虽然黑崎一心在医术界的名声不弱，不过大概是因为他不想让工作占据太多的时间，所以他对于家里的诊所并没有任何扩建的想法，也没有去大医院就职的念头。但是他高超的医术还是为他带来了不少的病人，算是吧。黑崎一心随口道。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特别多事啊，这已经是第好几起事故了，因此医院里面的床位竟然都安排满了，所以只能暂时安排到我们家里来了。好了，先来帮忙吧，好严重的伤势啊。黑崎一心看着坐在病床上的茶渡，然后解开茶渡身上的衣服，露出他后背上巨大的爪子伤口道：这种伤似乎不是车祸所能够造成的啊。一护，你是和他一同坐救护车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不，只是车祸而已。一护说道。好了，老爸，先帮茶渡治疗一下吧。黑崎一心看向茶渡，然后拿着止血棉开始替茶渡止血。茶渡看向一护道：一护，柴田泳衣呢？我放在玄关处了。一护开口道：毕竟你要治疗伤势，不能老是带着鹦鹉，等你治疗好了之后，我将它带过来吧。实际上一护在踏进家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原著之中，夏梨看到鹦鹉的时候，却因为某种原因看到了附在鹦鹉身上的柴田泳衣的记忆，结果造成了夏梨的生病，所以这次一护将那个鹦鹉放在了玄关处，为的就是不想夏梨因此发生什么。我已经没事了。一听到一护的话，茶渡立刻站起了一起，将自己的衬衫穿上道：那么打。只是还没有说完，茶渡的身体就僵住了，然后整个人倒了下去。真是的。一护上前扶住茶渡道：你今天还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游子，准备一个床位，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是。爸爸。游子应了一声。一护开口道：那么老爸，我们将茶渡扶进去吧。游子，顺便弄点东西给茶渡吧，我想他应该还没有吃饭呢。夏梨，你去帮帮游子吧。是，哥哥。游子第一时间应道，脸上挂着纯真的笑容。这个房间还是刚刚整理出来的，因为昨天晚上陆琪亚虽然爆出要和一护住一个房间后，但是黑崎一心还是带着夏梨和游子整理出了房间，结果刚刚好用上了。
一护将外面的鹦鹉拿进来，放在了茶渡的床边。谢谢。茶渡开口道，一护摆摆手道，没什么，你的伤势很严重，接下来还是好好的休息吧，不要想太多。我知道了。茶渡应了一声，一护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房间。情况怎么样？一护走出房间，陆琪亚已经站在房间门口了。须来袭击过茶渡了。一护将茶渡的房间门关上，然后才低声开口道，不过奇怪的是，那只须似乎并不想杀了茶渡，就好像是猫抓老鼠一眼，在戏弄而已，所以他并没有出现，只是从虚空之中伸出了一只爪子，攻击了茶渡一下而已。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根本就没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是对于茶渡恐怕休息一天就没事了。说完，一护微微的一顿道，须的目标很显然应该是茶渡所带着的那只鹦鹉，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想不用多久，那只须一定会再次来袭击茶渡的，到时候我就干掉那只须。不过还好明天并不需要上课，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陆琪亚应了一声道，这段时间我会尽量的跟着你的，不然的话你无法死神化，那就很麻烦了。哥哥，陆琪亚姐姐，吃饭了。游子穿着粉红色的护士服，手中端着食物走过来道，然后推开茶渡的房间，将食物送进去。走吧，先去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过会再说吧。陆琪亚应了一声。第二天，一护从床上起来，开始洗漱，很快就弄完了，然后开始吃早餐。一护看了一下正在吃早餐的几个人，随口问道，游子呢？早餐应该是他准备的吧？去叫茶渡同学去了。陆琪亚的脸上露出笑容，娇声道。听着陆琪亚的声音，一护的脸上十分的无奈。不好了，哥哥。这个时候，游子慌慌张张的跑过来道，那个茶渡哥哥不见了，而且窗户是开着的，好像是从窗口跳出去的。窗户？那可是2楼。夏里有些惊讶的道。不过一护可是知道茶渡身体素质的变态，别说是从2楼跳下去了，就算是从3楼跳下去都不会有事。我出去找找看。说完，一护不等其他人回应，直接跑了出去。陆琪亚也同样站起来道，我也去。说着连忙跟上了一护的身影。一护和陆琪亚两个人跑出家门，一护没有迟疑，直接伸手拉住陆琪亚的手，然后直接朝着前面跑去。喂，一护，我们分开两路去找，不是能够更快找到茶渡吗？一护没有回答，而是拉住陆琪亚跑到了转角，停下来道，陆琪亚，如果将灵鸦释放出去的话，是否可以找到茶渡和那只鹦鹉？白痴！陆琪亚怒声道，确实将灵鸦释放出去的话能够找到茶渡，但是这个城市这么庞大，有很多人都拥有一定的灵力，这些灵力将会妨碍你，就算是我全盛时期都不可能做到，现在的你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事情？只要可以就行了。一护开口道，然后微微的闭上了眼睛，身上的灵鸦开始涌现。白痴！陆琪亚大声的道，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陆琪亚的语调一变暗道，这个家伙的灵鸦好强。突然之间，一护的四周飘起了无数白色的绷带，如同蛇一般的凭空扭动。这是灵络，怎么可能呢？陆琪亚看着一护，心中震惊道，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将灵鸦视觉化凝视成灵络了。在这里，一护开口道，猛然伸出手抓住了一条绷带样子的东西道，我们走。陆琪亚。一护睁开眼睛，直接朝着他伸手的方向跑过去。这个时候突然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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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响起，一护的身影也停了下来。陆琪亚微微的一愣，然后连忙拿出自己身上的手机，打开一看到，一护，指令神机传来消息，很快就会有序出现了，而且出现的方向正好是你刚刚要去的方向。一护的瞳孔猛然一缩，心中已经明了，转身直接朝着那个方向跑去。陆琪亚深深的看着一护的身影，将手机，也就是传令神机放在了身上的口袋里后，连忙追了上去。对不起，都是为了我，大哥哥，我应该早告诉你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受了这么重的伤了。鹦鹉柴田勇一开口道，将我放下了吧，大哥哥，然后你自己走吧，这样你就不会有事了。躲在这里，暂时应该没事了。茶渡看着四周道，这是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有着各种施工器材，当然了，现在已经没有用了，四周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哈哈，昨天晚上被我攻击了一次，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难怪你的身上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茶渡面前的虚空突然产生了一阵阵的波动，然后一只手臂直接从虚空之中伸出来，然后整个身体直接从虚空之中探出来。这是一个类似于人形的须，而且体型并不大，只不过皮肤是绿色的而已。大哥哥，鹦鹉柴田勇一身体开始发抖。茶渡一愣，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毕竟茶渡现在还只是普通人而已，根本就无法看见自己面前出现的须。哦，我都忘了，你是看不见我的。须从虚空之中里出现，猛然跳到了茶渡的面前。轰隆一声，虽然茶渡看不见须，但是他却看得见眼前的地面猛然出现了2个巨大的脚印，而且茶渡一看这个脚印，就知道绝对不是人类能够造成的。虽然看不见我，但是在我吃掉你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我了，到时候不要吃惊啊。那么我开动了。须说着直接伸出手抓住了茶渡的身体。茶渡突然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抓住了自己的身体，将自己举了起来。好恐怖的力气！须看着茶渡暗道，我的力气虽然不大，但是也不是这些人类可以比拟的，他竟然能够从我的手中挣脱过去。不过说到底，他也只是普通的人类而已。想到这里，须再次张开自己那非常庞大的手掌抓向茶渡。小心点，大哥哥，他就是一直攻击我的人。鹦鹉柴田勇一开口道，所有持有我的人全部都被他给杀了。
砰的一声，刚刚张开手掌的虚，在听到鹦鹉的话之后，并没有在意，但是突然却感觉自己的掌心传来了一股巨力，随即剧痛从掌心传过来，巨大的力量让虚不自觉的后退了几步，打中了茶渡握着自己的右拳道：“不可能，他竟然打中了我，难道他已经看到我了吗？”虚惊疑不定的看向茶渡，但是这一眼这个虚就知道是自己过于担心了，因为茶渡不断的朝着自己的面前挥拳，虽然虚确实是站在茶渡的面前，但是双方的距离还有5米，茶渡就这样站在离虚5米远的地方，挥动着拳头。大哥哥，你在你面前5、6步的地方。鹦鹉柴田勇一开口道，茶渡一愣，然后猛然往前跑了5步，接着一拳打去，砰的一声，茶渡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拳头接触到了某样物体，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而已，但是他的拳头已经真实的接触到了。人类除了有视觉之外，触感也同样是一种感觉系统。茶渡一拳击中，不在原地停留，双手握紧拳头，不断的朝着前面攻击。而因为鹦鹉的提醒，然后被茶渡一拳打中脑袋之后，微微的愣了一下，然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眼前的人类不断的攻击过来，虽然只是一个人类而已，但是一次次的攻击却不断的击打在自己的脸上。虽然眼前的只是一个人类，除了给自己造成一点痛楚之外，根本就无法对自己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一股巨大的耻辱却涌上了心头。哼虚冷哼一声，向后一推，双手张开，双手上张开一对肉翼，然后双手一震，直接飞上了半空之中。而茶渡因为看不见，双拳突然击空，还以为对方退后了，连忙追上去，双拳连续挥出。可惜的是，虚虽然后退了，但是随即就飞了起来，所以茶渡根本就没有击中虚。不过虚因为猛然飞了起来，一时忘了他是在工厂里面，并不是在空地上，所以只听砰的一声，虚一头撞在了工厂的天花板上。要知道，这个工厂废弃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建设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才会被废弃的。现在虚一头撞上去，直接将上面的铁皮撞出了一个窟窿，双手上肉翼不再挥动，就这样卡在了那里。这样一来，就算是茶渡也知道虚的位置了。茶渡看了看上空，眼神看向四周，然后来到一个有他半个身体那么大的机器面前。要知道，虽然只有半个身体，但是这些机器里面都是属于很密集的金属零件，虽然体型不大，但是重量绝对不低。就如同眼前的这个机器，虽然只有茶渡的半个身体大小，但是重量绝对在数百斤以上，甚至可能达到半吨。茶渡猛然举起这个机器，然后猛然朝着被撞出窟窿的地方扔了过去。而虚在好不容易再将脑袋从窟窿里面拔出来，就看到一个黑影临近眼前，还没反应过去，砰的一声，直接砸在了虚的身上，然后连同机器一同掉落了下来。大哥哥，你好厉害！鹦鹉柴田勇一有些惊愕的开口的道。茶渡并没有回答，而是朝着鹦鹉走过去。因为茶渡的身影挡住了鹦鹉柴田勇一的视线，所以鹦鹉并没有看见倒在地上的虚已经重新站了起来，而茶渡更加是看不见虚也听不见虚的身影，所以虚站起来的时候，茶渡和鹦鹉一点都不知道。噗的一声轻响，茶渡毫无所觉，但是鹦鹉柴田勇一却看到了茶渡的后背沾上了好几只类似血吸虫的东西。大哥哥，小心！鹦鹉柴田勇一立刻开口道。但是一阵尖锐的声音传来，轰隆，茶渡的后背直接发生了小型的爆炸，茶渡身上有几只血吸虫就爆炸了几次。一个只会使用蛮力的家伙虚这才开口道，不过虽然你一切都只懂得用蛮力去解决，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你的灵魂味道不错，吃起来应该还算是美味吧。大哥哥，你没事吧？鹦鹉柴田勇一见茶渡重新站了起来，立刻问道。茶渡摇摇头，只是他的后背正缓缓的冒出烟雾，而且虽然重新站了起来，但是确实摇摇晃晃的。要知道，昨天晚上茶渡所受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呢，更何况现在又在同一的地方受伤，更是加重了茶渡昨天晚上所受的伤势。茶渡倒在地上，一时之间根本就无法站起来，他的背后一切血肉模糊，毕竟刚刚可是真实的爆炸啊！哼，浪费我的时间。虚开口道，不过味道应该还不错。等一下！鹦鹉柴田勇一大声的喊道。虚微微的停顿了一下，看向鹦鹉。鹦鹉柴田勇一看着虚道，我愿意认输，请你不要吃。大哥哥，你确定吗？小鬼虚看着鹦鹉道，一旦你认输的话，那么你的妈妈就永远不能复活了哦。妈妈！鹦鹉柴田勇一念了一句，看着茶渡不说话了，整个鸟头也都低了下来。呵虚轻笑一声，然后张开嘴，手握着茶渡朝着自己的嘴里伸出，破道之似白雷。突然一声怒喝，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直接击中了虚的手臂，然后将手臂穿透轰在了虚的下巴上，剧烈的痛楚，然后虚下意识的闭上了嘴巴，同时捂住了下巴。砰的一声，因为虚闭上了嘴巴，所以茶渡砸在了虚的脸上，然后掉了下去。不过这种程度对于茶渡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茶渡很快就重新站了起来。这股气味，这种能力是死神。虚猛然抬起头看向四周，对于茶渡则直接选择了无视。在哪里？给我出来！死神，快点出来，在这边！虚突然转过头大声喊道，同时双臂的肉翼一震，整个身体直接升上了天空。就在虚的身体上升的时候，一道寒光闪过虚的脚下，就差那么一点就能够击中虚了。果然是死神。虚飞上了空中之后，微微低下头看着身穿着黑色和服，双手握着一把大刀，一头橘色的短发的一护。虚一看到一护，眼神发出一道贪婪的光芒。好久没有尝过死神的味道了，上一次距离现在也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正好这次拿你开荤。哼！一户冷哼了一声，将手中的大刀扛在了肩膀上，伸手有事，中食指并拢指着虚道：想要吃我，那么就要看你有没有这种本事了。破道之丝白雷，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而虚却提早一步侧过了身体。这样一来，白雷只是擦着虚的手臂而过，将工厂的墙壁上击出一个空洞。至于虚只是有一点擦伤而已，真是卑鄙的家伙！作为死神，你们都这么卑鄙吗？虚看着自己的伤口，对着一户大声的吼道：卑鄙吗？哼！一户冷哼了一声，脚下一点，猛然跃起，手中的斩破刀朝着虚猛然斩去。虚一双肉翼一震，如果在地面上的话，我还忌惮你积分，但是在空中的话，这就是我的天下。说着，虚一双肉翼震动，躲过了一户的斩击，然后猛然朝着一户俯冲过去。但是一户的声音再次响起，破道之丝白雷，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刚刚俯冲过来的虚的肩膀直接被洞穿。因为肩膀被洞穿，虚直接失去了平衡，他的身体直接从空中落下。一户一紧手中的斩破刀，双眼紧紧的盯着虚。哼！扑虚身体不受控制之后，张开嘴吐出了一些如同血吸虫的东西。一户一愣，手中的刀锋一转，勉强在自己的四周形成了一个防护圈。噗噗噗，无数血吸虫被一户的大刀斩落，但是因为一户的大刀实在是有些过长，而且对方突出的血吸虫也太多了。虽然一户极力回转，还是有很多血吸虫穿过了一户所制造出来的光圈，不过就算是这样，这些血吸虫也无法靠近一户，只能落在一户的身边。但是如果想要靠近的话，会立刻被一户劈成两半。好厉害！鹦鹉柴田勇一开口道：大哥哥，那位哥哥好厉害，你能够看得见吗？茶度有些惊讶的道。鹦鹉柴田勇一点点头道：我能够看得见。大哥哥，那位大哥哥就是昨天的那位大哥哥，我们还在大哥哥的家里住了一夜呢。他拿的那把刀好大，而且身上的黑色和服也很帅气。一户，茶度微微一愣，眼神之中很明显闪过一丝的愕然。这个时候，陆琪亚走进工厂，他的右手上戴着死神手套，看了一眼道：茶度同学，快点过来。茶度看向陆琪亚道：转学生，好了，别说废话了，快点走吧。陆琪亚直接打断了茶度的话道：如果你想死的话，那么就留下来吧。我知道了。转学生茶度微微点头，然后看向另一边道：但是一户该怎么办？这种虚，一户很容易救。陆琪亚说着猛然卡壳，然后惊愕的看着茶度道：你能够看得见一户？算是吧。茶度点点头道：黑色的和服，还有那把大刀。转学生，还有那个怪物。转学生，你应该知道这一切的情况吧？切，又一个可以看得见灵的人类吗？陆琪亚随口道，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个画板，很快就将画板画满。说实话，但是实际上陆琪亚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说实话，还不如说是涂鸦呢，甚至一些有天赋的孩童都比他涂鸦的更好。你看到的怪物，我们将之命名为虚。陆琪亚拿着画板道：虚会攻击人类，吞噬人类的灵魂，也就是俗称的恶灵。当然了，他们主要攻击的就是已经死去的人类的灵魂，因为对于灵魂，他们可是直接吞噬，对于人类则不行。不过这样是在相对的情况下，很快而一户，那是死神化，说白了就是一户的灵魂，本来只是普通的人类灵魂的，死神化之后，它会变成死神，而死神就是为了保护人类和人类的灵魂和需作战的人的统称。死神，茶度念了一次，同时无视了陆琪亚手中那可笑的涂鸦作画，然后道：死神很危险吧？当然了。陆琪亚一见茶度，并没有对自己的画吐槽，立刻精神一振，手中的画笔连动，瞬间就完成了手中的画。当然了，是涂鸦画。陆琪亚指着画道：死神长时间要和虚作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虚干掉了，而且一旦被虚打败的话，那么死神就会被虚吞噬，用来增强虚本身的力量。所以死神在和虚的战斗之中是不能败的，一旦失败，那么就代表不仅仅只是生命，就连灵魂也都会完全消失，是吗？茶度念了一句，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改变。转学生，一户变成死神已经多久了？也不是很久。陆琪亚沉吟了一下道：大概就是我进入学校的前一天，还不到1个星期吗？茶度念道：那么转学生，你和一户是什么关系？他会成为死神，应该和你有关8日。陆琪亚微微的一愣，右手微微一紧口袋里面的某样东西，迟疑了一下，陆琪亚将右手从自己的口袋里面伸出来，只见右手上空空如也，并没有任何的东西。陆琪亚微微伸出手道：我先自我介绍一样，我的名字是朽木陆琪亚，是尸魂界派来驻守在空座艇的死神，我的职责是保护空座艇的人类灵魂不被虚吞噬。不过在一次和虚的战斗之中，我被虚打败了，但是一户出现了，因为一户的灵力非常高，能够看见身为死神的我和虚，我们2个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死大于生的决定，将一户变成死神。因为从来都没有过人类变成死神的先例，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否会成功，但是如果一户能够成为死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一户都做了相同的决定。结果一户成为了死神吗？茶度开口问道。接着茶度看向陆琪亚道：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你应该有很多办法不回答的吧？陆琪亚点点头，然后看向还在和虚战斗的一户道：世界上有很多高灵力的人类，他们都可以看见人类或者死神，所以为了防止人类将我们的消息泄露出去，所以尸魂界开发出了一样东西。
记忆迟缓器没有太大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消除人类一定时间的记忆，然后这段时间的记忆则随机插入一段。比如之前井上之基也遇见过虚，被虚袭击过，同时被袭击的还有有泽龙贵，不过井上之基的运气没有你那么好，他直接被虚杀掉了，从而只有灵魂的他看到了死神化的一护和虚。不过还好他的因果链并没有断，我和一护勉强将他救了回来。随后我就对他使用了记忆迟缓器，他的记忆就被代替了。茶度沉默了下来，看着陆奇亚道：“你也要对我使用这个吗？”布鲁奇亚摇摇头道：“一护不准我对他的朋友使用，就如同之前一样。当有泽龙贵再次发现一护是死神后，一护虽然让我先走，但是我却并没有离开。一护不但没有对有泽龙贵做出任何事情，甚至还对他全盘托出，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有泽龙贵。所以你才会将这些事情告诉我吗？”茶度问道。陆奇亚点点头道：“没错，既然这件事情你们已经有一个人知道了，那么一个人知道和两个人知道也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一护说过你是他信任的同伴，所以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姐姐突然鹦鹉柴田永一开口道：“你刚刚说那个井上之基被杀死，然后你们救活了他，对吗？”陆奇亚点点头道：“算是吧，不过实际上那一次之基并没有真正死去，只是灵魂被打出了身体而已，而且他的因果链并没有弄断，这样我才能够将他救活的。如果因果链断了的话，别说是我了，就算是尸魂界所有的人都不可能让他复活了。”因果链？鹦鹉柴田永一立刻问道：“因果链是什么？给我去死！”突然一护一声大喝，一连3道白雷闪过，2道白雷直接洞穿了虚的一对肉翼，剩下的1道直接将虚的身形打乱。一护手握着巨大的斩破刀，在虚失去平衡的时候，猛然刺进了虚的嘴里，斩破刀直接从虚的后脑冒出来，随即虚的身体慢慢的开始消散。突然地面开始发生了震动，就在所有人错愕的时候，虚的身后地面突然裂开，几道粗大的锁链突然延伸出来，瞬间就将虚给捆绑住。接着一道巨大的门从地面里升起，这是怎么回事？陆奇亚一护开口问道。陆奇亚看着升起的巨大的门以及门上的骷髅标志，开口道：“这是地狱之门，用斩破刀砍掉虚，能够净化虚的罪恶，但是这只限于他死后成为虚之后所犯下的罪恶，他生前所犯下的罪恶，则会让他们在地狱之中承受痛苦来洗清罪恶。只有等他们洗清了生前所犯下的罪恶，才能离开地狱进入尸魂界。”原来如此，一护说道，然后伸出手道：“哟，茶度，你没事吧？”虽然一护在战斗，但是却也听得到陆奇亚他们的对话，所以知道陆奇亚以及对茶度说了一切，于是便直接过来打招呼，只是茶度却看着前面，没有丝毫的反应。一护和陆奇亚一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陆奇亚笑着对茶度道：“好了，茶度，我们走吧。”一护已经先一步离开了，毕竟他现在可是死神状态啊，无法和你说话是吗？我知道了。茶度微微点头开口道：“那么我们走吧。”说着茶度就想要去踢鹦鹉柴田永一的鸟笼，但是却发现鹦鹉柴田永一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却无法说出来。茶度同学陆奇亚突然转变语气，声音娇媚的道：“你不觉得欺骗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吗？”大哥哥鹦鹉柴田永一开口道：“那位大哥哥就站在你的面前。”茶度一愣，不知道该说什么。陆奇亚眼看就要暴走，一护连忙上前拦住了陆奇亚道：“好了，陆奇亚，别生气了，反正就如同你说的那样，龙贵已经知道了，就算是茶度再知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气死我了，我不管了。”说着，陆奇亚猛然挣脱一护的双手，离开了。一护微微捂着额头道：“我先去变回人类吧，你们跟我来吧。”虽然茶度听不见一护的声音，但是鹦鹉柴田永一却能够听见。他将这句话转告给了茶度，茶度点点头，接着茶度在鹦鹉的指示下，跟着一护离开了工厂。茶度看着坐在座位上的一护，脑中却是不断的浮现昨天工厂外面一护对他说的话，他从来就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发展。没一会，下课的铃声响起，所有的学生都出去吃午餐了，而一护再次被陆奇亚强行拉了出去。茶度迟疑了一下，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来到直基的座位旁边道：“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可以来一下吗？”当然了，茶度并不是对直基说的，而是对着正和直基说笑的龙贵说的。茶度同学龙贵微微的一愣，看着有着将近2米身高的同学茶度太虎，迟疑了一下，点点头道：“可以，茶度同学。”接着龙贵对着直基道：“那么直基，我和茶度同学去一下。”两个人离开了教室，很快就来到了顶楼。操场上虽然四周有不少在树荫下在草地中吃着午餐的学生，但是只要稍稍离得远一点的话，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人听得见他们说话。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问我吗？茶度同学。龙贵看向茶度主动开口道，因为他知道茶度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如果等他主动开口的话，可能需要不少的时间，所以龙贵主动开口。是有关一护的事情，茶度开口道，但是龙贵的脸色却是一变，然后小心的看了看四周，确定四周根本不可能有人听得到自己两个人的声音后，才开口道：“茶度同学，和一护有关的什么事情？”茶度很明显的看到了龙贵的脸色变化，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茶度还是开口道：“前天我得到了一个鹦鹉，你还记得吗？”记得。龙贵点点头道，因为茶度尼克很喜欢各种小动物，不过从来都没有带到学校里面来，前天却带着鹦鹉来到了学校，所以我稍稍注意了一下。茶度点点头道，那只鹦鹉身上附着一个叫做柴田永一的灵魂，有一个怪物盯上了它，
同时会杀掉它的持有者。是一护救下了我，但是当时我根本就看不见一护以及那个怪物。可是永义将这一切告诉我之后，一护也主动跟我说了他成为了死神这件事情。接着他说过，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你也知道了啊。龙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道，几天前我也被虚，也就是那种怪物袭击过，是一护变成死神救了我，而且几天前织姬也被虚袭击过，同样是一护救了织姬。你能够看见变成死神的一护吗？茶渡问道。龙贵点点头道，看得见，本来是看不见的，但是在被虚袭击之后就突然看得见了，同样的也能够看得见四周漂浮着的那些幽灵，听得见他们的声音。是吗？一护被露琪亚拉走，露琪亚拉着一护来到教学楼的后面，因为中午的缘故，这里并没有什么人，大家都在吃午餐，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草坪，所以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来。干什么？露琪亚一护看着露琪亚道，急急忙忙的将我拉过来。接着露琪亚直接扔出一个东西，一护伸手接住，只见是一个可笑的鸭子形状的儿童糖果桶。一护额头上冒出一滴冷汗，看着露琪亚道，喂喂，露琪亚，没想到你还喜欢这种儿童糖啊，真是看不出来的。不过为什么要给我啊？我可不喜欢这种东西。白痴！露琪亚大声的道，这可不是什么儿童糖。算了，你还是直接拿出一颗来吧。是一护毫无诚意的应道，然后将这种鸭子放在自己的掌心，按了一下鸭子的脑袋，只见鸭子的嘴里吐出了一个浅绿色的圆形糖果一样的东西。随后一护摇了摇手中的鸭子桶，却发现里面已经空了。一护随手就将这个东西给扔了，砰的一声，刚刚好扔进了垃圾桶里面。露琪亚指着这个东西道，听清楚了，一护，这个东西是尸魂界开发出来了，是为了给进入异骸的死神使用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死神都会永远保持着死神状态进行任务，有些死神会进入异骸之中，尝试着普通人类一样的生活，而且有些任务也必须进入异骸之中才能进行。但是进入异骸之后，并不是那么容易再次变成死神的，而且进入异骸之后就会别人看到，但是当成为死神之后，那么异骸就会如同死尸一样的躺在那里，这样很容易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所以尸魂界技术开发局就开发出了这个东西，当进入异骸的死神继续进行死神化的时候，就吃下这个，那么他就会成为死神。同时异骸之中也会注入一个暂时的灵魂来替代原本的灵魂，这样的话就不会对任何社会造成任何的影响了。说着露琪亚开口道，因此这个东西被称为异魂丸，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当死神进入有着异魂丸的身体之后，异魂丸就会再次吐出来。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算是我不在你身边，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变成死神了。异魂丸一护念了一句，在听到露琪亚解释的时候，一护想起了原著之中的这个剧情，他知道手中的这个并不仅仅只是异魂丸而已，更是一个被一护取名叫做魂的改造魂魄，而且将来是一护的一个伙伴。迟疑了一下，一护张开嘴，直接吞掉了手中这颗改造魂魄。砰的一声，死神化的一护直接从身体之中脱离出来，但是一护的身体可却并没有倒下去，而是重新站了起来，对着一护敬礼道，你好，主人。哔哔哔哔，露琪亚手中的指令神机发出了声音，露琪亚开口道，正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你了，我们走吧。一护是，请安心的去吧，主人，这里就交给我了。魂满脸笑容的开口道。一护深深的看了一眼，这句话还真是别扭啊，不过算了。对了，以后那你就叫魂吧，还有不要给我惹麻烦。转身跟着露琪亚离开了魂吗？看着露琪亚和一护的身影已经消失了的魂，站在原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才开口道，算了，不论怎么样，你都是主人，那么就听你的好了，以后我就叫魂好了。还有，谢谢主人，你的身体了，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说着魂轻轻的踢了踢腿道，这副身体的素质还真是好呢。猛然魂双手插在了口袋里面，身体微微下弯，猛然发力，修魂整个人直接跳到了教学楼的顶楼。我自由了，魂大声的喊道，然后毫无目的的朝着发着疯。喂，露琪亚一护手持着大刀，将一只虚砍成两半，消散于空中，对着身后的露琪亚道，那个异魂丸不会用我的身体做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吧？我的心里总是有种不安啊，放心吧。露琪亚随口道，异魂丸可是已经完全成熟了的东西，里面的灵魂是制造出来的一种残缺的灵魂，服从主人命令就是他们脑中最深的想法，至于其他的小缺点就不要去计较了。相比这个，今天竟然一下子出现了5只虚，这种情况很少见啊。破道之4白雷一护的手指上一道雷光闪过，直接将一头虚脸上的面具洞穿。在这指虚消散的时候，一护猛然一纵，身体飞纵而起，轰隆一只爪子砸在以后之前所站的地方，一护在空中猛然转身，手中的斩破刀斜斜的劈在虚的脑袋上，这只虚同样消失。破道之31赤火炮露琪亚大声的喊道，他的手掌里出现了一颗红色的火球，猛然的轰在了一只虚的脸上，直接将虚打散。最后一只虚也没撑多久，很快就被一护一刀看成了2半。终于搞定了，我们回去吧，露琪亚。一护将自己的斩破刀放在了自己的背后道，我心中的不安已经越来越强了，恐怕魂已经弄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我不是说过了吗？异魂丸是已经成熟的技术，不可能会出事的。露琪亚毫不在意的道，一护摇摇头道，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吧，下午的课快要开始了，如果再在这里停留的话，恐怕赶不上下午的课程了。
而且反正虚已经干掉了，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陆琪亚迟疑了一下，点点头道：“也是，毕竟我现在还是学生，好吧，我们回去吧。”两个人迅速朝着学校而去。一护本来已经忘了魂在得到了自己的身体之后会做些什么，毕竟对于动画已经看得太久了，这些细节早就已经忘了。但是在和虚的战斗之中，一护开始慢慢的回想起穿越之前所看的动画，知道魂惹出了不小的麻烦，所以才会这样急急忙忙的想要赶回去的。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伪装成一护？当一护和陆琪亚刚刚回到学院的时候，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陆琪亚微微一愣道，看起来似乎是真的出事了。一护，我从教室门进去，你直接从窗户进去，防止对方逃走。说完，陆琪亚直接朝着教学楼跑去。一护点点头，利用灵压猛然一纵，整个身形猛然腾空而起。当一护跳到自己班级的窗口的时候，却刚刚好看到龙贵手握着一张桌子，朝着在一护身体中的魂砸去。真是的，你未免也太会给我惹麻烦了吧！魂！一护站在窗口开口道：“是你。”魂看到一护，微微一惊，转身想要逃走，但是他的退路上，陆琪亚打开了教室的门，挡住了他的退路。别想逃！一护看到死神状态的一护，龙贵立刻开口道，但是他却无法说出任何的话语，在喊了一句一护的名字之后，就再也说不出来了。又一护随口和龙贵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将目光放在了自己面前，控制着自己身体的魂道：“好了，你现在似乎应该将身体还给我了吧？”魂不要，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么好的身体，才不会那么容易就还给你呢。魂大声的吼道，然后直接朝着一护冲了过去。陆琪亚一惊，立刻朝着魂追过去。一护看着冲过来的魂，微微向后退了一步，避过了魂踢过来的脚，然后微微伸手抱住这只脚。只是魂身体一转，直接将脚从一护的手中抽了出来，同时猛然一转，刚刚抽出来的脚直接朝着陆琪亚抽过去。砰的一声，陆琪亚双手交叉挡住了魂踢过来的脚，但是却无法承受那巨大的力量，整个身体直接被踢得倒退，一退就是好几步，而魂则趁机从陆琪亚的身边逃了出去。离开教室之后，立刻从走廊之中跳了出去，落在地上之后，双脚发动，如同机械一般高速的运转起来，让人根本就看不见他的双脚，迅速的离开了原地。没事吧？陆琪亚一护来到陆琪亚的身边道，同时朝着他伸出手。陆琪亚将手放在一护的掌中，站起来道，没事，我们还是快点去追吧。一护点点头，然后和陆琪亚一同离开了教室，朝着魂最后离开的方向追过去。陆琪亚，你不是说异魂丸是很成熟的技术吗？四周已经没有人了，所以一护才开口问道。那不是异魂丸，陆琪亚微微摇头道，那个是改造魂魄，而且是脚力加强的改造魂魄吗？一护念了一句。陆琪亚开口道，尸魂界曾经有过一项坚冰计划，因为在和虚战斗的过程之中，很多死神都纷纷的丧生了，后来不知道是谁提出了这个坚冰计划，就是在死去而失去灵魂的人肉身上注入战斗用的灵魂，根据注入灵魂的不同，肉体某部分会得到超人般强化，有些则是力量的强化，有着则是速度的强化，刚刚那个很显然是脚力的强化，所以这样设计出来的战斗，用魂魄用来当做和虚战斗的坚冰，尸魂界将之命名为坚冰计划。一护一脸不屑的道，切，说什么坚冰计划，无非就是给自己制造肉盾和炮灰而已，还有将你那话收起来吧，我听得懂你说的话，不用专门给我画出来，真是太失礼了。陆琪亚大声的开口道，我这么辛苦的画出来，你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感激。是一护一脸无语的道，那么后来呢？后来陆琪亚迟疑了一下道，据说是因为这项计划太不人道了，毕竟身死后还要亵渎他们的肉体，这对于死者以及死者的家属来说都太过于残忍了，所以这项计划很快就被废止了，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同时也下令将当时已经制造出来的改造魂魄全部销毁。全部？一护再次确认道。陆琪亚点点头道，是的，全部，没有任何一颗剩下，但是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会出现遗漏，不过也有可能，毕竟当时制造出来的改造魂魄的数量不少，出现一颗的遗漏而没被销毁，似乎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事情出现一次就一具是很稀少的事情了，绝对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只是没有想到这次竟然刚刚好让我们遇上了。也就是说，那家伙是你们尸魂界高兴而随随便便的制造出来，然后再因为你们尸魂界不高兴，随随便便的毁掉吗？一护看着陆琪亚道，这种行为还真是不能让人接受。啊，你这样说也没错。陆琪亚点点头道，然后随即看向一护道，虽然不想接受，但是却没有办法，这是尸魂界的规定，所以只能遵从。而且你别忘了，一护，尸魂界的规定本类就是为了保护你们人类而定制的，所以改造魂魄毕竟毁灭。好了，快走走吧，你不想要回自己的身体了吗？一护点点头。另一边，魂正在一所小学的围墙上，围墙下面3名学生正在玩掌上游戏，其中一个小孩抱怨道，喂，这家伙又输了啊，好好的给我战斗啊，真是的，也不想想是谁将你制造出来的。呵呵，我可是又赢了哦。旁边一个孩子接口道，算了，将你清除掉好了。之前的那个孩子开口道，这种不听主人话的家伙，还是去死好了。真的消除掉了有什么关系？再做一个更好的不就行了吗？哈哈。听着几个孩子笑声，魂不断的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心中的怒气不断的上升，猛然的跳出来，一脚朝着3个孩子踢去，砰的一声，
一护双手架住魂的脚道：“喂，够了吧，别闹了！”砰的一声，魂再次对一护发动了攻击。因为是脚力强化的关系，所以魂的攻击基本上都是以踢击为主的。不过对于一护来说，他的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力量太弱了，一护很轻易的就能够挡住他的攻击。可恶，魂开口道，然后转身朝着几个孩子踢去。一护微微皱眉，立刻上前挡在了3个孩子的面前，但是魂只是虚晃一枪而已。趁着一护挡在几个孩子的面前的时候，魂迅速的向旁边退走。哔哔哔哔，路奇亚手中的指令神机再次发出指令。一护迟疑了一下，路奇亚看了一眼道：“是虚，就在这附近，我们走吧。”一护微微点头，实际上一护已经想起了这部分的剧情，同时也知道了接下来的情况。他知道自己身后的几个孩子会被袭击，然后被魂所救。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魂才会保存下来，作为一护的同伴。一护并不想去改变这个事情，所以在迟疑了一下之后，一护就转身跟着路奇亚离去了。过了没一会，路奇亚的指令神机就已经没电而停止工作了，也因此一护和路奇亚因为得不到虚的下落而只能四处徘徊。魂实际上并没有离开太远，他在逃走的时候也听见了指令神机的声音，他也知道虚即将出现，他想要知道一护在这种情况是怎么选择的，所以他留了下来。看着一护知道虚即将出现就放弃了追过来后，魂只能看着一护离去的背影道：“白痴，明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追上我的，竟然还放弃了，下次想要找到我可没那么简单了。这就是我的主人吗？真是一个超级大白痴。”虚空之中突然出现了一片黑暗，然后一头虚钻出了虚空，目标直指下面的3个孩子。魂一看，迟疑了一下，看向四周道：“白痴，那个家伙去哪里了？为什么还不过来？再不来的话，那3个可恶的小鬼就要被这只虚给吞掉了。”而下面的3个孩子则一点察觉都没有。轰隆的一声，眼看着虚就要吃掉那3个孩子了，魂终于忍耐不住，冲了出来，他一脚将虚给踢倒在地上，砸出了如同爆炸一般的巨大声音。可恶，你这家伙居然敢来打扰我！说着，虚的触手朝着魂击射而去，魂猛然一纵，避过了攻击过来的触手，但是四周的触手实在是太多了，魂在避过之后，肩膀直接被虚的触手洞穿。虚举起触手，将魂拿到自己的嘴边道：“没有实力的家伙竟然还敢来打扰我进餐，真是不知死活，说的一点都没错。”破道之似白雷，一道白色的光芒激射而来，直接将虚的触手洞穿。因为剧烈的痛楚，虚的触手迅速的抽了回来。一护的身形从上空出现，双手握着斩破刀，然后猛然的斩了下来，直接将虚的整个脑袋斩落。一护将斩破刀背在了身后，然后朝着魂走过去道：“你这家伙，你以为你是在用谁的身体啊？而且你不是讨厌那3个家伙吗？不是还想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吗？你为什么要去救他们呢？有什么不对吗？”魂坐在地上开口道：“如果不去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死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死在我的面前。”说完，魂顿了一下道：“从我被制造出来不久，尸魂界就下达了毁灭改造灵魂的命令，也就是说，我出生的第2天就已经是我的死期了。我每天都在药丸里面害怕的发抖，每天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个的减少。后来好不容易混在了其他的异魂丸之中，逃了出来。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也害怕哪一天会被发现而销毁。就在害怕之中，我每天都在想，为什么我的生命要由别人来决定？为什么啊，不能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呢？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这都只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我不想被杀，我也不想看到任何人被杀。这有什么不对吗？”一护并没有开口。哎呀呀，原来你在这里啊！带着一丝调笑的声音，一双目击，一顶白绿相间遮住眼睛的帽子，手握着一根手杖的中年男子，正是浦原喜助。他来到一护和魂的身后，对着一护道：“真是不好意思啊，客人，因为我们店员的失误，所以一不小心将残次品当作优等品出售给了你，我们这就收回，同时作为歉意，我们将用这个来赔偿您的损失。”说着，浦原喜助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兔子桶的东西。魂有些惊恐的看着浦原喜助：“啊，是恰比。”路奇亚一脸惊喜的开口道，而一护的额头上则冒出了一滴冷汗。啊，因为是道歉，所以小店特意准备了这个，要知道这个可是很难弄到手的，我可是连这个都拿了出来了。可恶，魂转身想要逃走，但是却突然发现一个身材十分高大的大叔出现在他的身后，正是浦原喜助的对手卧灵铁斋。同时，魂的两边分别出现了一个手拿狼牙棒的正太，以及拿着一个全部用绷带缠住的长条形东西。你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我，改造魂魄先生。浦原喜助看着被完全包围的魂，笑着开口道。突然间，魂猛然一咬牙，看向四周，想要挑选一个方向突围。不过一护伸出手拦在魂的面前，魂看着一护吼道：“喂，你这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一护摇摇头道：“没什么，不过你稍安勿躁，魂，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怎么说，我也算是你的主人啊。你这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魂看着一护道。一护向前一步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阁下应该是浦原商店的老板浦原喜助吧？”浦原喜助手握着拐杖，在自己的背上轻轻的敲着道：“哎呀呀，还真是难得啊，没想到黑崎先生竟然知道我的存在，真是令人激动了。那么有空请来光顾在下的小店吧。”说完，浦原喜助手中的拐杖一甩，砰的一声，拐杖瞬间穿过魂的额头，一颗淡绿色的药丸就脱离了出来，然后一护的身体就倒在了地上。
好快的速度！一护微微的眯起眼睛，看向浦原喜柱暗道：刚刚那次动作，我根本就没有看清，不应该说连反应都没有。这个家伙果然如同我记忆之中的一样。收回完成，浦原喜柱拿起药丸道：那么在下就先告辞了。说完，浦原喜柱转身想要离开，同时手中的药丸在手掌上一甩一甩的。浦原喜柱先生是开店的吧？请问作为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一护看着浦原喜柱离开的身影，开口问道。浦原喜柱微微的一愣，看向一护，迟疑了一下道：作为商人最重要的吗？品种繁多的商品吗？又或者是高贵的奢侈品，还是宽阔的店面，高素质的店员？是诚信。店长一护开口道：商人以诚信为本，才能在商界立足。同时一步步朝着浦原喜柱走去。哦，黑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啊。浦原喜柱有些惊喜的道：店长，作为一位有诚信的商人，似乎不该强行将已经出售了的商品拿回去吧。说着一护猛然出手，将浦原喜柱手中的淡绿色药丸抢了回来道：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应该是陆奇亚在店长您的店里面买下来的吧，而陆奇亚将它交给了我使用，也就是说我可以决定这颗药丸如何使用，不是吗？店长这个……浦原喜柱迟疑了一下道：但是作为诚信为本的商人，发现误将残次品出售之后，不是应该将残次品收回来，同时对顾客进行赔偿，不是吗？是这样没错。一护点点头道：但是如果是顾客偏偏喜欢这个残次品的话，那么就是另一种说法了。而现在店长，虽然我手中的是残次品，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所以不用您进行赔偿了。正所谓顾客是上帝，店长，顾客喜欢，你总不至于强行夺走吧？但是浦原喜柱迟疑道：但是尸魂界的规定，改造魂魄毕竟销毁，虽然要诚信为本，但是我也必须遵守法律才行啊。黑崎先生这里可是现实灵法师管不到这里的。陆奇亚开口道：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需要遵守尸魂界的规定，而且一护并不是死神，也不需要遵守尸魂界的规定。喂，朽木小姐，你要知道，如果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可不会出面哦。浦原喜柱开口道：这就不需要你来担心了，我会处理好的。陆奇亚直接开口道。浦原喜柱耸耸肩笑着道：既然客人满意，而又愿意承担可能的后果，那么在下自然是无可无不可了。下面就没有在下的事情了，在下先走一步了。说完，浦原喜柱带着自己店里的店员离去。只是在他离去的时候，深深的看了陆奇亚一眼。一护把玩自己手中的绿色药丸，然后上前慢慢的融进了自己的身体之中。可恶，还真疼！一护从地上站起来，因为自己的身体被魂控制的时候受了不轻的伤势，现在一护回到自己的身体，自然感受到了那剧烈的痛楚。好了，别抱怨了，我已经替你治疗过了，很快就能够恢复的。陆奇亚将双手从一护那被洞穿的肩膀上拿回来道：不过你为什么要救下那个改造魂魄？没什么。一护随口道：只是我无法接受尸魂界的所谓规定而已。而且改造魂魄也是有生命的，如果这样随意的毁灭的话，那么和那些需吞噬灵魂又有生命区别呢？是吗？陆奇亚随口应了一声，并没有多说。走吧，已经很晚了，我们该回去了。一护点点头，站起来，手中握着魂的药丸道：喂，陆奇亚，这个要怎么使用呢？怎么使用？只要注入没有灵魂的肉体之中就行了。陆奇亚开口道：没有灵魂的肉体吗？一护念了一句，然后看向四周，很快就发现了在旁边的垃圾堆里面一个被人扔弃掉的金黄色类似狮子的布偶。一护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笑容，直接将这颗药丸给塞进了布偶的嘴里。过了一会没有任何的反应，白痴，放在布偶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效呢？陆奇亚在旁边喊道。一护当然知道这是有效的，不过只是因为第一次放进去，所以需要一点时间来反应而已。于是一护拿起布偶上上下下不断的甩动着，果然没一会，布偶就大声的喊道：好疼！一护你这个白痴！在陆奇亚惊愕的眼神之中，魂脱离了一护的手掌，跳到了地上，指着一护道：一护，我要和你单挑。但是魂突然发现自己眼前的一护就如同一个无比高大的巨人一样，好大啊！不对，是我变小了，这是怎么回事？说着魂一边摸着自己的身体道：我怎么会变成布偶了？一护的脸上挂着笑容道：好了，慢慢适应你的新身体吧，还有好好适应你的新身份。说完，一护站起来道：走吧，陆奇亚，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心情好了很多呢。陆奇亚看着变成布偶的魂，露出一丝的笑容道：好，不过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去做。一护微微一愣，随即点点头道：回家后我会给你留晚餐的。陆奇亚微微点头，然后转身离去。喂，一护，他去干什么？魂跟在一护的身后问道。干什么？一护说道，然后狠狠地将魂踩了一脚道：还不是去收拾你闯的祸了吗？你说说看，你在学校里面惹出了多大的麻烦？对不起，魂被一护踩在地上开口道。接着魂再次站起来，然后一把跳上了一护的肩膀道：不过说起来，一护，你班级里面的女生素质都很高啊，有阴气型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类型啊。一护，你是1年3班的学生，这真是太幸福了。砰的一声，一护一拳将魂打飞掉了。怎么回事？一护躺在床上微微睁开眼睛暗道，心中的这股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强烈的不安呢？这个时候一护看向旁边的闹钟一眼道：时间这么晚了啊，必须起来去学校了啊。只是一护刚刚睁开的眼睛再次闭了起来。一护突然被注入布偶的魂扑到一护的脸上道：快点起床了，你要去学校了，
不然的话就会迟到了。但是一护并没有任何反应。喂，不要无视我啊！魂不断的用自己的棉花拳头狂揍着一护，不过毕竟是棉花拳头，只能给一护带来一丝如同按摩的冲击。快点起床，不然的话我就躲进你的书包里面，跟你一起去学校，然后一护，你学校里的同学就会发现我，然后就会说一护，没想到你竟然还喜欢小孩子的布偶，然后你……一护猛然伸出手抓住魂道，你啰嗦死了。然后一护直接将魂给扔了出去，吵死了。壁橱里面的露琪亚猛然打开壁橱，但是入眼的却是一团金黄色的东西，几乎下意识的露琪亚直接一拳将这团金黄色的物体给打了回去。一护一愣，右手一挥，砰的一声，只见魂直接被打到了一个角落里面。你们！魂站起来指着露琪亚和一护道。露琪亚穿着衬衫和校裙，校服的裙子从壁橱里面出来道，真是的，一大早就这么吵，害得我都不能好好的换衣服了。说完，将自己手中的校服披在了身上，开始穿起来。不过可惜，她的身材虽然对于15岁的女高中生来说不错，但是也仅仅只是不错而已。对于一护来说，和织姬龙贵比起来，并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一护无视了旁边的露琪亚，暗示穿起自己的衣服。哥哥游子推开门走进一护的房间，然后才开口道。看清了房间里面的情景后，游子笑着道：“露琪亚嫂，不，现在应该还是露琪亚姐姐，你也醒了，早饭已经做好了。”听着游子的话，一护额头上直接冒出3条黑线。而露琪亚的脸色也不太好看，不过游子并没有看出两个人的脸色不对，转过身想要离开，但是却突然发现了在墙角里面的魂，好可爱。游子看到魂立刻发出一声赞叹，然后上前拿起魂，魂自然是装成普通的布偶。游子抱着魂道：“哥哥，这个布偶是你的吗？”不是。一护立刻开口道，然后上前抚摸着游子的小脑袋道：“是我给游子的礼物。”礼物，谢谢哥哥。游子蹭着一护的手掌，听到一护的话，立刻应了一声，然后笑着跑掉了。魂在游子不注意的时候，双眼幽怨的看着一护。一护则直接给了他一个眼神警告，只要看到游子，心里的不安就会减少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的不安呢？一护看着游子离去的身影道，自从成为一护之后，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似乎是我忘记了什么不该忘记的事情。好了，快点走吧，一护，不然的话，去学校真要迟到了。露琪亚开口道。一护迟疑了一下，点点头，然后开口道，对了，露琪亚，你昨天都已经让我班级的同学忘记那些事情吧？虽然一护并没有说仔细，不过露琪亚早就已经了解仔细了。啊，露琪亚点点头道，我已经用记忆迟缓器让他们忘记了这段事情了。不过，露琪亚微微迟疑，一护一愣，随即问道，不过什么？没什么。露琪亚微微摇头道，对了，有泽龙贵和茶渡太湖2个人，我并没有让他们忘记这段事情，只是让他们别说出去而已。一护点点头道，这样就行了。我相信龙贵和茶渡，他们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才对。然后一护微微摆手道，好了，露琪亚，我们去吃早餐吧。露琪亚微微点头，但是她却低着头，似乎正在想什么事情。而在露琪亚前面的一护并没有看见，不然的话一定会出口询问的。露琪亚的脑里出现了那个戴着眼镜，似乎很优雅，但是手中却拿着针线的男生，暗道，那个家伙的名字应该是石田雨龙吧。昨天的事情，其他人都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平静的进行着缝纫。比起有泽龙贵、茶渡太湖2个早就已经知道了的人，他都要镇定很多。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而且我发现他的灵力很高，难道说他也能够看到虚和死神吗？吃过了早餐，一护和露琪亚2个人一同前往学校。一护脸上挂着一丝的笑容，看上去似乎心情很好的样子，而露琪亚的眼光却是放在了一个手拿着针线正在缝制东西的一名男性同学的身上。早上好。一护织姬一见到一护，虽然看到他和露琪亚2个人走在一起，但是却还是笑着打招呼，只是眼神深处的黯然，却不是其人的能够看得到的。早上好。织姬。一护微微点头，笑着道，然后不再开口，转身走向了自己的位置。龙贵。一护有些不对啊。织姬的笑容僵在脸上，看着一护离去的身影道，我发现自己从一护的身后感受到一丝的不安。今天是几号？龙贵并没有回答直接，而是开口问道。织姬微微一愣，还是回答道，是16号。是16号啊。龙贵念了一句道，你的感觉并没有错，织姬。一护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他的内心应该是极度的不安吧。每年的今天他都会这样的。明天就是17号了，一护明天是不会来学校了。龙贵。织姬想要询问，但是龙贵却站起来道，没事的，只要过了明天，一切就会恢复过来，所以不用担心的。至于原因我知道，不过在没有得到一护的允许之前，我不能告诉你。织姬，是我不能知道的秘密吗？织姬的心里浮现起这样的一个念头。当当当当，下课的铃声响起，一护没有任何的迟疑，直接站起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直接离开了教室。虽然平时也有不少学生在下课铃声响起的同时离开教室的，但是一护却从来都没有这样。这是一护第一次这样做，不过却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不过重要的几个人，露琪亚、龙贵、织姬等几个人全部都注意到了。等等我。一护。露琪亚拿出指令神机看了一眼，然后连忙追着一护出去了。很快露琪亚就追上了一护，拿出指令神机对着一护道，有任务了，这是目标地点。我知道了，我们立刻赶过去吧。
一护开口道。陆琪亚点点头，两个人同时离开了学校。只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一道人影跟着他们离开。给我死！自然也不敢去劝解一护，只能看着一护不断的杀死一个个虚。这也是唯一让陆琪亚高兴的事情了，那就是这次出现的虚数量比较多，至少有数十个，也只有出现这么多的虚，才能让一护这样大肆的释放出自己内心的暴虐吧。呼呼，一护一刀将最后一个虚看成2片之后，然后来到陆琪亚的面前。陆琪亚看着一护，眼神的深处似乎闪过一丝惧意，但是一护并没有多加理会，直接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随即一护整个身体无力的坐在了地上，一下子和数十只虚大战，让一护感到了一丝的疲惫。当然了，并不是一护砍不动了，而是一护的精神有些疲累。喂，陆琪亚！一护坐在地上开口道，明天死神的工作我可以暂时停止吗？就当时我请假好了。请假？陆琪亚一愣，随即大声的道，当然不行了，死神的工作是没有休假的，不然的话，万一在休假的时候出现虚攻击人类的话，该怎么办？明天是我妈妈的忌日。当一护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心里的不安瞬间平息了下来。陆琪亚微微一愣，一护停顿了一会，继续开口道，不应该说是我妈妈被杀死的日子。那年为了保护我，一护开口道，脑中不断的涌现母亲被杀死的影像，以及原本一护不断传输过来的悲痛欲绝的心情。我知道了。陆琪亚过了好一会才点点头道，只是一护早就已经看向了其他的地方，眼神显得很空洞。才6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啊！一护微微抬起头，看着天上的太阳暗道，那天也是6月17，和今天相差很大啊。说着，一护的脑中出现了一个下雨的场景。小时候，一护拉着自己妈妈的手掌在大雨之中行走。突然，一护猛然摇摇头，低声道，切，又出现了吗？我会帮你报仇的。说着，一护闭上了嘴，在心中默默的道，杀死我们妈妈的那个家伙，我要让他尝到无尽的痛苦而死。一护这样一句话，突然心中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自从成为一护之后，直到今天，他才真正的接受了一切，真正的接受了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妹妹，以及那早就已经死去的妈妈，真正的成为了一护。在想什么呢？哥哥游子放慢了脚步，跟在一护的身边道，快要见到妈妈了哦，都1年没见了呢。是啊，一护微微点头道。突然之间，一护心里从昨天开始的不安突然消失了，消失的无影无踪，好像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过一样。心中的不安消失，一护看向旁边道，喂，陆琪亚，你为什么也要跟过来？跟着一护身边的一身休闲打扮的陆琪亚娇声道，是伯父让我来的哦。是老爸吗？他还真是不让人省心。一护说道，然后压低了声音道，如果你来了也就算了，但是什么将魂那个家伙也带来出了。说起来，他不是被游子拿走了吗？一护微微看向陆琪亚身后背着的小背包，很显然已经变成布偶的魂装在这个里面。嘻嘻，陆琪亚低声的笑道，魂可是有很多话要和你说哦，所以不论说什么他都要跟过来。是吗？真是个麻烦的家伙。一护随口道。大姐。突然陆琪亚身后的背包里面突然发出了声音。游子和夏离听到声为，微微转过头来看向一护和陆琪亚。一护急中生智，立刻装出一脸无奈的开口道，拜托，陆琪亚大姐，我要去见母亲啊，你总不至于连这点时间都不给我吧？这番话总算是将刚刚那一声大姐给压了下去。伯父大人。陆琪亚双眼似乎泛着泪光，祈求的看着走在前面的黑崎一心，人家突然觉得好累，想要和一护留在这里休息一下，好不好吗？听着陆琪亚那故作娇媚的声音，一护的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护的父亲黑崎一心听到陆琪亚的话后，瞬间出现在一护的旁边，陆琪亚的面前，伸手握着陆琪亚的双手道，没关系的哦，陆琪亚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去一旁休息哦。然后对着一护大声的吼道，一护立刻和陆琪亚酱留在这里休息，要好好的保护他。那么哥哥，我们就先走了。游子对着一护说道，然后和夏离、黑崎一心3个人离开。一护看着他们3个人的离开，无奈的叹了一口气，然后看向陆琪亚道，好了，他们已经走远了，你想要说什么？陆琪亚终于可以松口气了。魂从陆琪亚的背包里面爬出来，我不是说过了吗？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发出声音吗？陆琪亚瞟了魂一眼，开口道，对不起，大姐。魂道歉道，但是背包里面实在是太热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说着，魂爬上了陆琪亚的肩膀，扑哧一护一时没有忍住笑了起来，指着魂道，魂，你的品味还真是独特啊，实在是太独特了。只见魂还是原来的那个了，思玉狮子的布偶，只不过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合适的红色裙子，如果只从布偶上来看的话，倒是可爱了不少。不过对于被注入了魂之后，这就不仅仅只是可爱了，更多的是一种恶趣味了。还不是你那个妹妹，只能穿着这种可笑的裙子出来，哈哈，我知道了。哈哈，一护一边说着，一边大笑着，只是虽然是在笑着，但是他心里的不安却再次涌了上来。一护的脑海之中却再次浮现了一个影像，年幼的一护，脸上还挂着眼泪，但是他却是在笑。他看着自己面前的一位充满母性光辉的女子，然后跑过去，虽然脸上都是泪水，但是脸上却露出了最为阳光的笑容。算了，一护脑里出现了那个影像之后，再也笑不下去了，只能看向陆琪亚道，算了，陆琪亚，你来这里干什么？笨蛋，我当然要跟过来了，不然的话，万一出现虚怎么办？陆琪亚开口道，
那随便你把一户开口道大姐。魂开口道，不要老是顾着工作啊，这样是交不到好朋友的。一户陆琪亚再次开口道，你说过你的母亲是为了保护你被杀的吧？是被谁杀的？忘了这件事情吧。一户开口道，然后伸出手抓起魂道，然后回去吧。这个家伙先留在我这里。一户陆琪亚看着想要离去的一户道，你说过从你懂事起就看得见灵，虽然很模糊看不清楚，但是这份灵力也令人震惊了。那么一户，你回答我一件事情。陆琪亚紧紧地盯着一户道，你的母亲是不是被虚给杀害的？一户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陆琪亚继续道，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你的灵力很强，虚很有可能是想要袭击你的，但是却误伤了你的母亲。行了，陆琪亚一户若无其事的道，和你扯上关系的话，什么事情都会变成虚所做的事情。杀死我母亲的，并不是虚杀死我母亲的那个家伙。说到这里，一户微微的摇头道，好了，陆琪亚，我要去见妈妈了，你也一起来吧。说完，一户直接拉着魂走了。陆琪亚迟疑了一下，并没有跟上去。一户的嘴角露出笑容道，你不是想要知道我母亲的事情，一起过来吧，等一会你就知道了。陆琪亚已经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惧，因为他看到了一户眼神里面的杀气以及强烈的暴虐之气。我已经想起来了，当年所看的这集剧情，你快点来吧，不要让我太过于久等了。一户低声的念道，他身上的灵压正在不断的充斥着四周，一股戾气不断的从身上散发出来。什么剧情？一户你说什么呢？被一户抓在手里的魂开口道。一户抬起头，只见一户的脸上满是狰狞，双眼通红的样子，微微摇头道，不，没什么。魂，而魂则直接被一户给吓得不敢再说话。陆琪亚跟在一户的身后，因为两个人距离很近，而且一户的死神能力也是陆琪亚将之激发出来的，一户的身体里面还留有陆琪亚的灵压，所以陆琪亚很清晰的感觉到一户身体里面的灵压正在不断的暴走着，只是暂时被一户强行压制在身体里面而已，所以除了陆琪亚之外，其他人根本就无法感受到这一点。不，还有一个人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就是一户的父亲黑崎一心，他们两个人毕竟是父子，血脉相连，所以黑崎一心也感觉到了，只是黑崎一心并没有声张，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而一户也没有走到自己墓前的墓前，而是站在高处，从高处看着自己的两位妹妹，给自己的母亲扫墓。突然虚空之上出现了一阵波动，然后一个巨大有着如同老鼠一般的棕色皮毛的虚出现在面前，强大的灵压直接开始压迫着四周。就是你了，该死的家伙，我要将你千刀万剐了。一户说着，直接伸手进魂的嘴里，开始摸索奈克魂的本体药丸。虚竟然出现了。陆琪亚连忙摸出自己身上的指令神机，但是上面却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时候，一户的脸上露出一丝的笑容，然后猛然将手伸出来，一颗药丸出现在一户手中。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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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陆琪亚手中的指令神机发出了剧烈的震动和声音。陆琪亚看了一眼道，就是眼前这个家伙吗？一户小心点，从这个家伙的灵压来看，绝对不是小角色。看起来是的啊，比起基利安都毫不逊色啊。突然，一个戴着斗笠、身穿死霸装妖姬，配着一把武士刀的中年大叔突然出现在陆琪亚的身后，看着指令神机道，跟了这么久，终于舍得出来了。一户看了一眼开口道，然后转过身道，不过正好，既然你是死神，那么陆琪亚就交给你了。说着，一户直接吞下了魂的药丸。喂，你知道我跟着你们吗？中年死神看着一户问道。砰的一声，死神化的一户从自己的身体之中脱离了出来，只见一户的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的和服，身后背着一把大刀，死霸装。中年死神看着一户道，身为人类，为什么你能够变成死神？一户并没有理会，然后直接抽出自己背上的斩破刀，同时拉起身边的魂道，跟我来。魂说完，不等魂回答，直接飞纵了出去，因为那只虚已经朝着游子和夏离冲过去了。为中年死神想要追过去，但是却被陆琪亚拦了下来。真是麻烦啊！中年死神抓了抓脑袋道，喂，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之所以成为死神，是因为你将死神的力量传输给他的缘故吧？你知道这么做代表什么吗？将死神之力传给人类，可是足以处死的重罪，就算你是四大家族之首的朽木家族的人也一样。哼，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陆琪亚毫不在意的说道，只是他是否真的毫不在意，那就知道他自己知道了。随即陆琪亚也朝着虚的方向冲过去，同时还有那名中年死神。游子，快点逃！夏离看着自己面前的虚，原本夏离并不相信这些虚的存在的，但是他看到虚经过的地方都留下来的真实的脚印之后，虽然不相信，但是他也不愿意冒险让游子陷入危险之中，所以他一开始就大声的让游子逃走。为什么？游子有些疑惑，同时看向虚走过来的方向。虽然游子看不见虚的样子，但是却也能够模模糊糊的看见一个黑影，这也只是因为游子的灵力不够而已，如果灵力再高一点的话，那么自然能够清晰的看见虚的样子了。老爸呢？夏离立刻朝着游子问道。老爸刚刚说去和寺里面的主持打个招呼。游子答道，切，这个老头子在关键时候一点用都没有。夏离开口道，然后转身，却发现那只虚已经来到了自己的面前，在夏离惊恐的眼神之中，只有3根的爪子朝着自己抓了过来。破道之4白雷，同样与莫大的威力，比如朽木白哉、卯之花烈等人，而一户毕竟成为死神不久，力量根本就比不上他们两人。
白雷的威力自然就不高，更何况一护并没有吟唱，而是吟唱破气之后的白雷，威力更是下降了几分。之前虚躲避仅仅只是因为一护突然发动袭击，虚不知道白雷的威力，所以生性谨慎的虚不想应接而已。而这次从刚刚的那道白雷，虚就已经摸清白雷的威力，自然不需要躲避了。哼，一护没有迟疑，右手一紧，手中的斩破刀直接将斩破刀扔了出去。只见斩破刀破空飞去，那只虚以为还是白雷，所以不管不顾，继续朝着夏离抓去。眼看就要抓住夏离的身后，斩破刀直接在虚的爪子上留下了一道巨大的伤口，然后才定在了地上面。该死的死神！虚怒吼一声，而爪子则因为受到剧痛而缩了回去。一护一脚踩在斩破刀的刀柄上，身形一转，直接落在斩破刀的旁边，同时松开口了手中住着的魂。各个游子看到一护立刻开口道，然后朝着一护跑去。当然了，游子看到的是占据一护身体的魂，并不是变成死神的一护哥。夏离却是看向变成死神的一护，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一护将地上的斩破刀抽了出来，开口道：夏离的灵力足以让他看见我，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接下来的样子。还有魂，现在的你可是他们的哥哥，作为哥哥，就算是拼上性命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妹妹，就如同我的名字一样，我的名字是一护，意思就是为了守护。一护说话的声音不轻，但是却也不高，只够让身边的魂听到。至于身后几步远的游子和夏离，却根本就听不清一护的话。是，我知道了。魂立刻点点头道，我一定会保护他们两个人的。说完，魂也不再迟疑，站起来，转过身，一只手抱起夏离，另一只直接抱起游子，将他们两个人抱在自己的身上，转身就跑。因为魂是角力加强型的改造魂魄，所以魂很快就带着游子跟夏离跑掉了。鬼道陆奇亚，你竟然连鬼道都交给了他，要知道这可是会加重你的。中年死神开口道，闭嘴。陆奇亚直接断了中年死神的话，然后猛然一纵身来到一护的身后。中年死神无奈的摇摇头，然后也跟着陆奇亚来到了一护的后面，这样就可以安心的战斗了。一护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抬起头看着眼前的虚，尤其是虚的面前站着的一个女孩子，笑着道：好久不见了，应该有6年了吧，我们见过吗？虚看着一护有些疑惑的道：6年啊，6年前的事情我早就已经忘记了。6年。陆奇亚来到一护的身边，听到这句话，心中有些怀疑。陆奇亚，你刚刚不是问我妈妈是不是虚杀死的吗？一护举起手中的斩破刀，用刀尖指着虚面前的那个女孩子道：6年前我才9岁，那个时候的今天6月17号，我和妈妈一起回家，那是一个下雨天，我的灵力还无法让我分辨出活人和灵魂的区别。我看到那个女孩子站在河边，似乎想要轻生，于是我想要拦住她，但是就在我将要拉住那个女孩的时候，我就昏了过去。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妈妈就已经 Grand Fisher， 这就是她的称号。陆奇亚在一护的身后开口道，他平时都是隐藏和伪装自己的形体，从头部伸出的触手形成了诱饵人的样子，专吃能够看得见他的人，也就是说他只吃灵力高的人类灵魂，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实力。他可是50年多年来一直逃脱我们死神的虚，而且他最喜欢的是女人，也就是说妈妈就是被这个家伙给吃掉的吗？一护手中握着斩破刀，声音已经开始微微的颤抖。是吗？原来如此啊 ，Grand Fisher 开口道。因为一护和陆奇亚都没有压低声音，所以 Grand Fisher 听到了一护和陆奇亚的话。虽然6年前的事情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却也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见过我还能够活到现在，小鬼你的运气真是好啊。Grand Fisher 轻轻的笑着道，嘿嘿嘿，或许我本来是想要吃灵力比较高的你，但是果然还是女人的味道比较好啊。这么让人火大的虚还真是少见啊。中年死神也是一脸怒气的开口道，女人应该是用来宠爱的，可不是用来吃的，你个混蛋，小心点。一护陆奇亚开口道，这个家伙可不是普通的角色，你在一旁掩护我，我要吟唱高位数的破道。这个时候突然本来应该是晴空万里的天气，突然出现了无数的乌云，转眼倾盆大雨就落了下来。这样的话就如同6年前一样了。一护开口道，然后直接握着斩破刀朝着虚冲了过去。白痴！陆奇亚一见一护直接冲了上去，只能这样喊了一声，然后也想要追过去，但是却被中年死神给拉住了。现在最好不要过去。中年死神看着一护道，仔细感受一下他的灵压。好暴力！陆奇亚微微感受了一下，就立刻道，没错。中年死神微微点头道，他身上的灵压已经完全爆发了出来，而且很混乱，如果你不想被他给砍了的话，最好不要上前。轰隆一声，一护握着斩破刀斩在了地上，石屑飞溅，石屑之中还有一些棕色的毛发掉落。逃得倒是挺快的一护重新站起来，刚刚一护冲向对方，在对方一爪子抓过来的时候，猛然一纵，身体跃起，然后一刀狠狠的劈下，只是那一刀及时的被 Grand Fisher 给避过，只是斩落了一些毛发而已。你这家伙竟然伤到了我！ Grand Fisher 看着自己飘落的皮毛，怒道，伤到你？呵呵呵！一护突然放声的大笑，笑了好一会，一护才停下来，看着 Grand Fisher 道，如果是其他的虚，我会一刀砍了他，但是你，我要将你千刀万剐。笨蛋，他可不是小角色，他的实力很强，冷静一点，不然的话你是对付不了他的。陆奇亚见一护和 Grand Fisher 的战斗，一护完全趋于下风，于是大声的喊道，同时伸出手就准备吟唱破道。等等，
中年死神妖姬的刀鞘一横挡在露琪亚的面前道：“我不是说过吗？这场战斗只能由他一个人去解决，我们不能插手，因为这是一场有关自尊的战斗。自尊。”露琪亚念了一句，他的脑海之中闪过了一名白发男子对他说过的话。露琪亚，战斗分为2种，第一种是生命的战斗，第二种是尊严的战斗。这种战斗是一个人赌上自己尊严的战斗。如果我们出手帮助他的话，或许能够救下他的生命，但是他的尊严却会被我们给破坏。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我们的同伴的战斗到底是什么战斗，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参与战斗。这场战斗是一户自尊之战。露琪亚看着一户喃喃道：“是我不能参与的战斗。”修一户的身影闪过，手中的斩破刀划过，一条红色的出手掉落。Grand Fisher 看着落在地上的一户道：“你明明可以砍得更深的，为什么只是砍断了我的触手？”嘿嘿，一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双眼通红的看着 Grand Fisher 道：“战斗才刚刚开始，如果太早砍掉你的话，那么岂不是太便宜你了吗？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要将你千刀万剐了。”说完，一户猛然朝着 Grand Fisher 冲了过去，双手猛然握着斩破刀砍了下去。“你这个家伙 ！”Grand Fisher 怒声道，然后猛然间，刚刚那条触手再次生长了出来，好快的再生速度啊！一户朝着 Grand Fisher 跑去，但是脸上却满是扭曲的笑容。不过这样才好，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的砍你。放心，我不会太快杀了你的。砰！一户一刀砍下，却被 Grand Fisher 躲过，只能砍在地上。Grand Fisher 躲过一户的斩击，整个身形瞬间消失在了一户的面前，随即出现在一户的身后，身上的棕色毛发汇聚起来，形成了尖锐的长枪，朝着一户刺过去。砰的一声，一户及时的转过身，用斩破刀的刀面挡住了毛发聚集的长枪。就凭你吗？ Grand Fisher 看着一户道，就凭现在的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却还拒绝了同伴的帮助。小鬼，你只会被我一点点的玩死，然后被我吃掉，就如同6年前被我吃掉的女人，你的妈妈一样。不要给我提起妈妈！一户猛然抽回斩破刀，同时避过毛发聚集的长枪，整个身体在地上一滑，斩破刀斜劈过去，在 Grand Fisher 的身上再次留下来一道伤口。不过 Grand Fisher 及时的后退，所以这道伤口并不大，不过鲜血还是不断的顺着伤口流出来。一户站在 Grand Fisher 的面前，握着斩破刀支持 Grand Fisher 道：“你没有资格提起我妈妈，这是对她的亵渎，是吗？” Grand Fisher 开口道，然后咂巴嘴道：“说起来，我似乎有些想起来了呢。6年前我在河边所吃掉的那个女人，她的味道很好。” Grand Fisher 的话并没有来得及说完，因为一户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他没有想到一户的速度会快上这么多，所以一时之间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躲过。我说过了，你没有资格提起我妈妈，那是对她的亵渎。一户冷冷的开口道，手中的斩破刀斩下 ，Grand Fisher 没有完全躲过，他的身体虽然及时的躲了过去，但是爪子却来不及缩回去，被一户一刀斩下。砰的一声，红色的爪子掉落在地上，不过一户可没有停留，他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追击过去，手中斩破刀不断的斩落，在 Grand Fisher 的身上不断的留下一道的伤痕。Grand Fisher 感受着身体不断出现的伤口以及传来的剧痛，猛然间身体停住，不再后退，同时身上的毛发在瞬间凝聚起无数尖锐的突刺，朝着一户刺过去。一户手中的斩破刀一横，挡住最前面的几根突刺，然后身形向后一纵，拉开了双方的距离。实际上，如果一户想要杀掉对方的话，刚刚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在对方的毛发突刺过来的时候，一户完全可以挡住威胁最大的毛发，然后借机撞进 Grand Fisher 的怀里，然后斩破刀就可以完全刺进他的身体，然后斩破刀一横就是一个切腹了。只是一户并不想这么快就杀了他，而是想要让他感受到痛苦，所以一户放弃了一击必杀的机会，放弃了立刻就能够分出胜负的机会，拉开了双方的距离，让一切回到原点。嘿嘿，快点恢复吧，然后再让我砍上几刀。一户脸上的笑容很狰狞，强大的力气在他的身上不断的涌现。放心吧，在你恢复之前，我不会动你的。你这个家伙，犹如被千万只蚂蚁吞吃一样，这么快就恢复了啊！一户看着 Grand Fisher 道，虚的这种能力还真是不错啊。说完，一户再次朝着 Grand Fisher 冲了过去。你这家伙，我要吃了你 ！Grand Fisher 大声的吼道。对于一户砍过来的斩破刀，直接伸出爪子抓住了斩破刀，同时爪子上的指甲猛然伸长，一户的瞳孔一缩，松口手中的斩破刀，整个身体向后倒去，一个铁板桥躲过了突刺过来的爪子，同时遗体抬起右脚，一脚踢在了斩破刀的刀柄上，斩破刀猛然一转，锋利的刀刃将 Grand Fisher 的几个爪子斩断。嗷嗷嗷 ！Grand Fisher 发出剧烈的惨叫声，他这个爪子可是刚刚才生长出来的，结果却在转眼间就被一户给削断了几个手指，真是美妙的声音啊！一户的脸上露出嗜血的笑容，眼神之中的红芒不断的闪过。喂，露琪亚，这个家伙真是你将他变成死神了吗？在一旁观战的中年死神看着一户对露琪亚道，如果你是将他变成死神的，那么他应该才成为死神没多少时间吧。短短的这点时间里面，他不但能够将死神的力量运用自如，而且还学回来破道之4，虽然只是低位数的破道，但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学会，恐怕只能是那些队长也不一定能够做到的吧。我也不知道。露琪亚摇摇头道，一开始他只是一个高灵力的人类而已，
当时在成为死神之后和虚的战斗之中，他快速的成长，估计他的实力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不仅仅是这样，中年死神看着一护道，或许他就是那种天生的战士，注定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也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才能成长到这个地步。或许吧。露琪亚看着手握着斩破刀，脸上带着嗜血笑容的一护道，或许我不应该将他变成死神。不，中年死神摇摇头道，露琪亚，如果他真的是天生的战士的话，就算是你没有将他变成死神，但是到了时间之后，他也能够自己成为死神，你只是将他提前变成死神而已。不，应该说，你只是提前将他的死神能力引诱出来而已。你是说，他死后到了尸魂界？露琪亚问道。中年死神并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看着一护和 Grand Fisher 的战斗。等到 Grand Fisher 的爪子再次生长了出来之后，一护再次握着自己的斩破刀朝着 Grand Fisher 冲过去，手中的斩破刀紧紧地对准了 Grand Fisher 的身体。当然了，一护所指的并不是他的要害，而是一些不致命的部位，因为一护还没有让他尝到足够的痛楚，所以一护是不会这么快就干掉他的。Grand Fisher 看着一护冲过来，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突然他头上的触手伸出来，迅速的形成了一个人类的形态，接着 Grand Fisher 在这个上面一抹，一个散发出母性的女子出现了。妈妈看着这名女子，一护呆住了。虽然明知道这个只是 Grand Fisher 制造出来的诱饵，但是一护还是无法下手，手中的斩破刀停在了女子的脖子面前。不要杀了妈妈！一护女子看着一护有些祈求的开口道。一护手中的斩破刀不自觉的微微有些松开。你这混蛋，我不是说过让你不要亵渎我的妈妈吗？一护怒声道，身上的灵压完全开始乱起来。Grand Fisher 笑着道，虽然我错误的估计了你的战斗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是你的对手，你还太年轻了，因为年轻，所以你忍受不了愤怒，因为愤怒，所以你会心乱，因为心乱，所以你的刀会变钝，你只会让我玩弄致死。一护把刀放下，妈妈很害怕，不要伤害妈妈。女子再次开口的道，而一护握着斩破刀的右手不自觉的松开。糟了，那个小鬼的弱点被 Grand Fisher 发现了，这下麻烦了。中年死神看着一护道，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露琪亚看着中年死神道。中年死神无奈的道，我也想过去帮那个小鬼啊，但是这场战斗是他维护他的自尊，我们根本就不能插手啊，不然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杀死了他的自尊。可恶，就没有什么办法吗？露琪亚开口道。看着女子一步步的紧逼过来，一护终于没有握住手中的斩破刀，斩破刀掉落了下来。Grand Fisher 再次开口道，无论多么冷血无情的死神，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个自己无法下手的对象，从来都没有例外。为了将这个人找出来，我对死神已经了如指掌。小鬼，你的对象就是这个人吧？是这样吧？一护女子开口道。当的一声，斩破刀掉在了地上，而这个瞬间 Grand Fisher 身上的所有毛发全部都聚集起来，形成了无数根尖锐的长枪，然后朝着一护刺过去。一护一惊，伸出手想要去捡地上的斩破刀，但是女子却飘到了一护的面前。不要啊，一护，不要去捡刀，不要动，不要对妈妈下手，求你了。女子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道，就这样去死吧。扑哧的一声，尖锐的刺透了一护的右手臂以及2条大腿，其他的长枪只是在一护的身上留出了数道伤口。果然，面对自己无法下手的对象，是永远无法再握住斩破刀的。Grand Fisher 伸出爪子，尖锐的指尖对准了一护，这一击就干掉你。你是我见过了的最年轻、最有潜力、力量最强，同时也是最弱的死神了。痴痴突然，一护的面前，他老妈的人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怎么回事？ Grand Fisher 被金色的光芒照耀的看不清楚，只能停了下来。那是他妈妈的灵魂，是他妈妈对自己儿子的思念所转变而形成的有形的东西。中年死神看着这幅场景道，难道说是 Grand Fisher 头上的诱饵记录下了他妈妈临死前的思念吗？露琪亚开口道。临死前的思念。妈妈一护看着自己面前的妈妈道。一护妈妈慈爱的开口道。一听到这个声音，一护的眼角竟然不自觉的出现了眼泪，同时一护身上混乱的灵压竟然瞬间平息了下来，身上的戾气消失的无影无踪。妈妈，一护开口唤道。妈妈看着一护道，一护，你爸爸、夏离、游子还有你，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和你们在一起。一护，以后你要坚强的、温柔的，并且用笑容和你爸爸、夏离、游子一起勇敢的活下去，拜托你。一护说着，妈妈的身影渐渐的消失了，就连 Grand Fisher 的人偶也消失了。真是麻烦，没想到竟然会有思念留下来，并且还保留了6年之久。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Grand Fisher 的爪子猛然突出，朝着一护刺过去。妈妈一护念了一句，左手微微的动了一下，这是一护目前唯一还能动的手臂了。自己右手在被 Grand Fisher 的毛发洞穿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无法动弹了。同时一护的双脚也暂时无法动弹，只能待在原地。而斩破刀却掉在一护的右手边，如果一护有左手去拿的话，恐怕还没有握住就已经被 Grand Fisher 给干掉了。谢谢你，妈妈，我也很高兴能够和你、老爸、夏离、游子在一起。一护抬起左手道，能够成为你的儿子，我真是高兴。一把武士刀在一护的左手之中，这把刀形状如同普通武士刀，只是刀刃是完全黑色的，如果是在黑夜里面的话，估计根本就看不见刀刃。一护一紧手中新出现的斩破刀，
然后猛然一刀刺进了 Brand Fisher 的面具里面，猛然一转，面具掉落大半。嗷嗷嗷 ！Brand Fisher 大声的惨叫，然后猛然将一户给推了出去，转身就逃。不可原谅，只是不过是一个死神而已。你给我记住！黑崎一户 Brand Fisher 的身后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然后 Brand Fisher 就躲进了裂缝里面。一户因为身受重伤，只能看着他逃走，而露琪亚和中年死神则是因为双方的距离太远了。Brand Fisher 逃走，砰的一声，一户倒了下去。倒下去的那一刹那，一户的右手刚刚好握着了地上的斩破刀，这样一来，一户的左手和右手都握着斩破刀，两把斩破刀。露琪亚和中年死神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要知道拥有两把斩破刀可是非常少见的。中年死神看着两把斩破刀道：“这个家伙是怪物吗？竟然有两把斩破刀！整个尸魂界10几个番队，拥有两把斩破刀的人也只有那么2个人。8番队的队长金乐春水和13番队的队长夫珠十四郎，他们斩破刀可是尸魂界唯2的成队斩破刀啊！难道现在要变成唯3的成队斩破刀了吗？”不，刚刚说完的中年死神就立刻摇摇头否决道：“就算是2位队长，他们的斩破刀也都是同时觉醒2把的，从来没有如同这个家伙一样，先是觉醒1把，然后过段时间再觉醒第2把。恐怕整个尸魂界的历史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吧。”活下来了，一户露琪亚并不在意一户的第2把斩破刀，只是稍稍注意了一下，就将注意力放在了一户的身上。切，真是麻烦啊！中年死神一看，只能有些无奈的站起来道：“那么我先回去了，其他的事情等到时间到了再说吧。不过说起来，小露琪亚也到了恋爱的年龄了啊。”胡说八道！露琪亚毫不客气的反驳道。然后露琪亚看着中年死神道：“你来，应该是为了将我抓回去吧？如果这样空手回去的话，不是会很麻烦吗？”没什么。中年死神耸耸肩道：“我就说遇上了 Brand Fisher， 他逃避了尸魂界真正50年的追杀，自然有几分本事。我遇上了他，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也很正常。至于其他的，等曝光之后再说吧。”说着，中年死神戴上自己的斗笠道：“不过你要做好准备哦，小露琪亚，你将死神的能力传给人类，这一点已经被尸魂界察觉了。这次我失败了，那么下次来抓你的人会是更加强大的死神。我知道，我会注意点一户的内心。”腰际配着一把50刀的一户，看着自己面前的背着一把巨大菜刀的一户道：“你是忘记我了吗？”背着大刀的一户道：“我的名字是黑崎一户，也就是你。你是？啊，就是我。对不起，是我占据了你的身体。为什么要争呢？只要我们融合成一体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同一个人了。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差别，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去争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为什么，只是想这样做就这么做了。对了，我还想要跟你说声谢谢，是你维护的我的自尊，不应该说维护了我们的自尊，同时让我再次见到了妈妈作为谢礼。我不会再出来了，以你为主，我会和你完全融合，以后世界上你就是真正的黑崎一户，也是唯一的黑崎一户。”说完，背着大刀的一户走过来，直接撞上配着50刀的一户，2个一户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当光芒散去的时候，原地只剩下了一个一户，一个背着大刀，腰际还配着一把50刀的一户。直到这一刻，他才是真正的一户，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成为了一户。天色大亮，一户在魂的吵闹中睁开眼睛，猛然伸手抓住在自己脸上的魂，然后随手一扔，只见魂的身体在房间里面上上下下不断的弹来弹去，然后啪的一声掉落在了壁橱的面前。吵死了！露琪亚推开壁橱的门道，他已经穿好了校服和校裙，同时一脚踏出来，刚刚好猜到了一个什么的东西。露琪亚微微低下头，只见注入布偶的魂正在露琪亚的脚下，一只眼睛被露琪亚踩在了脚下，但是另一只眼睛刚刚好看到了露琪亚校裙内的春光。好角度，魂举起一只布偶手臂道：“这种情况如果是普通的女孩子遇到的话，那么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捂着自己的裙子，然后放声尖叫。不过露琪亚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尖叫，而是抬起踩中魂的脚，然后再次踩了这下，而这次则是踩在魂的另一只眼睛上，然后不断的抬起踩下。好痛，好痛！住手，大姐，我错了，不要再踩了，棉花都出来了。”魂立刻讨饶到一户捂着额头，一脸的无奈：“哥哥，吃早餐了。”游子推开门，走进一户的房间，才面带笑容的开口道。一户更加的无奈：“我说游子，你就不能先敲门，然后进来吗？”“是，我知道了，哥哥。”游子笑着道。只是一户根本就没有从游子脸上看到知道了的表情。游子看向露琪亚道：“露琪亚姐姐，你也起来了，一起去吃饭吧。”“好的，游子妹妹。”露琪亚娇声的道。然后游子笑着离开了房间。就在游子离开房间之后，壁橱再次打开，魂从壁橱里面出来，松了一口暗道：“多亏了他，得救了。”砰的一声，露琪亚猛然用力将壁橱的门狠狠的关上，而魂刚刚好打算离开壁橱，结果直接被壁橱的门给撞了上来。当当当当，铃声响起，讲台上的美女老师看了一下，然后道：“好快啊，又到中午了，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那么下课了。”美女老师说了一句，然后转身离开了教室。但是就在美女老师离开教室的时候，大部分的学生也都纷纷的离开了教室，就连织姬、龙贵他们2个也都被几名女生给拉走。一户看了一眼，心中微微有些疑惑：“我们也去看看吧。”一户，启吾来到一户的面前，一脸兴奋的道。一户将桌子上的书本整理了一下，道：“去看什么？”启吾，
看什么？当然是我们的考试成绩啊！启吾有些疑惑地看着一护道，你忘了吗？因为几天前教学楼突然出现倒塌的现象，似乎是被人用力量给破坏的，所以我们上次的考试成绩会在今天中午会公布。当然了，暂时只会公布全校前50名的榜单，至于其他的以及不合格就必须等到下午，老师将试卷发下来之后才能知道了。对了，一护，小心你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的那页上哦。教学楼，应该是指那次龙贵被虚袭击的那一次吧？确实那次也毁了不少的建筑物，修理的话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一护心中暗道，然后微微点头道，原来如此，难怪大家一下课就冲出去了。那走吧，启吾，我们也去看看吧。人还真多啊。启吾看着来看成绩的学生道，你也来看成绩吗？一护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略微有着深沉的声音，启吾被吓了一跳，看向身后那庞大的身体道，喂，茶渡，不要这样毫无声息的出现在别人的身后，人吓人，吓死人的。抱歉。茶渡开口道歉道。而茶渡身边的小岛水色笑着道，启吾同学，是你自己胆子太小了哦。哟，那么我们过去看看吧。启吾大声的道，然后4个人一同朝着成绩的榜单走去。一护，知姬看到一护立刻招招手道，一护没有迟疑。知姬看着一护道，你也来看成绩吗？一护点点头道，喂，一护。启吾大声的打断了一护的话，他指着榜单道，好厉害，知姬竟然是第3名。第3名啊！龙贵摸着知姬的脑袋道，你还是这么厉害啊？呵呵，知姬不好意思的笑道，好厉害，知姬有这么聪明吗？旁边一个同班一个女孩子道，一点也看不出来吧？龙贵指着自己对那个女孩说道，还真是厉害啊！启吾开口道，然后一脸放松的道，妈，虽然知姬很厉害，但是我们几个人之中，应该不会有背叛者登上这个全校前50名的榜单的。你看仔细了。小岛水色指着榜单道。启吾顺着小岛水色的手指，只见榜单上清晰的写着黑崎一护4个字，然后名字的前面是一个15的数字，也就是说一护的排名是在第15位。什么？小岛水色惊讶的道，然后转过头指着那张榜单道，一护，为什么你的名字会在那个上面？啰嗦。一护一脸无所谓的道，回家没事情干，就随便看看书了。没事干？启吾指着一护道，你怎么可能会没事干呢？我不是经常去找你出去玩吗？对了，说起来，你经常拒绝我的邀请，难道说你都在念书吗？你这个拼命念书的变态！啰嗦死了。一护开口道，真的很努力念书了呢。一护，小岛水色笑着对一护说道，从及格和不及格的边缘到现在的第15名，进步还真是大呢。还好吧。一护抓了抓脑袋道，毕竟我们也还是学生，学习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多付出点精力和时间才行。变态。启吾指着一护道，你这个只知道念书的变态，以后我再也不会找你出去玩了。说着，启吾拍了拍茶渡的身体道，喂，茶渡，我们出去玩吧，反正你也没有进这50名。茶渡微微抬起头，指向榜单，顺着茶渡的手指看向榜单，只见榜单上茶渡太虎这个名字还在一护的上面，前面写着数字11，也就是说茶渡的成绩是第11位，被一护还要高出4位。真没有想到你们竟然是这样的恶魔。启吾指着一护和茶渡道，以后再也不和你们一起玩了。说着和水色2个人跑掉了。阿拉，有好戏可以看了。龙贵在一旁开口的道。一护在龙贵的额头上敲了一下道，不要幸灾乐祸，而且如果我是恶魔的话，那么考了第1名的那个家伙岂不是恶魔王了吗？石田雨龙。一护看着榜单上最上面的那个名字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应该是我们班里那个戴着眼镜拿着缝纫盒有些娘娘腔的那个家伙吧。喂，不要这么说人家。龙贵捂着额头道。是一护随口应到不远处，一个穿着校服戴着眼镜的俊美少年紧紧的握着拳头道，娘娘腔，这个该死的死神，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个家伙，竟然敢这样说我正在榜单面前的一护，心中泛起一股寒意，眼神瞬间冰冷下来，暗暗的戒备着。一护陆琪亚突然跑过来拉起一护道，走吧。一护没有迟疑，让陆琪亚带了2步之后，就立刻自己跑了起来，跟上了陆琪亚，同时低声的问道，虚出现了啊？就在距离不远。陆琪亚微微点头。一护抓了抓脑袋道，真是的，可惜没有将魂带出来。说着2个人已经跑过了这条走廊，在走廊的转角处，一护和转角处的一名学生擦肩而过。一护并没有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那名学生，而对方也转过头看向一护，2个人的眼神对视了一眼，随即一护转过头，嘴角微微浮现一丝笑意，心中暗道，传说之中的灭却师，具有灭却师资格的人石田雨龙，将来会成为一护最为重要的同伴之一，在一护的心中和知姬、茶渡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而且也是一行人之中的智囊。黑崎一护石田雨龙看着擦肩而过的一护，心中同样默默的道，天生拥有橘色的头发，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在不久之前突然成为了令人厌恶的死神。朽木陆琪亚不久之前在黑崎一护成为死神的第2天，转学过来的转校生，身份同样是一名死神。天色已经黑了，时间已经超过了7点。喂，陆琪亚，你的指令神机是不是故障了？一护一身黑色和服，身后背着一把大刀，腰际还配着一把武士刀，正是一护刚刚才觉醒的第2把斩破刀。说起来，这把斩破刀才是一护真正的斩破刀，至于身后的斩破刀，则是原来的一护的灵魂所觉醒的斩破刀。
不过现在两个灵魂已经真正的融合了，所以自然也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了。只是斩破刀却依然是两把，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灵魂觉醒的。虽然现在灵魂已经融合成为一个了，但是斩破刀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一护微微伸出手，将妖姬的斩破刀稍稍的藏进了宽大的和服里面。已经连续3次，错误的想起来了，我想应该出问题了吧？啰嗦露琪亚开口道，我只是将指令神机上面的命令告诉你罢了，你还是快点回你的身体吧。是，我知道。一护微微闭起眼睛，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我说露琪亚，你就不能拿去修理一下吗？现在这样，我回去又要被老爸给教训了。是我的错，好吧。露琪亚一脸不悦的开口道。怎么两个人闹僵了吗？突然一个声音传出来，接着黑暗之中传来了脚步声，随即一个人影从黑暗之中走出来。只见是一个全身都穿着白色袍子的少年走出来，他微微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睛道，晚上好，黑崎同学，朽木同学。看着对方，一护的痛苦微微的一缩，刚刚想要开口，但是对方却转过头看向另一个方向，同时身体微微的侧过去道，又有新的虚来了啊，就在那个方向，大约几秒钟之后就会出现。一护也同时看向那个方向，然后转过头看向少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我班上的同学石田雨龙，没错吧？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会知道虚的存在吗？和石田雨龙低声笑了一下，然后右手上一个装饰用的十字架猛然激发出蓝色的光芒，随即之间，石田雨龙猛然握住十字架上所激发出来的蓝色光芒，只见蓝色的光芒形成了一张能量弓，而十字架则变成了准星。石田雨龙左手抓住弓弦，猛然向后拉去，能量弓张开满月，一道能量箭在能量弓上形成。哔，露琪亚手中的指令神机突然发出了声音。露琪亚拿起指令神机看了一眼道，很快就要有虚出来了，就在附近。急！石田雨龙松开手掌，能量箭朝着天际直射而去。突然只见天际一直虚刚刚从虚空出来，就直接被能量箭射穿了脑袋，而消散在空中。反应消失了，露琪亚看着手中的指令神机道，看起来今天的所有虚都是被你干掉的吧，石田雨龙同学？要不然的话，露琪亚的指令神机不可能出现错误的。一护看着石田雨龙道，也只能你的这种远距离的攻击，才能够在远处消灭虚，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在虚所出现的场所察觉到其他的灵压。当然了，说到底这些都只是小问题而已。石田雨龙同学，我真正想要问的是，你到底是谁？谁？我不就是石田雨龙吗？石田雨龙露出笑容道，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石田同学，一护淡淡的开口道。石田雨龙微微的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道，和你一样，黑崎一护，我也是1年3班的学生。不过你除了是学生之外，还兼职着死神，唯一一位人类死神。而我除了学生之外，兼职灭却师，同时也是最后一位灭却师。灭却师一护念了一句，石田雨龙转过身道，我憎恨死神。说完，石田雨龙直接离开。一护和露琪亚两个人看着他的身影，并没有去阻拦。灭却师这种名字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露琪亚的心中升起了一丝的疑惑，暗道，最后一位灭却师，也就是说灭却师是以前的一个种族吗？这样的话，就只能回尸魂界才能够得到消息了。不，还有一个家伙哪里可以得到消息？那个该死的奸商！露琪亚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某个穿着木屐拿着拐杖的家伙。第二天，一护和露琪亚正常来学校，一护的眼光注视着座位在最前面的石田雨龙。石田雨龙自然知道一护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不过石田雨龙并没有在意。不过出于对死神的厌恶，他早就已经决定要好好的羞辱一下一护了，已经想好了如何羞辱一护，只是现在还不到时间，所以暂时没有去理会一护。当，随着下课铃声的响起，大部分的学生都出去吃午餐了，只有石田雨龙还待在教室里面，一护也没有离开。露琪亚在下课铃声响起的瞬间就离开了。怎么了？一护之后都去了哪里？或许真的全部都补充到他的胸部里面去了。一护一脸无奈的看着织姬手中的超大面包，然后微微摇摇头，伸手摸着他的脑袋道，这可是我的秘密哦，不能随便告诉别人的，除非织姬你成为我的女朋友，这样还想要知道吗？啊！织姬低声尖叫了一下，手中的面包一时握不住，直接掉了下来。一护连忙伸出手，及时在面包掉在地上之前抓住了面包的袋子。一护，你又在调戏织姬了。龙贵在织姬尖叫出声的时候，就已经朝着织姬走过来了。他虽然没有听见一护和织姬之前的话，但是看现在的情形，尤其是织姬脸红通红的样子，他就已经猜出了大半了，于是便立刻开口道。一护一听龙贵的话，轻轻的笑了一下，并不多加反驳，而织姬则匆忙向龙贵解释，只可惜天生就有些天然呆的织姬，越是解释就越抹越黑。作为织姬的闺蜜，龙贵还是很了解织姬的，所以她并没有多加误会，只是笑着看着一脸着急的织姬。只是龙贵眼神深处的黯然，却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而一护的眼神大部分都在石田雨龙的身上。而就在织姬来到一护身边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刚刚好拿着开裂了的布偶来到了石田雨龙的身边。石田雨龙直接将布偶扔上了天空，手中快速的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里面有着各种的缝纫工具。在布偶掉下来的瞬间，石田雨龙的右手拿着针迅速的伸出，然后布偶落回了那名女生的怀里，而布偶开裂的地方已经被针线缝好了，而且只要不注意看的话，根本就无法发现针线缝过的痕迹。这个家伙倒是一个裁缝大师啊！一护看着石田雨龙，心中暗道，
裁缝的技能估计已经达到神级了吧。当当当，下课的铃声响起，石田雨龙拿起自己的书包，转过身看了一眼一护，眼神之中挑衅的意味十分的明显。一护微微的眯起眼睛，嘴角微微的露出一丝的笑意，低声道：“还真有意思，不过陆琪亚不在，我似乎也可以放肆一下了。”说着，一护站起来，微微的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拿起放在一旁的背包，跟了上去。至于原本的书包，一护则扔在了教室里面。位置差不多了，一护心道，同时依然默默的跟着石田雨龙。两个人早就已经离开了学校，同时也渐渐的离开了马路，来到了僻静无人之处。你要跟着我一起回家吗？石田雨龙停下来道。黑崎一护，呵，还真是没有礼貌啊！难道你会不知道我为什么跟着你吗？而且，一护站在石田雨龙的身后道，你小时候应该学过，和他人说话的时候应该看着对方吧？真不好意思。石田雨龙转过身，看着一护道，一看到你，我就想起了你死神的身份，同时想起的还有那份对死神的憎恨，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量不看你，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冷静的思考。是吗？一护应了一声，然后道，说起来，石田雨龙，你应该早就已经发现了我死神的身份了吧？还有陆琪亚，你也应该早就知道了吧？当然了，从入学开始，我就已经发现了你的灵压异常的强大，还有不久之前，突然得到了死神的力量，以及第二天，真正死神朽木陆琪亚有转校生的身份进入学校，还有这么久以来，你们不断的砍着各种虚，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灭却师说到底也只是一种高灵力的人类。浦原喜柱对着陆琪亚开口道，人类之中会出现那种高灵力的人类，就好像黑崎一护一样，这种高灵力的人类开始有意识的修炼，从外界摄取灵力，然后分布各地和虚战斗，是一种特别进化的退魔一族。在战斗中，灭却师用灵力形成的弓箭射杀虚，可是现在这一群体已经几乎灭绝，因为200年前尸魂界决定要消除灭却师。消除灭却师，为什么？陆琪亚疑惑的问道。世界上有着无数的虚，单单凭借尸魂界去对付的话，根本就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如果能够有一批灭却师加入的话，浦原喜柱微微拉下自己的帽子道，因为灭却师和死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死神是从自己的体内通过修炼，不断的提升着自己的灵压，而灭却师却是直接从外界摄取灵力，这样也就造成了，除了极个别拥有极高天赋的死神之外，其他大部分的死神的实力提升比灭却师要慢上很多，这样就造成了尸魂界的嫉妒，也是死神和灭却师爆发战争的因素之一。不过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死神和灭却师爆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在面对虚的态度上。面对虚的态度，陆琪亚微微一愣，看向浦原喜柱。浦原喜柱微微的敲了敲脑袋道，事情是这样的，死神在面对虚的时候，不论是用斩破刀砍死虚，还是用轨道轰杀虚，但是实际上都只是将虚净化，将他送回尸魂界而已。而灭却师却认为死神这么做太过于软弱了，毕竟虚是以人类的灵魂为食的，身为人类，自然会想要为自己被虚吃掉的朋友和亲人报仇，所以面对虚的时候，他们选择是彻底的杀死，也就是说将虚从这个世界完全抹消。灭却师的这个做法影响了现实和尸魂界的平衡，因为虚过多的被消灭，尸魂界的人员开始减少。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最要的是灭却师不断的消灭虚，使得尸魂界和现实的平衡被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如果放任下去了，恐怕不用虚动手，那么现实和尸魂界就会因为平衡被破坏而直接导致毁灭。因此死神与灭却师之间的战争爆发了。说着，浦原喜柱露出笑容道，战争的结果当然是死神获得了胜利，而灭却师的阵营将永远受到死神的监视和限制。这一结果也导致了灭却师对死神的强烈敌意。不过因为在200年多年前的那次大战，再加上虚的袭击，灭却师的数量开始急剧的减少。当我还是尸魂界的时候，看过档案的记载，灭却师的传承已经从种族的形式变成了家庭的形式了，全部都是由长辈传给下代。但是就算是这样，灭却师的数量还是在大量的减少中。陆琪亚将，可能你遇到的灭却师是最后一位了哦。确实，陆琪亚点点头道，他也是说自己是最后一位灭却师。不过，陆琪亚看着浦原喜柱疑惑的问道，你刚刚说自己在尸魂界看过有关灭却师的档案，但是我想要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吗？而且你只是一个商人，就算是你神通广大能够和尸魂界去的联系，但是却也不代表你可以进入尸魂界的档案室里面查阅资料吧？那么浦原喜柱，你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能够知道尸魂界那么多的秘辛？啊哈，这个啊！浦原喜柱突然打着哈哈笑道，脑中却开始想办法如何转移话题。很快浦原喜柱就想出了办法，他看着陆琪亚道，相比这个陆琪亚将黑崎一护呢，他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呢？喂，浦原喜柱，不要想转移话题，快点回答我。陆琪亚看着浦原喜柱道，呵呵。浦原喜柱轻轻的一笑，随即道，说起来，陆琪亚将你的灵压还没有恢复吧？而且你的灵魂和异海的接触似乎并不是很好，所以造成你的感知和行动能力大降，所以如果不是刻意用灵压去探查的话，你是不会有任何的发现。陆琪亚虽然知道浦原喜柱正在转移话题，但是他在听到浦原喜柱的话，还是不自觉的开口问道。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陆琪亚也知道浦原喜柱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没发现一护同学和那位身为灭却师的石田雨龙同学已经碰面了。浦原喜柱开口道。听到浦原喜柱的话，可恶，一护到底想要干什么？陆琪亚念了一句，然后转身道：“给我等着，浦原喜柱，我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下次我一定要问出你的秘密。”说完，陆琪亚加快了脚步跑了出去。总算是走了啊！浦原喜柱轻轻的笑容。店长，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穿着普字围裙和短袖衬衫，戴着方形眼镜，留着8撇胡，手中拿着几片药以及一杯清水道：“店长该吃药了。”正是浦原喜柱的店员卧灵铁斋吃药。浦原喜柱脑中冒出一个问号：我又没有什么病，为什么要吃药？不，店长卧灵铁斋的眼睛上闪过一丝的光芒道：“这是最为适合您的药，请您务必吃掉。当然了，您不需要担心保质期的问题，这个药还在保质期内，虽然再过半个小时就要过期了，但是只要在半个小时内吃掉它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什么？浦原喜柱大惊，直接转身逃走，而卧灵铁斋则微微的推了一样自己的方形眼镜，然后喊着店长追了过去。那么你想要怎么样呢？一护看着石田雨龙道：“直接说出来吧，在学校里面，你不就在挑衅我吗？果然不愧是死神，那么我也不绕弯子了。”石田雨龙看向一护道：“我想和你一决胜负。”一决胜负？一护念了一句，开口道：“虽然我不知道你和死神有什么仇，但是我什么要和你一决胜负呢？”说到这里，一护微微的一顿道：“不过一决胜负的话，听起来倒是很有意思啊，就这样拒绝的话，似乎有点太可惜了呢。那么你的意思呢？”石田雨龙推了推眼睛道：“是接受还是拒绝？”哦，对了，我想起来了。石田雨龙带着一丝嘲讽的看着一护道：“你的死神能力是从朽木路奇亚那里得到的，也就是说，你只是一个代理的死神而已。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你。当然了，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你连一个手指都动不了吧？当然，更别说是死神的力量了。激将吗？”一护看着石田雨龙，轻轻的笑道：“计谋用的不错哦。”石田雨龙微微皱眉，因为他从一护的眼神和表情之中没有看到任何一丝的恼怒。正如一护所说的，他对一护进行激将。当然了，是否被一护看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护是否恼怒。人类只要一生气，那么怒火就会将理智燃烧掉，只剩下冲动。好吧，一护在石田雨龙认为自己计划要失败的时候，轻轻的笑道，然后将自己身上的背包放下，打开背包，拿出了里面的一个类似于狮子的布偶。喂，一护，虽然是姐姐的命令，但是你竟然敢将本大爷放在背包里面！魂一出来就对着一护喋喋不休的喊道，看得石田雨龙微微皱眉，同时心里也在疑惑，一护手中的布偶为什么能够开口说话，而且看上去似乎还有灵魂的样子。好了，魂等一下再说吧。说洒在魂惊愕的眼神之中，一护将手伸进了布偶的嘴里，稍稍的掏了几下，很开一颗淡绿色的药丸就出现在一护的手中。一护没有迟疑，直接将手中的药丸吞下。药丸入口，一股巨大的力量产生，然后砰的一声，只见身穿黑色宽大和服的一护，身后背着一把大刀，腰际还配着一把武士刀，出现在石田雨龙的面前。只是腰际的武士刀因为在和服里面，所以石田雨龙并没有发现这把斩破刀。喂，一护，不要突然将手伸进我的嘴里，也不说一声。在一护的身体里面的魂对着已经死神化的一护大声的喊道。一护微微的舒展了一下身体，开口道：“在一边观战吧。”魂，这个小子可不是普通人，真是的。魂抱怨了一句，然后捡起布偶和背包，转身跑到了一边。那么比赛的方式和地方由你决定。一护看着石田雨龙道：“不过如果比赛也没有一点彩头的话，不是有点无聊吗？”哼，想赌钱吗？好吧，你想赌多少？石田雨龙开口道。不，一护摇摇头道：“我对钱没有太大的兴趣。”那么你想赌什么？石田雨龙看着一护道：“由你决定好了。”很简单。一护看着石田雨龙道：“我们就赌大小熬了，当然了，不是骰子上面点数的大小，然后以后我们两个人身份的大小。如果我输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弟，小弟必须服从大哥的命令，反之亦然。如何？怎么不敢吗？”一护见石田雨龙迟疑了一下，于是耸耸肩，无所谓的道：“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当做我没有说过好了。你说比赛的方式和地点由我决定。”石田雨龙看着一护问道。一护微微点头。石田雨龙想了一下道：“好吧，你的提议我答应了。我想有个死神小弟的话，一定会很有意思。”彼此。一护笑着道：“有个灭却师当小弟的话，也确实不错。那么就要看你的本事了。”石田雨龙开口道。说着，石田雨龙拿出自己口袋之中的诱饵道：“我们就用这个来决斗吧。”一护并没有开口，而是看着石田雨龙。石田雨龙轻轻的用力道：“这个药丸在弄碎之后，就成为了一种类似于诱饵的东西，还有大量的虚被吸引到这个城市来，而我们就必须打败这些虚。在明天天亮之前，谁打败的虚的数量多，谁就是赢家，而比赛的场地就是整个城市。怎么样？很简单的规则吧？”吸引虚。一护微微的一愣，随即道：“也就是说到时候整个城市都会布满各种虚了。”可以这么理解。石田雨龙开口道：“不过你也可以放心，并不是那种无限制的数量，这个诱饵只能吸引一定数量的虚，再多的话需要更加高级的诱饵，而且吸引过来的虚只是那种杂鱼而已，高级虚是不会被这种低级的诱饵所吸引的。对于普通人类来说，虚就是虚，并没有高级和杂鱼的区别。”一护看着石田雨龙道：“因为不论是杂鱼还是那种高级虚，都能够轻易的吃掉人类的灵魂。
你很啰嗦啊！黑崎一护石田雨龙看着一护道，你不是已经决定了赌注了吗？而且你也没有必要来担心别人，因为我会将所有的须一直不剩的全部消灭。啪的一声，只见石田雨龙手中的药丸已经破碎了。真是麻烦！一护开口念了一句，然后只见天空之中开始出现了乌云，随后只见天空之上出现了一个空洞。石田雨龙张开手掌上的十字架，一瞬间一张能量弓，然后石田雨龙拉开弓箭，一道能量箭立刻形成，即能量箭带着一道蓝色的光芒，刺穿了刚刚爬出来的须的脑袋。先干掉一只，石田雨龙放下能量弓箭道，转过头看向一护，却发现一护已经闭上了眼睛。太卑鄙了吧！魂对着石田雨龙道，你的攻击方式在先天上就占有极大的优势，一护的话只能在近身战之中才能砍死须，而你只需要站在原地就行了。不，这可不是什么卑鄙，而是我们双方的战斗方式不同而已。石田雨龙开口道，我们灭却师的攻击方式本身就是属于远距离攻击的方式，而死神，说起来死神不是也有轨道可以使用吗？魂指着石田雨龙开口道，但是一护可不是真正的死神，不，一护一开始可不是死神，他并没有真正学习过轨道，只能从大姐那里。这个时候，一护猛然睁开眼睛，打断了魂的话，立刻开口道，魂，须有攻击高灵力人类的特性，你立刻去保护游子和夏离，绝对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发生什么事情了吗？魂疑惑的看着一护，然后指着石田雨龙道，而且我走了的话，不久没有人监视这个家伙了吗？到时候他不是想说多少只就说多少只吗？好了，别管这个比赛了。魂一护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开口道，四面八方到处都是须，根本就数之不尽，而且一点也没有减少的样子，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很多人都会死的。我会尽可能的去救他们，但是游子和夏离就交给你了，魂，不要让他们出事。魂一愣，然后立刻点点头道，是，我知道了。说着魂直接跑掉了。放心吧，黑崎一护，身为灭却师，我的骄傲可不会允许我在这种情况下说谎。石田雨龙开口道，虽然我憎恨死神，但是死神的却也有着相同的骄傲，而你，黑崎一护，虽然只是一个代理死神而已，但是比较也是一个死神，如果你没有死神的骄傲的话，那么就算了，到时候随便你说多少，我都会相信的。一护没有回答，而是直接转过身，猛然一纵朝着和魂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去。那个方向是学校的方向吗？石田雨龙看着一护离去的身影暗道，看起来你果然已经注意到了，黑崎一护，我们的班级里面也拥有高灵力的人类，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现在应该正在参加空手道社团的训练吧，而另一个人应该也在才对。说到石田雨龙举起了手中的弓箭，破道之四白雷，只见一护猛然伸出手指，两道粗壮的白雷连续射出，只见两道白雷一前一后，先后射在了须的面具上同一个位置。第一道白雷现时击破了须的面具，而第二道白雷则直接穿透了须的脑袋。随即一护猛然飞纵过去，一脚踩在这只正在消失的须的身体上，右手猛然抽出背后的大刀，猛然斩下，虚空之中一只须刚刚探出脑袋，就被一护一刀将脑袋劈了下来。黑崎一护，不错的能力，这样使用灵压的话，恐怕你的灵力很快就会耗尽吧，不过也只有这样才有一点意思。说道。石田雨龙转身一纵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砰的一声，一只类似于人形的须出现在一护的面前。一护刚刚想要过去砍了那只须，但是刚刚起步的一护却发现须的爪子一紧狠狠的轰过来了，好快！一护的瞳孔微微的一缩，脑中闪过这个念头，然后猛然的提起斩破刀，当的一声巨响，须的爪子狠狠的轰在了一护手中握着的斩破刀的刀面上。因为一护一直都是使用这个大刀的缘故，所以手腕一转就用刀面挡住了须的爪子。虽然一护及时的挡住了攻击，但是从须爪子上传来的强大力量让一护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后退。可恶，这个家伙的灵压真强！一护双脚紧紧的抓着地面，双手紧紧的握着斩破刀，直接在地面上被拖出来一条长长的痕迹。但是一护身上猛然爆发出灵压，身体强行在原地定住道，如果比灵压的话，我就不相信我的灵压会比你弱啊！嗷嗷嗷！须发出惨叫声，一护的脸上露出笑容，但是脚下没有丝毫的停顿，灵压不断的充斥着一护的全身，猛然朝着须冲过去，同时左手抽出了插在地上的斩破刀。在灵压的协助下，一护的速度非常快，很快就冲到了须的面前，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斩破刀。这个时候，一护的双手可是各自握着一把斩破刀。须猛然一爪子甩了过来，一护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人形须的站立是靠着两条腿的，而一只爪子被一护的斩破刀斩下，自然还剩下一只爪子。一护早就已经预料到了须的打算，只见一护继续朝着须冲过去，就在一护就要被须的爪子打到的时候，一护猛然抬起右手，而须的爪子猛然派过来，扑哧一声，斩破刀深深的刺入了须的掌心之中。嗷嗷嗷！须再次发出惨叫，同时不断的甩动着右手，想要将掌心之中的斩破刀给甩下来。但是一护本身就已经很长的斩破刀已经刺入了须的掌心之中了，只剩下一把刀柄了，甚至完全刺穿了须的手掌，根本就不是可以甩出来的。一护脚下猛然的一点，整个人冲到了须的面具面前，左手握着刚刚觉醒的斩破刀，猛然朝着须的眼睛刺过去。就在一护的斩破刀要刺进须的眼睛的时候，突然一护感觉到左边一股劲风传来，一护用自己的眼角望过去，却发现是一只巨大的爪子。
我明明已经将他的爪子给砍下来了。一护的脑中闪过这个念头，然后砰的一声，一护感觉自己的身体上传来了巨大的力量以及巨大的痛楚，然后整个人就直接腾飞了起来。轰隆一声，一护直接在地面撞出了一个大坑。一护很快就爬了出来，但是一护的头上鲜血正不断的流下来。怎么回事？一护看着正不断的哀嚎惨叫的须，以及那只明明被砍下来，但是现在却依然在须手上的爪子，暗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只须会这么快就恢复了过来？我明明将它的爪子完全砍了下来。一护心中默默的道，但是一护的面前，那只须的一双爪子却没有丝毫的损伤。敖须突然发出了一声惨叫，然后抓住自己掌心的斩破刀，猛然的将斩破刀抽出来，然后虽然将斩破刀扔到了自己的身后，当须将斩破刀抽出来的那一刻，须的掌心之中鲜血直流，但是转眼间，须的掌心就停止了流血，同时掌心的伤口也在转眼间就完全恢复了过来。怎么可能？一护惊讶的道，竟然这么快就安全恢复了？难道是？一护微微的眯起眼睛，暗道，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了。哼，这样的话就再来试探一下好了，看看究竟是不是我所想的那样。想到这里，一护不管自己额头上的鲜血，看了一眼被须扔到他自己身后的斩破刀，然后将左手的斩破刀交到右手，微微的眯起眼睛看着须，然后猛然的一纵，直接朝着须冲了过去。你这该死的死神！须看着冲过来的一护开口道，我要吃了你！只见须的两只爪子立刻朝着一护抓去，一护不断的调动着身体的灵压，让灵压不断的充斥着身体，渐渐的连一护手中的斩破刀上面也开始充斥着灵压。轰隆轰隆，须不断的挥舞着爪子攻击着一护。依照须的体型，一旦击中一护的话，那么一护至少又是头破血流的结果。不过庞大的体型虽然给了须强大的力量，但是却也造成了他身体的灵活性下降。一护躲过须的爪子之后，立刻纵身跳上了须的手臂，然后顺着须的手臂朝着须的脸跑去。拥有庞大体型但是却没有灵活的须，在被一护跳上手臂之后，根本就无法击中一护，甚至他的攻击连让一护多放在心神来注意的资格都没有。很轻松的，一护不断的闪避过来须的攻击，然后接近了须的头部。所有的须头部拥有都是他们的弱点，所以想要打败须，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砍了须的脑袋。一护的脑中闪过陆琪亚对自己说过的这句话，然后一紧手中的斩破刀，整个身形猛然朝着须的脑袋而去。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一护的面前，原来是须的手臂。虽然他无法挡住一护的脚步，但是如果仅仅只是保护自己的话，却也不是那么难。须在看到一护的目标定在了自己的头上，没有丝毫的迟疑，直接伸出手臂挡在了自己的脑袋面前。汽车保帅一护看着须的举动，轻轻的开口道，这个家伙倒是挺有理智的啊。不过一护可没有丝毫的停留，手中的斩破刀猛然斩下。虽然一护现在握着的斩破刀并不长也不大，但是灵压的加持下，斩破刀还是很轻易的将须的整条手臂完全斩下。嗷嗷嗷，须被斩下的手臂猛然飞了起来，然后在空中就完全消散了。而一护脚下则猛然的一点须的身体，然后猛然的冲了出去，躲过了须另一只爪子的袭击。然后一护紧紧的盯着须，很快须被一护斩下的断腕处猛然的生出一只爪子，而且和须之前的爪子一模一样，仿佛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砍下来过。而须则微微的转动着那只刚刚生长出来的爪子，想要尽快适应，不过毕竟是他的身体，转眼间就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爪子。切，还真是中大奖了呢！一护看着眼前的情形，带着一丝无奈的开口道，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一直拥有超快速再生的须，还真是麻烦的家伙。死神，你竟然知道超快速再生？原本适应刚刚生长出来的爪子的须，突然听到了一护的话，微微有些惊愕的道，超快速再生而已，这又有什么不知道的？说白了就如同现实世界之中的壁虎一样而已。一护毫不在意的开口道，只不过必须的尾巴再生需要一段时间，而超快速再生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仅仅只是一眨眼而已。哼，你很了解啊。死神须看着一护道，没错，我所拥有的能力就是超快速再生，不论我出现什么损伤，我都能够在转眼间完全恢复过来，哪怕我的手臂活着，其他的部位被你砍下来，也都能够很快恢复。所以死神你不可能会是我的对手的，还不如老老实实的让我吃掉吧。放心吧，我会一口吞掉你的，不会让你感受到痛苦，不然的话，我要一口一口的吃掉你，让你感受到自己的灵魂被完全撕裂和咀嚼的痛苦。哼，竟然被小看了！一护举起手中的斩破刀，刀尖指着须道，刚刚的战斗情况确实对我有些不利，不过那可不代表你的力量在我之上，我只是没想到超快速再生竟然出现在你这种杂鱼的身上，所以让我有些惊讶而已。不要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打到我，就认为自己的力量在我之上了，我只是稍稍试探一下你的力量而已。说着，一护的身上涌现出强大的灵压，然后抓住了两条突然升起的白色绫罗，道，说起来我已经被你拦了太多的时间了。之机，龙贵似乎也遇上了须，我绝对不允许你们这种杂鱼伤害到他们两个。杂鱼？须大怒道，你这个家伙竟然敢说我是杂鱼！须紧紧的盯着一护，然后猛然朝着一护冲了过来道，我决定了，我要一口口的将你吃掉，一次只吃一个部位，让你饱受痛苦的死去。哼！一护的目光一冷，身形猛然朝着冲过去。就在双方接近的时候，须朝着一护伸出了两只爪子，
而一护则紧紧地握着斩破刀，并没有去抵挡。就在虚的两只爪子快要抓住一护，而虚的脸上也露出笑容的时候，一护身上的灵压猛然激发出来，一护猛然一脚踩在地上面，脚上发力，一护的速度猛然快了2分，然后直接冲过来虚的爪子攻击范围。轰隆，虚的爪子抓在了一护的土地上，而一护的速度再次快了2分，转眼间就来到了虚的脚下，然后一护猛然在地上一蹬，身形立刻上升。虚收回2只爪子，然后朝着正不断上升的一护抓去。一护的嘴角露出一丝的不屑，随即猛然一紧手中的斩破刀，斩破刀上更是覆盖着蓝色的灵压。一护不管身后的爪子，猛然朝着自己的面前横斩过去，扑哧，斩破刀直接将砍在虚的大腿上，然后没有丝毫的阻碍，虚的整条大腿直接被斩断，很快就消失在了空中。而没有了一条腿的虚立刻站立不稳，身体直接倒了下去，攻击自然也就无疾而终。虽然虚脚下被斩断的部位正在不断的抽搐着，估计马上就会再生出来，但是就在虚的大腿再出生来的那么短短的几秒钟，这场战斗就已经结束了。就在虚的身体倒下的时候，一护在虚的身体上一点，然后直接冲过去，手中的斩破刀连续舞动，2只刚刚准备攻击一护的爪子瞬间被一护斩下，但是一护并没有任何的停留，顺着虚的身体，一护直接跑到了虚的面前，在虚惊恐的眼神之中，斩破刀狠狠的劈下。就在一护的斩破刀劈开虚的面具的时候，虚的断脚和爪子也再次再生了出来，只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就在这个瞬间，一护破开了虚的面具，将虚的脑袋完全劈成了2半，虚很快就消散在了空中。一护将手中的斩破刀插回腰际道：第7只，可恶，砍掉这只虚的时间足够我再次砍上7只虚了。不知道石田雨龙那个家伙杀了多少虚了。不过灭却师的攻击速度虽然快，而且攻击距离也足够远，但是力量却有些不足，而且石田雨龙那个家伙的灵力虽然高，但是却并不雄厚。虽然灭却师可以直接从外界摄取灵力，不过对于本身却也是一项极大的负担，这样的话倒是不需要太过于担心会输掉比赛了。而且相比比赛，织姬和龙贵说到这里，一护猛然一纵身，整个身体直接冲了过去，微微伸出右手，直接将刚刚被扔在地上的斩破刀捡起，手腕一转插回了自己身后的刀鞘之中。不要出事啊，织姬、龙贵。游子魂在一护的身体里面，很快就来到了游子的学校，而游子正背着2个书包回家，一看到一护，立刻笑着招手道：哥哥，对了，我现在是一护啊。魂在心中念了一句，然后微微看了看四周，暗道：不过这里似乎还没有虚来的样子，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时间逃走了。游子，我们一起回家吧。魂走到游子的身边看了看道：对了，夏离呢？怎么没有在一起？夏离应该去踢足球了吧？游子笑着道：夏离一下课就过去了呢。可恶，竟然会这样！魂暗暗的道，然后看着游子笑着道：那么游子，我们去找夏离吧。游子立刻点头，然后一脸憧憬的道：说起来，我们好久没有和哥哥你一起回家了呢。魂大汉，一个空旷的草地上，5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正在一起踢足球。喂！黑崎踢过来一个孩子大声的喊道，然后只见一个足球直接朝着他飞了过去，砰的一声砸在了他的脸上，2管鼻血立刻冒了下来。喂，你干什么？心不在焉的。抱歉，今天没有什么心情呢，而且从刚刚开始，空气中似乎很压抑，我还是先回去好了。呼呼。茶度微微的喘着气，看着正在踢着足球的几个孩子，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恐。大叔，那个被称为黑崎的女孩看着茶度道：你是一护哥的朋友吧？那个鹦鹉大叔一护。茶度一愣，然后道：你是一护的妹妹夏离，叫我夏离就行了。夏离看着茶度道：喂，黑崎是认识的吗？夏离身后几个一起踢足球的同伴一见眼前的情况，便开口问道。夏离点头应道：是我哥的朋友。话音刚落，突然轰隆的一声，茶度的身后好像发生了爆炸似的。茶度微微咬牙，低声道：可恶，竟然这么快就追过来了。刚刚想要让夏离他们快点逃，但是却发现夏离的目光却已经注视着身后的虚了。又来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夏离看着眼前的虚开口道：你能够看见吗？茶度惊愕的看着夏离问道：你在说什么啊？明明就看得那么清楚。说着，夏离大惊道：快点，大叔，那个怪物过来了。茶度一惊，立刻抱住夏离，猛然一纵身体跳了起来，但是这个瞬间，虚一拳就轰在了茶度刚刚所站的位置上。如果不是他们及时的跳出去的话，恐怕这一群打下来，他们会直接被轰成肉泥。可恶，不能连累一护的妹妹。茶度的脑中闪过这个念头，看了看虚，然后连忙将夏离放下，转身猛然朝着虚冲过去。你在干什么，大叔？我去引开怪物，你们快点逃。说完，茶度猛然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爬去。实际上，茶度并不能看见虚，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虚的一个模糊的轮廓而已，所以茶度只能够依靠这一点点的轮廓来判断。可恶，要是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就好了。茶度的心中冒出这样的念头，虚看着跑过来，似乎准备逃走的茶度，微微转过头看向茶度的身影，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就放弃了茶度，看向了夏离。虚有袭击高灵力人类的特性，对于虚来说，吃掉一个高灵力的人类灵魂，比吃上数十个普通人类的灵魂还要好。而虚一路追着茶度而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上第2个高灵力的人类。虚想2个都吃掉，但是他却突然发现2个人类分开了，
对于茶渡，须追了一路都没有追上，已经有点烦起来了。所以在看到茶渡逃走，而夏黎站着没动之后，就将目标放在了夏黎的身上。喂，大叔，快点逃，不要管我们了！夏黎还在大声喊着，但是茶渡可没有停下，直接跑掉了。黑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会突然发生爆炸？而且那位大叔为什么突然要跑？夏黎的同伴纷纷开口问道。夏黎猛然惊醒，看着他们焦急道：笨蛋，快逃！如果不想死的话，那么就快点逃！听到夏黎的话，那几个人一脸的不爽道：喂，黑崎，你说什么？那是什么语气啊？是不是想打架？我们可不会怕你哦，我们可是由4个人哦，你虽然厉害，但是也打不过4个人吧，小心被打哦！快点逃，不然的话我就揍你们！夏黎怒声道。适宜看到夏黎似乎发怒的样子，立刻一脸惧怕的应道，然后转身离开。突然，夏黎突然发现自己的身后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阴影，转过头看到那只巨大的须正站在自己的身后。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须已经朝着夏黎他们走了过来，而夏黎一点也没有察觉。夏黎惊恐的看着抓向自己的须，一时之间身体竟然僵硬住了。动啊，快点动啊！夏黎心中大声的喊着，但是身体却始终一动不动。